不好了，王妃娘娘没了！女人一声惊呼，随后跑去禀告。王妃？萧锦年怔了怔，什么王妃？我不是在科研室里做研究吗？一声巨响，萧锦年挣扎着，轿辇竟然被压断了，他整个人从花轿里滚出来了。大庭广众之下，萧锦年竟然压断了花轿，这是何等丢人的事！萧锦年的身子又胖又重，艰难的起身，却发现那双纤细的手竟然变得又肿又粗，就像没有分瓣的猪蹄子一般。这是我的手！感受到了一道冰冷犀利的寒光从头顶铺盖而来，萧锦年抬起头来，对视上了那一双冷若寒窖的眸子，脑子里铺天盖地的涌来了一些零碎的记忆。眼前一袭红袍的男人，剑眉星目，鼻梁挺阔，看上去仪表堂堂，玉树临风，想必就是萧锦年的夫君，南越国的战神，当朝二皇子司北衍。喜婆急忙上前，咋咋呼呼道：王妃娘娘，您差点被这糖栗子卡死，要不要叫郎中看一看？萧锦年眸色一沉，这个喜婆子没安好心呀！若是真叫来了郎中，在场人岂不都知道我偷吃差点被卡死？如此一来，大婚当日落了个馋嘴的名声，我还要脸不要？嬷嬷说的可是这糖栗子？萧锦年摊开手心，里面是一颗栗子。南越国国风，闺阁女子出嫁手里都会有一颗糖栗子，寓意保佑夫家早立子。王妃明明是被糖栗子卡住喉咙，老身方才明明看见。嬷嬷看见什么了？锦年这不是好好的吗？萧锦年嘴角带着微笑，尤其是这糖栗子里面的料，大婚当日敢给他下毒，到底是什么人？大堂里众人的嘲笑声依旧能够听得真切，及至有人高呼及时到，众人瞬间鸦雀无声。萧锦年一直在腹诽到底是怎么穿越的，脑子里零碎的记忆似乎清晰了许多，耳边又响起来喜婆的声音：及时到，新人请拜堂里。一身暗红色绸衣的小厮手里竟然抱着一只大公鸡。萧锦年果然是出了名的俗女啊，肉嘟嘟的脸上像是猴子屁股一般，红红的脂粉涂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颜色都能开染坊了，那模样要多粗俗就有多粗俗。萧锦年怒目相向，众人被吓了一跳，就连抱着公鸡的小厮都被萧锦年的容貌吓得连连后退了几步。这就是圣经上臭名昭著的相府嫡女萧锦年。王妃这是做什么？自古以来哪有新娘自己掀开盖头的？那就麻烦嬷嬷问一句王爷，自古以来可有活人成亲上公鸡拜堂？难不成本小姐嫁的是一个死人？小姐，小铃铛吓得瞪圆了一双眼睛，自家小姐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呀，说这种话绝对是在侮辱皇室颜面。王妃别叫老身难做，这一切都是王爷的意思，再这样耽误下去，恐怕是延误了吉时，王爷会不高兴的。王爷眼下这么做事，全然没有顾虑到我的心情，我又何须顾及王爷的心情？萧锦年不是元神，自然不会低眉顺眼的看人脸色过日子。萧锦年转过头，看着神色大变的小厮，喘着粗气道：以前王爷呢，通禀一声，今日这喜事，他若是不想，那便就罢了，何必用一只公鸡来羞辱我，羞辱相府？萧锦年，不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就算是跟一只公鸡拜堂，也要嫁给本王，该不会你自己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吧？顺着声音望去，萧锦年一眼就看见方才的男人，那一双清冷明亮的眸子里却都是冷漠，如同淬了冰。脑海中的片段继续翻飞。这话，好吧，原主看样子真的没脑子，竟然说出来这种话。唉，真不知道这男人除了皮囊之外哪里好，竟然让原主这么痴迷。今日是姐姐和王爷大婚的日子，姐姐就不要任性了。声音甜美的似蜜糖一般，萧锦年这才看清司北衍伟岸的身影之后，跟着一名容貌清丽的女子。女子面若桃花，身上是朱红色的吉服，窈窕身姿宛若风吹拂柳，妆容也是十分精致得体。在她的映衬之下，原本就身材臃肿的萧锦年，再混合着那猴屁股似的脸蛋，简直就像是母猪精站起来一般。萧锦年脑子里在搜索，哦，这个就是他的庶妹萧锦瑜。前的原主是多笨，竟然还觉得这个低眉顺眼的妹妹是个好人。萧锦年没说话，目光直视萧锦瑜。若是真的为了原主好，就不会在同一日嫁进镇北王府里。这脂肪的确是会影响智商啊，原主还真是笨得可以。姐姐，
这么多宾客都在，你若是闹开了，不管是王爷还是爹爹，都颜面无光。这今日王爷都娶你进门了，你又何须让王爷难堪？妹妹说的极是，只不过我娘亲生前就跟我说过，一个女子若嫁与一男子，势必要擦亮眼睛。今日诸位都瞧着，礼部的3书6礼都到了吗？萧景年，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还真是可见一斑呢。明媒正娶8抬大轿，娶的是贤良淑德；凤冠霞帔3书6礼，娶的是温柔婉约。你觉得你哪一样配得上？王爷说的极是，这几样在我萧景年身上什么都没有。既是如此，你我还未拜天地，我萧景年也不是非你不嫁。小铃铛，咱们走。不好了，王爷出事了！怎么了？小王爷出事了，您快去看看。被众人围作一团的是一个只有10几岁模样的少年，看上去干干净净。只是那少年面色苍白，一双眼紧紧地闭着，没有丝毫的血色。这个少年想必就是小厮口中的小王爷吧。郎中给少年搭脉之后，神色凝重地拿出银针刺在了少年的人中上。少年轻愧一声，睁开了眼睛，可是身子却颤抖得厉害。阿战，你醒了。郎中，小王爷现在情况如何？回禀王爷的话，这小王爷体弱多病，身子虚得厉害，想必是方才受了风邪才会晕倒。眼下小王爷浑身颤抖，想必是冷了。奴才这就下去开一剂姜汤，给小王爷驱寒。哼，这古代的医，只要是无法诊治的疑难杂症，都会归功于是受了邪风。这小王爷的症状如此明显。萧景年，阿战身体抱恙，你就笑成这样，成何体统？萧锦瑜也在丫头的搀扶之下走了出来。王爷，您别与姐姐计较，眼下还是小王爷的身子要紧。众人对这个侧妃的青睐又多了几分。同样都是相府的女儿，这萧景瑜堪称品行样貌一流，而这萧景年怎么看怎么惹人不待见。抱歉王爷，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姐姐，众人都在担心这小王爷的安危，你竟然还笑得出来。妹妹有所不知，姐姐我笑的并不是小王爷身体抱恙，而是这郎中什么邪风入侵受了风寒。小王爷明明是先天机体不足导致的晕厥，一服姜汤就能治得了小王爷的病吗？小老儿行医30余载，若是这点病症都瞧不出来，也不会被王爷招进王府。莫非对于小王爷的病症，王妃还有高见？高见谈不上，只是这小王爷的病症可不是什么邪气入侵。姐姐，你又不懂得医术，就不要跟着郎中凑热闹了。谁跟你说我不懂医术的？你难道不记得在相府，姐姐我没事的时候就爱看些医术要点，这悬壶之术自然也能略懂一二。姐姐，这王爷府上的郎中已经行医数载，你那些都只是纸上谈兵之举，做不得数。小王爷娇贵，姐姐还是别闹了。这么多宾客看着，姐姐就不顾及王爷的脸面吗？小景年，还在这杵着做什么？难道还嫌丢人现眼不够吗？萧景年不气不恼，反而淡然一笑。王爷何必恼火？我还没说什么，你们就说我丢人现眼，给王爷抹黑。我若是说小王爷的病我能治呢？王爷，行医之事一直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王妃娘娘既然说小老儿误诊，不如让他一试。郎中没那么大度，只是想着让萧景年在人前出丑。医术被质疑，不仅仅是砸他饭碗，还毁他声誉。若是不搬回来，日后在这王府之中，他的日子可就难挨了。司北眼一直阴沉着一张脸。司北暂缓过来，长舒一口气。皇兄莫气，既然二嫂嫂如此说，不如就让他一试。萧景年，若是出了什么岔子，小心儿的狗命。哟呵，这男人嘴巴里是吃了什么排泄物吗？这么臭！萧景年有点恼火，但是却嬉皮笑脸。若是我能够治得了小王爷的病，还请王爷高抬贵手，赐几年医旨和离书。司北眼只是用鼻子发出一声轻哼，就愤愤退至一边。金色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整个人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是尊贵的气息，只消看上一眼，便让人镌刻在心上。也难怪原身会倾心。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萧景年倒追司北眼那些手段，就像是去逛窑子，强行要了那些良家妇女一般的土匪行径。难怪司北眼一看萧景年，就像是见了鬼似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小王爷身上。司北站身边的内官刚要伸手拿帕子遮挡两人的接触，却被萧景年拦住。你要干什么？王妃娘娘，
这男女有别？医者眼中无男女，何况隔着这帕子脉象之上，有些细微变化根本发现不了。若是延误了诊治，你吃罪得起吗？奴才。司北眼挥了挥手，眼底里都是不耐烦。人群中再度鸦雀无声。萧启年又看了司北站的舌苔，最后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小王爷是不是每日清晨口感发酸，病发的时候会觉得胸闷气短，冷汗涔涔？皇嫂说的极是，太医院里的人都束手无策。皇嫂可有医治方法？不难，每日早上小王爷以糖水补给，饮食里多用一些玻璃菜、动物肝脏便可。王妃娘娘这药方，小老儿还是第一次见。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您这以糖入药，小老儿闻所未闻。既然郎中您不信，那就让小厮去厨房取一碗热糖水，让小王爷服下，看看他的晕眩之症会不会缓解。弄一碗糖水给郑王殿下。小厮得令，颠颠的去了后厨，兑了一碗糖水出来，恭恭敬敬的递到了小王爷面前。小王爷请用。小王爷的手颤抖的厉害，在内官的伺候之下，把碗里的糖水喝了一干二净。皇子说的极是，本王现在觉得好多了，心口也不那么堵了。只不过是普通的低血糖症状，在这古代竟然成了疑难杂症。看样子上辈子的学术对于我在这异世的存活定是有裨益的。小王爷的话无疑是把萧锦年捧了一把，众人唏嘘，这糖水还能够治病，真是闻所未闻。这相府嫡女虽然没有生得花容月貌，可是却有这般见识。眼下的萧锦年依然是那副肥胖腻人的模样，但是却让人看得顺眼了几分。可是司北眼的脸色却依旧难堪。既然阿战没事就好。小福子，小王爷今日身体不适，你带着小王爷先回宫中去吧。虽然小王爷还想着闹洞房，可是看着自家皇兄一脸恼怒的模样，没敢继续捅马蜂窝，装模作样道：既然如此，那本王就先回去。皇嫂告辞。那一句皇嫂是对着萧锦年喊的，司北眼的脸色更加难看。萧锦年看着小王爷离去，嘴角上的笑容浅淡，肚子咕噜一声。妈蛋，这原主的胃口到底是有多空虚啊！王妃果然妙手回春呐！众人低声称赞，萧锦瑜却面色难堪。王爷可还记得方才应允的事情？萧锦年满眼期待，和离书到手，他岂不是逍遥自在？没想到司北眼却冷哼：萧锦年，这病也治了，风头也出了，在本王还没有生气之前，带好你的喜帕，乖乖给本王滚回后院去。这女人就是欲擒故纵，若是大婚当日和离，皇室颜面何存？看到在一旁一双青葱似的手几乎都要把自己掐出血来的萧锦瑜，萧锦年心中思忖：我现在闹大了，丢了脸，只怕是某些人称心如意。萧锦年咧嘴一笑：是夫君。院子里，小铃铛捂着自己心口，欣喜道：小姐，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都要吓死奴婢了？瞧你这胆子小的，好歹也是跟着本小姐的人，就这么点能耐。小姐，你是不是饿了？奴婢这就去后厨找婆子给你弄吃的。不急不急，我问你，我上花轿之前的糖栗子是谁拿来的？小铃铛从自己身上拿出了一包糖栗子。小姐，您说的是这包糖栗子吗？这是您上花轿之前夫人身边的赵妈给的。赵妈？萧锦年蹙眉，这糖栗子有毒，他知道。那原身的相府嫡女恐怕不是被卡死的，而是被这糖栗子里的剧毒毒死的。还有他那个妹妹，燕王府的侧妃，平日里对他百般温和逆来顺受，看样子全部都是装的。只不过这一切原主太过于单纯，并不知道。小铃铛，这栗子一股子油腻味儿，实在是不合你家小姐的胃口，拿去丢了吧。小姐，您没事吧？当然没事。小铃铛，我还有一事问你。刚刚穿越过来，原主的记忆零零碎碎的，这小铃铛对他百般担忧，想必是个忠心的。小姐您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胖起来的？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听萧锦年这么说，小铃铛蹙起眉头，有一点幽怨。小姐，我的小祖宗，您终于是清醒了。几年前您莫名其妙大病一场，夫人一直彻夜不休地照顾着您，就连饮食都事无巨细，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小姐您才胖起来的。而且什么？夫人说您大病一场之后身子实在太虚，隔三差五就张罗着后厨给您炖一些补品。萧锦年冷笑，这孙是口口声声的是心疼自己，不但在相爷面前会做戏，
反而还给自己博了一个贤良的名头，实际上就是想把萧几年喂成这般模样。就算是相爷再怎么有实力，有一只跟猪一般的女儿，谁敢啃呢？小姐，您问这个做什么？萧几年摇头。没什么。小领导，你家小姐嫁入燕王府，王爷的态度什么样子，你也瞧见了，事后怕是不好过呢。小铃铛听了萧几年的话，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泪水鼻涕齐刷刷的淌。小姐，你这是何意？你是要跟我走吗？小铃铛7岁就跟在小姐身边了，奴婢生是您的人，死是您的鬼。小铃铛深情剖白，萧几年觉得滑稽。胡说八道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以前你家小姐性子纯良，被人当了枪使，事后那样子的事儿便不会再有了。自家小姐突然转性了，小铃铛觉得诧异，可是却也高兴。其实在没有变胖之前，小姐也是花容月貌呢。自打那一场病以后，小姐被孙氏填鸭子似的喂到了现在，体重不下200斤，俨然是一只行走的猪精。尤其是那脸上的脂粉，像是开染坊一般，姹紫嫣红的。别说是王爷不喜欢，小铃铛日日在身边伺候，都觉得毛骨悚然。有时候忍不住要提醒自家小姐几句，要提防孙氏和二小姐。可是萧几年哪里肯听？萧几年喜欢司北衍，他是南越国最年轻的战神将军，自幼习武，沙场之上杀伐决断，何其英勇神武，更是当今圣上最为看重的皇子之一，前途不可限量。这相府嫡女虽然身份尊贵，可是就这么个胖妞，实在是配不上司北衍呢。太后正为难之际，就听见有人喊叫救命。原来司北衍负责七夕宴的守卫布防工作，有黑衣人窜入了凤仪殿，司北衍一路追去，就看见萧几年因为被宫女不小心洒了酒水而衣衫湿透，正换衣服。好巧不巧的，闺阁女子清白大如天，萧几年的身子被人看了去，一声尖叫，众人循声望去，把这一幕全部看在眼里。碍于皇家颜面，只能赐婚。萧几年的脑子里粗略地过了一遍，这大抵就是司北衍那货讨厌萧几年的主要原因之一。司北衍以为萧几年用这种下作手段逼迫的他不得不娶她，殊不知这一切全部都是孙氏给他安排的。萧几年这个傻姑娘啊，难道不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吗？甚至是不惜搭上自己清白。既然萧几年代替他重活一次，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人生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小铃铛隐约想起了什么，刚要开口，却见那门已经被人推开了。一个身穿素色的布褂子的老鱼，手里端着一碗鸡汤走了进来，远远的都能够闻见鸡汤的香味儿。小姐，您一天没吃东西了，一定是饿了吧？老奴见王府里灶上煨着鸡汤，就给您盛了一碗。说话的人是王婆子，萧几年大婚时陪嫁一起过来的老妈子。鸡汤端上来，萧几年低头看着鸡汤上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脂，顿了顿，放那吧。小姐，这鸡汤要趁热喝，您都一天滴水未进了。王婆子和颜悦色，可是那笑容落入萧几年眼里，就像是软绵绵的藏了刀子。小铃铛也看出来了萧几年的别有意味，对着王婆子笑了笑道：王妈妈，小姐折腾的这一天早就累了，让她先喘口气儿。这鸡汤，小姐什么时候想喝，我再去热去。王婆子不好多说什么，只是略带尴尬的笑了笑道：小姐，还是早些歇下吧。王爷去了二小姐那边，今夜恐怕是不会过来了。萧几年笑，哼，他倒是忘了府上还有他的好妹妹，这有笑的自然就有哭的。萧几年的大体格子外加着渗人的妆容，和萧锦瑜那朵小白花站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要是不瞎，都会有选择和比较。萧几年不受宠，早就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萧几年露出一脸失望，王婆子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一丝喜悦之色，稍纵即逝。王妈妈，你先下去吧。是，小姐。看着王妈退出去，小铃铛机灵地去关门，探出头去左右看了一遍，确定真的没人，这才折回来。小姐，您怎么了？他家小姐真的有点不一样了。如果换做平时，这碗鸡汤最多只是塞塞牙缝，今日小姐这是怎么了？对吃食竟然提不起来太大兴趣。小铃铛，我问你，我以前的吃食都是由谁负责的？小姐，您是不是之前真的摔到了脑子，什么都不记得了？奴婢赶紧去叫郎中来给您瞧一瞧。小铃铛做事就要往外冲。你给我回来！你这丫头怎么毛毛愣愣的？小铃铛撇着嘴，歪着头看着萧几年。自家小姐打从花轿上摔下来，虽然还是以前胖嘟嘟圆滚滚的身材，可是却感觉哪里不一样了，似乎比以前清亮了不少。小姐，你没事不？你这丫头是盼着你家小姐有事吗？
就像你说的，摔那一下摔的脑筋似乎清醒了些。小铃铛信以为真。您的吃食在相府的时候就是由王妈妈照顾的，王妈妈跟在您身边也好些个年头了。小铃铛的话虽然可信，可是王婆子的态度并不像是对待萧景年有几分真心。小铃铛欲言又止的模样被萧景年看在眼里。有什么话就直说。只是小姐，您之前脾气不是特别好，对的王妈妈苛刻。有一次您要制梗米肉糜粥，王妈妈手头有活计，耽搁了几分，就遭到了您的毒打。小铃铛满脸怯怯地看着萧景年。萧景年细细回想，脑袋里的碎片模模糊糊的，看样子人胖了，脑子里果然大多都是浆糊呀。这位相府嫡女平日里真是不怎么招人待见，骄横跋扈，为人嚣张。萧景年有一些头疼地揉了揉自己额头。摊上这么个身子，树立了那么多的敌人，真是要了命了。小姐，这鸡汤倒掉吧。什么？小铃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一种见了鬼似的眼神看着萧景年，不敢确信地再一次问道：小姐，这鸡汤倒掉吧，以后只要是王妈妈送来的吃食，想法子散出去就行了。小铃铛困惑，奴婢不懂小姐为何这么做，难不成王妈妈在给小姐的吃食里下了毒吗？下毒倒不至于，可是这鸡汤里放了猪油。想到了前世，萧景年还是情不自禁的惋惜。当时萧景年所在的科研室是 M 国的最高机密研究中心，以萧景年为首的科研人员正在研究一项极为隐秘的项目。科研室发生爆炸，就这么阴差阳错的，萧景年到了这个异世。想到上一世做的那些科研成果，觉得有一些惋惜。眼下他唯一有的就是那些嫁妆了，那是萧景年唯一的资本了。夜色朦胧，银白色的月光洒在水兰阁。怎么了？老用那种眼神看我？小姐，奴婢只是提醒您，这赵妈妈可不是好惹的。以前她在夫人身边做事，您对她可是忌惮得很。再怎么不好惹，只不过是一个婆子罢了。现在我可是堂堂的衍王妃，就算王爷再怎么不拿我当回事儿，也容不到一个婆子对我颐指气使。小铃铛还是心有余悸。可是二小姐……说话间，主仆二人已经走到了水兰阁门口。赵婆子正在和几人在门槛处吃着茶，嗑着瓜子儿，看上去一派悠闲的模样。大小姐，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今日可是侧妃娘娘与王爷的洞房花烛夜，您这么冒冒失失的闯过来，似乎不太好吧？萧景年依旧是一脸憨憨的模样。赵妈妈这话说的，今日既是妹妹与王爷的大婚之日，可也是我与王爷的大婚之日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正妃，王爷都没有与我饮下何敬酒，我难道就不能来找王爷？大小姐，王爷的心事岂是我等能够左右的？既然王爷今日不去你那春晖堂里了，想必明日就去了，您何必在这闹腾，失了自己的身份？赵妈妈既然还知道我的身份，还不赶紧继续通禀？平日里有什么好东西都与妹妹一同分享，我怎么就不能过来瞧瞧王爷和妹妹？萧锦瑜明知萧景年爱慕四北眼，还要硬生生的同一天挤过来做侧妃，这脸皮也是有够厚的。大小姐，这在相府的时候你嚣张跋扈也就罢了，这与二小姐的婚事是王爷自己点头应允的，你这么闹腾是对王爷有什么不满吗？赵妈妈，您说这话是要冤死我们小姐吗？是二小姐自己说的，有什么好东西都会与小姐分享，大小姐过来怎么就成了闹腾？怎么就是对王爷不满了？好你个死丫头，没事找事是不是？在侧妃屋子跟前吵吵嚷嚷的，这成何体统？奴婢说的本来就是实话，我们大小姐从来就是与二小姐就不分你我，若不然大小姐的嫁妆……小玲的话还没有说完，赵婆子已经扬起手来，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放肆！你个小狼蹄子，以为跟着进了王府就可以不顾规矩吗？今日你再多说一个字，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赵妈妈可真是脾气越发见长，竟然当着我的面子教训起人来。知道的，我是这远镇北王府3媒6聘、明媒正娶的王妃；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哪里来的妾室。一个婆子就敢骑到我的头上，对我指手画脚。赵婆子耳聪目明，一眼就瞧见了四北眼，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大小姐饶命，老奴不敢，老奴时刻谨记着您平日的教诲。今日是侧妃娘娘大喜的日子，王爷要过来，老奴也不能左右。您有什么火气，就尽管冲着老奴来，不要去责难侧妃娘娘。这赵婆子真没有想到，竟然是陈年老绿茶。呵呵，装嘛，谁不会？可是萧锦年偏不，反正他说什么做什么，落入那个男人眼中都是惺惺作态。与其如此，萧锦年何必要对他百般讨好？他的目的相当明确，拿回原主的嫁妆，凭借自己21世纪一身的真本领搞事业，
小几年，这大半夜的，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吗？王爷真会说笑，我这不是担心王爷身子吃不消吗？特地过来看看。小几年，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若是谨慎做人，这王府里自然有你一口饭吃。若你敬酒不吃罚酒，就别怪本王对你不仁不义。王爷可真会开玩笑，几年做人一直安分守己，就连王爷大婚当日那妹妹进府，几年也都无怨言。虽然几年深知自己配不上王爷，可是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的便好。至于给不给几年一口饭吃，全部听凭王爷的心意，几年不做强求。这个女人怎么和平日里有些不大相同？以前那个嚣张跋扈家呢？姐姐说这些话是替王爷来了妹妹的水兰阁吗？说来这一切全都是妹妹不好。这个女人除了会作妖还会什么？锦瑜，跟这种女人何必那么懂事？你敬她，她却把你当做傻子一般。王爷莫要这样说，再怎么说姐姐也是王爷的正妻，王府的王妃。王爷为了锦瑜说出来这番话，锦瑜心里感激王爷。可是若被那些不懂事的下人传出去，必然会说王爷宠妾灭妻，妾身不希望王爷为此受了世人的苛待。你就是太善良太懂事了，才会被这种人欺负。萧几年有一些疲倦了，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王爷，妹妹，其实我实在是没什么时间在这里看你们间谍情深的，这高深露重的，王爷也乏了。既然如此，还不滚回去？还要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吗？萧几年一脸的鄙夷。萧几年啊，萧几年，你这到底是多缺男人？有这么个狂妄自恋的主儿，还稀罕的跟个什么似的？怕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男人吧？王爷又何必折辱我呢？再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原配。王爷和妹妹在我面前这么大秀恩爱，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很。那你来做什么？已经到了这个时辰，我来找妹妹。难道王爷真的是认为臣妾有那种癖好，临场魔关？萧几年，你若是再如此的放浪形骸、口无遮拦，就别怪本王赏你一纸休书。既是如此，那几年就谢过王爷了。你，司北眼虽然讨厌萧几年，可她毕竟是右相的嫡女啊。今日拜堂，她的确是给了萧几年难堪。若是真的将她休弃了，岂不是公然打脸右相，也给皇室蒙羞？萧锦瑜见状，心里一喜，但是却不露痕迹地说道：“王爷息怒，姐姐平日里不是这般。还是妹妹了解姐姐。王爷真是的，动不动就疾言写休书。若是王爷今日真将妾身休弃，只怕是会叫天下人耻笑皇室说话没的威严，出尔反尔。姐姐就少说两句，不要惹王爷生气了。”看着司北眼被气得不轻，萧几年只觉得浑身愉悦，轻松了不少。妹妹，姐姐本是不想打扰你与王爷的春宵帐暖，母亲给我跟妹妹准备了不少嫁妆，可是我在春晖堂里什么都没看见，所以过来问问赵妈妈，我的嫁妆哪儿去了？这个，原来姐姐是为了这事才闹的。母亲的确是为姐姐准备了不少的嫁妆，送来府上的时候，因为姐姐出了点意外，下人们一时慌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那嫁妆抬到了水兰阁。我正想差人送去，王爷就来了，因此耽搁了。姐姐，你不会怪我吧？萧几年，你不要太过分。锦瑜好心帮你打点一切，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果然是一条好狗，这么会舔。王爷这话说的，我哪里是不识好人心？妹妹的好心，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知晓。我们姐妹二人自小姐妹情深，这中间的情深意重，不是王爷能够知晓的，是吧，妹妹？我记得目前将嫁妆的清单给了赵妈妈。王爷，萧锦瑜媚眼含水，一副让人酥了骨头的模样。今日可是萧锦瑜和司北眼的洞房花烛之夜，萧锦瑜爱慕了这个高冷金贵的男人那么久，自然早就盼着这一刻了。司北眼没有说话，依旧清冷，对于萧锦瑜更多的是感激。他永远无法忘怀那一夜，在黑暗阴冷的地窖里，小女孩怯怯地用手拍着他：“哥哥，别怕，我不会让你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司北眼对于萧锦瑜才会格外的偏爱。哎，你小心着点，这是你家王妃的陪嫁，里面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你若是磕了碰了，就算把你给卖了，都不够凑数的。哎，轻点，轻点。原本眸色深沉的司北眼听见了他这让人扫兴的声音，瞬间就没了兴致。这个女人平日里在相府也是这样嚣张跋扈吗？萧锦瑜抿着嘴唇，小声的嗯了一句：“别怕，以后她不能欺负你们。”萧锦瑜心满意足的点头，低下头，眸子里却是十足的恨意。萧几年在院子里带领着一群人叮叮咚咚的，一直忙到了后半夜。司北眼根本就没心思洞房。看着满屋子的珠宝箱子，萧几年虽然高兴，但是却笑不出来。
倒是小铃铛很是开心，一直喋喋不休。真是解气！自从奴婢跟着大小姐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见过小姐您这么有主见。以前孙氏和二小姐说什么您都听，就连赵婆子在你面前都敢耀武扬威的。小姐，您早就该这样了。若不是之前你太过于对那对母女言听计从，二小姐也不会死皮赖脸嫁到王府来。萧锦年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妹妹是她亲自带进王府里的。这原主还真不是一般的二啊！小铃铛打开了一只乌丝楠木的珠宝盒子，瞬间喜形于色。看见那块玉的一瞬间，萧锦年的脑子里竟然像是触电一般。前世的萧锦年身上也有这么一块白玉平安扣，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伸手去拿，碰触到平安扣的时候，萧锦年的意识竟然进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那空间里放着的竟然是他前世里研究的成果。萧锦年差一点就惊呼出声，这他妈简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有句话说得很好，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自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萧锦年睡得不怎么踏实，原主太胖了，胖得让他喘气儿都不均匀，这减肥势在必行。一大清早，小铃铛说话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来，叽叽喳喳的。王妈妈，我说您讲讲您这办的是什么事儿？这汤饭都是馊的，我们家小姐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东西？姑娘你也犯不上一大清早的跟我嚷嚷，老身就是一个婆子，在这燕王府里人生地不熟的，若不是大小姐昨日出了丑，也不会这样。王妈妈，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大小姐平日里待你不薄，这才刚进王府一日，你就这样？姑娘说话也要讲良心，是厨房里说早上的吃食就只有这些个，王爷平日里最讨厌的便是铺张浪费，这青州白菜已然是不错的了，更何况现在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说大小姐浑身上下都是肉，就算是饿上几顿也不打紧。看了一眼青州寡菜，一言不发，坐在了院子里的石凳上。王妈妈，我自认平日里待你的确是有几分苛刻，可是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王婆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嘴里叫唤着冤枉啊大小姐，可是态度却没有一丝恭敬。您这么说了，可就真的冤枉死王老婆子了。我是夫人拨给您的人，就一心向着您，是这府里的下人们不把您当主子，老婆子我也无可奈何呀。好，王婆子抬起头来，眼神之中多了几分打量。今日的萧锦年卸去了脸上的浓妆，虽然脸上还是圆滚滚的，可是却看出来一双青红一般的眸子，看上去比往日里不知道要清亮了多少。大小姐明察，老奴真的不敢胡说八道。一早老奴就去了厨房，那里的婆子不但没有给老奴好脸色，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哦，厨房里的那些婆子都说了些什么？王婆子心里一喜，就算是再怎么改变，也无法改变萧景年骨子里那种嚣张跋扈的劲儿。二小姐算计的还真是透透的，老奴不敢说。你尽管说，我不怪罪你便是。厨房里的那些婆子说，小姐你胖得跟后院的猪似的，少吃上一顿不打紧，还说什么？还说您在相府养尊处优惯了，若是嫌弃这燕王府里吃食不济，就自己想办法。哼，这燕王府竟然还有这种风气，这做主子的竟然还要看一群婆子的脸色，还真是好样的。王婆子斜眼逆视萧锦年，二小姐猜测果然不错，大小姐怒了。下一刻，萧锦年是不是应该去后厨找那些婆子兴师问罪？按照他以往的个性，最好是大打出手。如此一来，王爷便更加厌恶萧锦年了。只可惜萧锦瑜的如意算盘终归是打差了那么一丢丢。萧锦年不但不恼火，反而自怨自艾地叹了一口气。唉，果然是世风日下，就连这王府里的婆子都拿着本王妃不当回事了。小铃铛，看样子你家小姐日后真的是不得宠了。萧锦年看得真切，这王婆子果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设好了圈套，等萧锦年往里面钻。小铃铛有一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姐这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的是什么呀？什么不得宠？呸！小姐，您说什么丧气话呢？你和王妈妈跟着我，也着实的受委屈了。如今才来这王府之中，就受了如此苛刻。以前在相府之中，本小姐何曾受过这种待遇？果然是世风日下，不顾人性。王婆子诧异，怎么萧景年还没怒发冲冠，还不冲去厨房里去找那些婆子算账？拿出了几锭银子给了小铃铛。小铃铛，你拿着2锭银子去厨房，给厨房的管事婆子就说你家小姐吃不惯这青州小菜，让他们通融一下。水兰阁，赵婆子急急忙忙地跑进了厅里，喜形于色。夫人，有个好消息，您听了一定高兴。原本半靠着台子的萧锦瑜看上去浑身乏力，听见赵婆子这么说，竟然多了几分精神，坐了起来。什么好消息？赵婆子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萧锦瑜顿时眉开眼笑。活该，萧景年那个死女人，平日里就是吃吃喝喝惯了，把嘴都喂刁了。只不过这一次倒是叫我有一些刮目相看。其实萧锦瑜顶看不惯萧锦年在相府的时候那般作威作福好生的威风，如今到了王府里，他就没了能耐，就连吃喝用度上都吃瘪。眼下王府上上下下都在紧着巴结萧锦瑜，有些事儿他便是一句话的事儿。萧锦瑜原本还为了萧锦年拿回去那些嫁妆心疼的不行，
听见了赵婆子说的这些话，这才觉得心里舒坦了一些。是，赵妈妈，给我烫一壶花雕酒。夫人，我今天心情好，小酌几杯。是。赵婆子话还没有说完，司北眼的声音就从门口传来。遇见了什么高兴的事，竟然有心思小酌几杯？看样子本王来的正是时候。王爷，怎么您来也不打一声招呼？妾身这都没来得及梳洗打扮。萧锦瑜一脸娇羞地捂住了自己的脸，真的是羞死人了。看着萧锦瑜这副娇滴滴的模样，司北眼心猿意马。新婚之夜被萧锦年扫了兴，这眼下的萧锦瑜如藻一般的黑发倾泻而下，整个人带着一种慵懒之姿，叫人不由得有一些乱了方寸。赵婆子喜滋滋地退出去，拿了一壶上好的花雕酒，热了送进来。萧锦瑜已经起身，端着酒壶为司北眼倒了一杯。王爷，这是我娘亲为我准备的嫁妆，我祖母家里的3月仙，每年只有3月才能喝得上，您尝尝。萧锦瑜话音未落，门口外面就传来了萧启年的声音：好香啊，妹妹这就不地道了，有这么好的酒，竟然至于王爷偷偷的享用，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不顾了。这种时候，萧锦年来做什么？小姐姐这话说的，你若是喜欢，等会就让赵妈妈给你送一些过去。嘴上这么说着，可是心里却把萧锦年骂了1000遍10000遍。这女人就像是蚂蟥，只要王爷一出现，她像是能够嗅到味道一样，死死的盯着不放。你来这做什么？听说王爷回府来了妹妹这儿，所以就过来看看。萧锦年，本王说的话你全都当了耳旁风是吗？好好在春晖馆里待着，没事不要到处乱跑。不好了，王爷出大事了！怎么？国公府里传来消息，太后娘娘晕厥了，您赶紧入宫去瞧瞧吧。怎么回事？太后怎么会在国公府？老太君得了一头麋鹿，想着请太后娘娘尝尝鲜，可是席间不小心一颗花生卡在了太后喉咙里。府上的郎中束手无策，已经派人去了宫中请太医，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小王爷便命人来找王爷。只留下一脸幽怨的萧锦瑜。这酒也热，酒也续了，谁也不曾料到竟然会出现这样子的事儿。好好的事儿就被萧锦年给搅和了，萧锦年，你等着瞧。司北眼朝外走，萧锦年紧跟着，这让司北眼十分恼火。你跟着本王做什么？王爷难不成忘了上一次妾身救了小王爷的事儿？我跟着你去，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帮上点什么忙。你能帮得上什么？上一次的事只不过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罢了。萧锦年，别怪本王没警告过你，不要总想着去抛头露面。你以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本王的王妃，本王就会被你拿捏吗？别做梦了。萧锦年一脸鄙夷。王爷，我只能说您的想象力太过于丰富了，妾身只是觉得太医到国公府的路上势必会浪费一些时间，对于丧失自主呼吸的病患，时间就是生命。你若是不怕太后出事，那就算是我多余。萧锦年作势要走，心里却默默地数着数：1、2。站住！萧锦年，你若是救不了太后，本王让你一起陪葬。萧锦年气喘吁吁，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勉强追上司北眼，绕过了国公府的后院，在一处正厅里，萧锦年和司北眼还没进入殿厅内，就听见了一群妇人嘤嘤的哭声。母亲，太后宾天，这该怎么办？拨开了人群冲了进去。太后怎么样了？一旁国公府的郎中早就被吓尿了，跪在地上，声音瑟瑟发抖。太后娘娘宾天了！眼下这国公府可是惹大麻烦了。萧锦年眉头紧蹙，看着躺在地上紧闭双眼、脸色铁青的太后，两只指头按在她的脖颈处，低头侧目。太后娘娘这大概多久了？郎中，是王爷。太后娘娘起初是呼吸困难，看上去极度痛苦的模样，眼下没了气息，不过盏茶。那就还有救。萧锦年支撑着太后的身子，众人都被他的举动吓傻了。你要干什么？太后娘娘的凤体岂是你能亵渎的？萧锦年不言不语，更不理会众人的指责，对着司北眼道：太后娘娘还有救，若是不想披麻戴孝，还不赶紧过来帮忙？萧锦年说这话属实的大逆不道，可是看着他如此从容，所有人都愣住了。太后娘娘已经没了气息，萧锦年却说还能救，他把自己当谁了？大罗神仙吗？司北眼没有迟疑，疾步上前搀扶住了太后的身子。萧锦年继续道：把太后娘娘搀扶起来，我要开始施救了。看着萧锦年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众人也不哭了。司北眼和司北战按照萧锦年的指使，把太后搀扶起来，身子微微前倾，嘴巴张开。紧接着，萧锦年走到了太后身后，伸出来自己粗壮的双臂，死死勒住了太后的胸口，双手成拳抵在了欠突的位置上，猛然用力。一旁的国公府老夫人和着一群女眷看得心惊肉跳。萧氏，太后已然宾天，你还要这般亵渎她老人家，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吗？你会医术吗？萧锦年一下接一下的勒着太后，突然间的用力，1下、2下、3下。萧锦年的额头上布满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司北眼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能不能够救太后，可是太后若真的在国公府出事，岂不是让国公府陷入绝境？所有的人都在质疑萧锦年，可是他却不以为意，依旧在用力的冲撞着太后的身子。就在司北眼都快要放弃的时候，萧锦年一个用力，只听见太后噗的一声，竟然咳出了一粒花生米。好了，
太后娘娘已经脱离了危险，只不过这几日怕是要委屈一下，少吃一些东西了。太后抬起头来，眼神之中多了几分赞许。好孩子，你救了哀家。原本一场惊吓，瞬间变成了惊喜。司北站靠在太后身边，一脸洋洋得意的道：皇祖母，这下你总该相信，孙儿没有给你春游了吧？那一日就是黄草说糖水能够治孙儿的病，今日黄草又这样让您把卡在喉咙里的花生吐了出来。这和外界传言那个嚣张跋扈的相府千金完全判若两人吧？好孩子，你救了哀家的命，想要些什么赏赐？萧几年心里欢喜，但是却没有表露出来。近日他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可是太后的救命恩人，若是将来以后真的和司北眼和离了，太后娘娘记着自己的救命之恩，应该不会弃他于不顾吧？要是太后能预赐一个什么妙手仁心的牌匾，那么将来以后他还救什么王妃呀？想想便觉得心口之内十分舒畅。臣妾不敢，只求太后娘娘凤体安康，千岁千岁。一句话说进了太后心坎里。若是萧几年真的要了什么赏赐，他卡花生这事儿自然会人尽皆知。到那时他这个太后还有什么脸面啊？萧几年的知进退让太后娘娘很是满意。尽管外界一直传言萧几年为人嚣张跋扈，做事没有脑子，可是今日一见，太后却一改先前对他的误解。果然是萧相爷家的嫡女啊，云家的后人。萧几年身材不若风吹拂柳，也抵不上孙氏家的二小姐小模样标致，可是单看五官，这萧几年若是瘦下来，必然是惊为天人。回到衍王府，萧几年刚下马车，站在门口巴望着等他的小铃铛就冲了过来，满是担忧地说：小姐，您怎么才回来？可是吓死奴婢了。瞧你那点胆子，你家小姐能有什么事儿？萧几年下了马车，对着车夫说：跟我奔波了这半日，想你还没有用晚膳吗？这些吃食是国公府给的，你若不嫌弃，就拿去吃吧。王妃娘娘真是菩萨心肠。车夫千恩万谢，接了食盒。小姐，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奴婢可是惦记死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完膳呢。看着脸嗔怪的小铃铛，萧几年笑：早知道你是个忠心的，我自然是惦记着你的。这是国公府里的豌豆黄，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些个小点心，特地给你留的。主仆二人进了王府，就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司北眼，向前走几步，便是满身贵气，气宇轩昂。王爷还真是闲情逸致，这么晚了不睡，是以为我没回来睡不着吗？萧几年一句话就像是点了炸药一般，直接惹得司北眼炸了毛。萧几年，本王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的女人，你怎么到了现在才回王府？难道不知道王府的门禁吗？王爷年纪轻轻的，想得记性这般不好，是谁把我独自一人丢在了国公府？此刻王爷还好意思的站在这儿，问我为何到现在才回来？王爷不觉得好笑吗？司北眼承认他的确是有一点过分，可是那也是因为他当时急着送太后回宫啊，谁知道萧几年这个女人到了现在才回来。本王当时有事在身，你为何到了现在才回来？难不成自己没有脚吗？萧几年有点气，这个男人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吗？明明是他把我晾在国公府有错在先，可是到了他这儿，仅凭着一张红口白牙就反转了。王爷说的自然没错，我有脚，但是我也是满身的肉，罪行弄起来自然不比常人，身轻如燕，所以晚回来也无可厚非。你司北眼的神情变得有一些狰狞，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反抗他，他是战场上的战神将军，威风凛凛，他是南越国的二皇子，身份显贵。萧几年这个女人先是死皮赖脸求着他娶了她，可是大婚以后却又对他百般的冷淡。对于司北眼而言，这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若是不知道他当初的嘴脸有多丑陋，司北眼竟然会上了这个女人的当。原本今日因为萧几年救了太后而升腾起来的几分好感，却因为此刻萧几年的伶牙俐齿烟消云散。这个女人就是不能够给她好脸。王爷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时辰不早了，妾身也乏了。小铃铛，回车回堂。是，小姐。这个该死的萧几年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若不是萧几年，他怎么会沦为皇室的污点？毁人清白，说好听了是风流倜傥，四处留情，说难听了便是下流无耻，祸害了好人家姑娘的清白。王爷，夜里风大，你怎么出来了？你身子不好，郎中嘱咐过要少吹冷风。妾身没事，只是王爷今日走得匆忙，妾身实在是担心，不知太后娘娘凤体如何。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就是在行宫里休养着。走吧，本王陪你回去。说着，司北眼搀扶着萧锦瑜朝着水兰阁的方向走去。时候不早了，王爷，您……萧锦瑜一个眼神，司北眼便什么都明白了，正要开口，却听见门外有人忽然间喊叫出声：“来人啊，抓贼啊！”王爷，妾身害怕。来人，照顾好你家主子。说完，便急忙冲出水兰阁。王府里顿时乱了一阵，萧几年和小铃铛藏在了假山后面。等到司北眼带着一群护院四处去搜寻小贼，这才笑嘻嘻走出来。小铃铛用手拍着剧烈跳动的心脏，小声嗔怪：“小姐，您差点把奴婢吓死。”瞧你的小胆子，走吧，这梅姐也看得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回去就寝了。萧几年美滋滋地朝着春晖堂走去。
我一整天奔波劳碌，晚上死北眼却还想着找美人行乐，想得美。这一晚上，王府乱成一锅粥，有小贼闯入，那便意味着王府守卫有漏缺。司北眼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自然不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带着侍卫搜了一夜，就连小贼的踪影都没看见。萧启年倒是一夜安睡，呼噜震天响。第二天，及至日上三竿，阳光都晒屁股了，萧启年才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小姐，您醒了。这一夜睡得可是真香甜。小铃铛苦笑。您倒是睡得香甜了，这一夜王府里的动静您可是没听见。王爷带着一队亲卫把王府里好一番的搜索，大有一副找不到昨日那小贼不善罢甘休的气势。找到了。瞧您这话说的，要是王爷真的找到了，小姐和奴婢不就倒霉了吗？你的意思就是王爷一夜没睡？是，今日到了现在还没去军中呢，据说是睡在了书房里。早起的婆子看见王爷，说是好大的黑眼圈呢。这就是了，以后多给你家主子报一些让人精神振奋的消息，不要总说那些让人丧气的话。去吧，拿东西来，我饿了。大小姐，夫人身边的赵婆子过来了，让她在外面等着吧。萧启年洗漱一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几日他可是按照21世纪最健康的饮食方式，控油、控糖、控热量，外加每日饭后100步走，自我感觉身轻如燕了不少。获得了空间以后，萧启年利用里面先进的 X 光系统给原主的身体做了一个详细检查，发现他身体里的脂肪含量已经达到了80%多，那么小的骨架子撑着这么一具庞大身体，也着实委屈了他呀。萧启年眼下的目的十分明确，凭借现代的医学技术和合理的饮食方式，减去原主身上这一身肥肉，惊艳死那一群逼他如蛇蝎的人。搞事业，玩命的搞事业。奴给大小姐请安。赵妈妈客气了，这一大早来春晖堂，不知道赵妈妈有什么吩咐？婆子惶恐，王妃娘娘要折杀奴婢吗？妈妈别紧张，以前咱们在相府怎么着，现在在王府一样就行。几年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母亲的教诲时时不敢忘。老奴是受了夫人的吩咐来给您送点吃食，夫人怕您在这王府吃喝饮食不习惯。食盒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打开，里面是一份酱香猪肘子，上好的猪肘，诱人的糖色，炖得软烂脱骨。减肥好几日的萧启年见到这猪肘子都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真香啊！小铃铛蹙眉，又来了，以前也是这样，夫人时不时的给大小姐送来一些油腻的食物，什么猪肘子、烤鸭、烤鹅，而如今大小姐嫁出来，好不容易坚定了减肥的信念，又出了一个二小姐，这对母女还真的是一对贱人。如此一来，就真是有劳妹妹费心了。赵婆子轻蔑，但却还是笑了，从衣袖里拿出一只锦盒。还有这个，大婚那日匆忙，婆子都没来得及交与您。这是何物？您且打开瞧一瞧。萧启年不动声色，这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若是换做以前的原主，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事端呢。盒子里是一只金丝攒凤的金步摇，做工精细别致，在阳光之下，镶嵌的宝石熠熠生辉。这个是之前在府上夫人与你安排的嫁妆，大婚那日匆忙，且生了那么多事端，这步摇就一直在老奴这儿。今日就趁着给您送饭菜，把这步摇交与大小姐。这食物要趁热吃才好，老奴这就回去了。赵妈妈慢走。哼，虽是果然是软刀子，就这么每日大鱼大肉的喂着，我萧几年不胖才怪。司北眼带着一队人在府上各个院子里搜寻，一直到了春晖堂，而跟在他身旁的还有一脸梨花带雨的萧启瑜。阵仗还真是浩大呀。萧启年听见了外面的动静，这才咧嘴一笑。小铃铛，赶紧起来，马上就要上演大戏了。院子里黑着一张脸的司北眼看着萧启年。王爷今日真是难得，还带着妹妹来我这春晖堂，怎么有事？王爷，这件事说不定就是误会，我回去再让赵妈妈好好找找。有这等事，怎能我没有听说呢？萧几年，少在本王跟前故作姿态。是，王爷教训的是，只不过这王府里出了小贼，你不加强守卫，派人去捉贼，反而带着一队人来我这春晖堂，不知王爷这是何意？锦瑜丢了一只步摇。哎呀，妹妹丢了东西，那可真是可怜，有没有派人好好找一找？王爷，算了，说不定这只是一场误会，
那步摇，若是平日里姐姐说喜欢，妹妹自然也会奉上。呀，莫不成王爷是在怀疑这步摇在臣妾这儿？在与不在你心知肚明。今日你若主动将那步摇交出来，本王也就小以惩戒就罢了。若是让人搜出来，本王必然军法伺候。王爷的意思就是臣妾拿了妹妹的东西？不是的，妹妹不知道姐姐喜欢那步摇，若是知道，必然双手奉上。妹妹这话说的，姐姐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是也不介意觊觎妹妹一只步摇。说起来，今日你让赵妈妈送来的肘子，可真是味道不错。姐姐怕是记错了，赵婆子今天一早一直在跟前伺候着，什么大肘子？萧景年暗自好笑，这么卑劣的嫁祸手段，还好意思在我跟前装白脸？那可是明晃晃的栽赃陷害，真的当我萧景年是个傻叉吗？那行吧，是我白日做梦，没有大肘子。不过妹妹既然说步摇丢了，还带着王爷来，是要撕我的院子？这是王爷……话还没说出口，司北眼就率先发声：“这是本王的意思，难道你有异议？”既然是王爷的意思，臣妾断然不干，您只管搜了便是。一队护卫直接冲进了萧景年的屋子里，仔仔细细的搜寻了一番，尤其是萧景年柜子上的首饰盒，从里到外被翻了个遍，可是哪里找得到金步摇？不过这王妃娘娘过得可真是节俭啊！首饰盒子里的首饰就这么简单的几只珠钗，平日里都听说这相府嫡女奢侈无度，可今日一看也不尽然啊。回禀王爷，并没有侧妃娘娘所说的金步摇。明明早上才让赵婆子把那金步摇送过来的，怎么会搜不到？莫不是赵婆子半路上起了贪心，昧下了那一只金步摇？臣妾都说了，没有见过什么金步摇，王爷却偏偏不信。司北眼眸光一冷，看向萧锦瑜：“这一大早的，贼也抓了，东西也搜了，若是没有什么结果，王爷与妹妹还是回去吧。这日头一会儿，怕是要毒了。”司北眼恼火，愤然离去。水兰阁，司北眼大步流星地走进堂内：“王爷，妾身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景瑜，本王相信你，但是也有一点，本王不瞎。后院里争宠常见，可若是真的摆到本王面前，本王自然也能明辨一二。萧景年虽然不是本王心仪人选，可也是皇祖母御赐的王妃人选。这件事你自己暂且算是教训吧，本王还有事。王爷，都是妾身不好，妾身让您为难了。是哪个该死的小蹄子说是姐姐偷拿了本夫人的步摇？他看着萧锦瑜，不知为何竟然有一些心烦。第二日天色大明，萧景年换了一身淡雅紫色的对襟衣裙，小铃铛准备了一些礼品，陪着萧景年出了王府。周伯在门口等候多时。王妃，这是王爷让账房准备的回门礼，马车已经安排好了，您路上小心。这司北眼，这是打算打一竿子给个甜枣吗？王爷呢？啊，王爷去了国公府。夫人，萧景年已经离开了。都安排好了吗，赵妈妈？老身已经联系了孙小爷，这次保证做得干净利落。听闻鸡冠子山山头上有一波土匪，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便让孙武去寻那山头子上的土匪，趁着萧景年回相府的路上去劫了他。到时候就算是司北眼交了赎金，萧景年被掳走个1、2日回来，即便是没有缺胳膊短腿儿，毫发无损，这毕竟女儿家的名誉大如天，只要有一丝流言散播开来，萧景年还有什么脸面做人呐？如此一来，司北眼就算是再怎么顾忌太后，这损了皇室颜面，休了他也不为过。这边萧景年刚坐上马车，走出几条街，就听见了路上哒哒哒马蹄声四起，只听见车夫一声：“小姐，发生什么事了？”萧景年倒是沉着，掀开了帘子，看见一队人马赫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司北站拦住了萧景年的马车，高声狂呼：“皇嫂，皇嫂！”小王爷何事？皇嫂，事情紧急，国公府老太君突然晕厥，皇嫂可否随臣弟过去瞧一眼？老太君晕了。萧景年冷声道：“还不赶紧开路，去国公府。”国公府。王妃，您可是来了。舅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王爷只说外祖母出事了。今日国公府有一场谢师宴，老太君可是当初南越国唯一的女将军，后来嫁与了当朝国公，在老太君手下培养的精兵不计其数，上至将军，下至小兵，就连司北眼这个战神将军也是得益于老夫人和国公爷的教导。几人来国公府中做客，老太君因为兴致高，也随着众多小辈小酌了几杯。
可是却没有想到引发了心绞痛。当时老太君并不以为然，一直到脸色苍白，酒杯都端不稳了，直接晕死过去。萧几年归宁的时间路线也是司北眼告知司北站的。司北眼看见萧几年，竟然有一种流光溢彩在闪烁。王妃来了，让开，让开！萧几年，你等一下，轻点下手。上一次的事他历历在目。萧几年冷哼，哼，信不过我的医术。萧几年借着宽大的袖口，从空间里取出一支银针，直接没入司北眼小腿处的某个穴位。司北眼没有想到萧几年会来这么一出，顿时反应过来，一只手扼住他喉咙。紧接着萧几年第二支银针又出来，直接没入了司北眼胳膊内侧的穴位。1、2、3。萧几年，你对本王做了什么？只是告诉王爷，你这样会耽误我救人，安静一点。这个女人真的还是那个用了下作手段以死相逼着要嫁给我的女人吗？萧几年，你要做什么？我倒要问问王爷，明明知道老太君有心脏病不能饮酒，为何还要纵容他？王妃娘娘，你这是对我家王爷做了什么？王爷，您没事吧？王妃娘娘，您给我家王爷下毒了吗？都闪开！半晌，老太君嘴里轻哼一声，竟然真的睁开了眼睛。萧几年额头上都是汗水，前襟都湿了些许，郎中大喜。哎呦，老太君醒了，醒了！外祖母，你现在觉得哪里不舒服吗？没，就是觉得胸口有一些堵得慌。你们都在这儿做什么？母亲，您方才晕倒了，顾郎中说您都没了气息，您可吓死儿媳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还是老身带出来的兵，真是给老身丢人现眼。萧几年冷着脸，气哼哼地说：是，外祖母你可真有出息，全然将郎中嘱咐的话抛在脑后吗？郎中是否嘱咐过您有心脏病，不宜饮酒？感情您是当了耳旁风了，作践自己的身子。萧几年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老太君是何人？在军中那是驰骋沙场的巾帼女英雄性格，爽朗不拘小节。南越国的半壁江山都是国公府的功劳，就连当今圣上都要礼让3分的主啊。没想到老太君被萧几年训斥，不但不生气，反而像是做错事的孩子，有一些讨好的说道：没敢多饮，只是小酌了一杯。有些话几年是不该说的，可是关乎着祖母的身体，几年不得不说。您这心脏病若是不好好将养着，日后是会落下病根的，到时候难受的岂是您自己？轻了瘫痪在床，屎尿不能自理，重了便是一命呜呼。今日之事的确是老身考虑不周，几年别气，日后外祖母一定听你的，不饮酒，好生将养着。众人屏息，谁见过老太君这般认怂过？这恐怕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吧。放肆！萧几年，你敢这般与外祖母说话，简直是目无尊长。闭嘴！你血心里有外祖母，难道不知道严是爱，宠是害吗？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国公府岂容你放肆？不容放肆，我也放肆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外孙媳妇，这件事都怪外祖母不好，以后外祖母再也不贪杯了，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你与阿衍之间的和气。萧几年，就算你是这么没规矩，也不能对外祖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还不给外祖母请罪？我何罪之有？倒是王爷，平日里在王府拍妹妹的马屁也就算了，这在国公府也是这般彩虹屁拍着。你到底是真的为外祖母好，还是害外祖母？这彩虹屁是什么？萧几年！你们小两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我这个老婆子吵成这样，这让外祖母良心难安呀！老太君何必自责？依小王之见，王兄与黄草并不是因为老太君吵嘴。一语道破玄机。原来是这么回事。景年，告诉外祖母，是不是有人欺负你，还是那府里的侧妃出幺蛾子？小王爷，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这不摆明了是在给我萧几年挖坑。就说那一日救命之恩吧，也犯不着用这种方法让我萧几年感受世道的险恶。外祖母多虑了，妹妹与我虽不是一奶同胞，但却也是亲戚有加。外祖母若是没什么事，几年就先行告退了。今日老身也乏了，你们就都回去吧。既然如此，阿战也告退了。对了，老太君，今日阿战是在黄草归宁的路上把人劫下来的，想必相府的人还在等着，小王就顺路去一趟相府上，知会相爷一句，等哪一日皇兄空闲了，一并带着黄草回门。有劳小王爷了。司北战给萧几年留下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便离开了。哼，
阿衍，外祖母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可今日你为何做了如此糊涂的事？阿衍知错。知错？你眼下这种态度，老婆子我实在看不出来，你这是赔礼请罪的态度。既然你已昭告天下，景年为你的王妃，为何就要宠妾灭妻？阿衍不知外祖母何意。我问你，前几日你为何搜了景年的春晖堂？外祖母什么时候这么眼界长远？我府上的事儿竟然一清二楚。你真的把外祖母当作3岁小孩子吗？你手底下的那些铁骑护卫有多少是我调教的？司北眼不语，沉静的有一些可怕。今日你不是说景年身体不适，归您的誓言后，怎的小王爷就把景年从去相府的路上给带回来？本王，我不想听你解释，只是有些话必要跟你说清楚。景年是妻，是太后亲自赐婚的人，你可以不和他举案齐眉，但是却也不能宠妾灭妻。若是将来有一日我再听见这种事，就别怪我这个做外祖母的对你不客气。您老人家好，您老人家妙，您老人家是司北眼呱呱叫。主仆2人刚回到王府，萧锦瑜就在婆子搀扶下赶来了。姐姐，都是妹妹不好，若是昨日妹妹跟着你一起归宁，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妹妹今日特地给姐姐请罪的，还请姐姐原谅。大小姐心里就算您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责备夫人。夫人病体缠绵，她也不想您发生这种事。萧几年还是一头雾水，这主仆2人到底演的什么戏吗？好端端的竟然上门来请罪，你哭得好不伤心。姐姐，那匪徒没有为难于你吧？你有没有伤着呢？快快与妹妹说说。王爷有事上了朝堂，等王爷回来，妹妹定然叫王爷回禀去那奇怪的山小匪，好给姐姐出气。感情萧锦瑜这一出是演给那些婆子婢女看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萧锦年的名声。萧几年冷冷一笑，既然是过来请罪的，我要是这么轻易的就接受了，岂不是显得萧锦瑜没什么诚心？小铃铛！萧几年喊了一声，小铃铛随即搬了一个板凳放在了屋檐下。萧几年屁股一抬坐了下来，萧锦瑜愣了一下，这女人这是什么套路？妹妹这好端端的过来请罪，姐姐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的和姐姐说道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外人看来，那萧几年为人嚣张跋扈，硬是逼得柔弱可人的侧妃娘娘跪在日头里，简直是可恨。萧几年却不以为然。小铃铛，这日头有点毒了，给你家小姐抽一壶凉茶来。哦，对了，还有瓜子儿、花生、糖栗子什么的，都来点。妹妹要不要一起来喝杯茶？王爷，萧锦瑜知道他的救星回来了，双眼一翻，竟然晕了过去。哎呀，主子，您这是怎么了？你最好是期盼着锦瑜没事，要不然本王让你陪葬。赵婆子心疼的一直掉眼泪儿。王爷您可是回来了，您再不回来，我家夫人就没命了。这个疯女人简直太过分了。萧几年，你最好是期盼着锦瑜没事，要不然本王让你陪葬。王爷真是大惊小怪的，妹妹只是热晕了而已，死不了人的。王爷还是赶紧喊郎中吧，我家夫人自小体弱多病，只怕是又犯了病啊。赵婆子，忘了你家大小姐就会医术吗？等到郎中再过来，你家夫人要死也都凉透了。赵婆子虚张声势，大小姐您可轻一点，我家夫人身子娇弱。赵嬷嬷还是小点声吧，你家主子死不了，但是你这么大呼小叫的，就不怕把牛头马面都找回来吗？萧几年，你就不会说一句人话吗？锦瑜是你妹妹，她晕倒了，你都不担心吗？我当然担心了，妹妹是毒火攻心，所以才昏厥的。眼下我要施针把妹妹弄醒，王爷你闪开，妹妹要平躺下，我才好施救。赵婆子自然是不肯让萧锦年给萧锦瑜施针的，可是司北眼已经同意了，她一个婆子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哎呀，妹妹你也是的，姐姐都说了不与你生气计较，你还要一再的要作践自己。眼下身子虚弱晕倒了，不但惹得王爷心疼，自己也受罪。王爷，妹妹这是起火攻心，放点血就好了。萧锦瑜战战兢兢，可是却不敢动作。他现在才知道自己装晕这一举动简直是自掘坟墓啊。萧几年上下打量了一番萧锦瑜，方才他在地上跪了这半晌，想必是膝盖腿的都开始酸痛，借着宽大的袖口用银针刺在了萧锦瑜大腿下方阿是穴上。我就说妹妹没事吧，王爷还不信，我这3次还没触碰到妹妹呢，妹妹就醒了，感情妹妹晕的也是时候，醒的也还是时候。
我这个人向来如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睚眦必报。这萧景年真不是个东西，竟然对我下黑手！在外人看来，萧锦瑜明显是怕了萧景年手里的簪子，才自己醒过来的。王爷，景瑜这是怎么了？萧景年暗自好笑，都到了这种时候，还在这装个什么劲儿？司北眼不瞎，虽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萧景瑜是故意的。既然不舒服，就叫赵婆子带你回院子里，好生的养着，不要到处走动了。赵婆子急慌慌地上前搀扶住自家主子，对着身边婢女说：“还不赶紧过来，搀着夫人回去！”主仆几人颤颤巍巍离开了春晖堂，夹着尾巴的模样有点狼狈。萧景年却还不忘记大声嘱咐：“妹妹小心着点儿，若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就让赵妈妈过来找姐姐，姐姐保证药到病除。”司北眼全都看在眼里，这女人很明显的是落井下石呀。萧景年，你这幸灾乐祸的这般调笑你妹妹，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这个人向来如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睚眦必报。哼，牙尖嘴利。今日的萧景年衣衫阔摆，让她的身形显得苗条了几分，再加上脸上未施粉黛，却是粉雕玉琢。哎呀，既然戏已经看完了，那么王爷是否与我谈谈你我两个人之间的事？本王正要找你兴师问罪呢，你今日都干了些什么好事，竟把皇祖母气得病倒了？萧景年有一些惊讶地张着嘴巴。啊？那不能啊！明明走的时候，太后娘娘还是好好的呢。整个太医院都惊动了，连父皇也都去了凤仪殿。你瞧你办的好事儿，说是在皇祖母面前示急，你可倒好，一个晚上就回来了。裤子急了还咬人呢。水兰阁里，萧景怡哭的声音远远地传出来。夫人何必这般作践自己呢？王爷什么都没说，可见心里还是偏袒您的。可是赵妈妈没有瞧见王爷看我的眼神吗？一如瘟疫啊！以前王爷是有看萧景年那个肥婆子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眼神。王爷定是讨厌我了。夫人不要这么悲观，就算是王爷知道您今日是装晕的，那又怎样？您是因为被大小姐欺负得太过分了。赵婆子这一句话，顿时让萧锦瑜找到了希望。原本还是满脸泪痕、哭花了妆的脸上，瞬间多了几分笑意。赵妈妈说的是，我是因为被欺负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一名神色慌张的小丫头急匆匆进了内室，跪地行礼。回禀夫人，王爷人呢？有婆子看见王爷在王妃的院子里待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奴婢去了书房找王爷，可是王爷没见奴婢。赵妈妈，王爷定是生我的气了，要不然怎么会避而不见呢？夫人您别胡思乱想，眼下大街小巷都是关于萧景年的流言蜚语，王爷却充耳不闻，反而在他的院子里逗留。赵妈妈，王爷是不是疑心了？夫人您且别这么悲观，冷静一点。王爷今日从朝中回来就不怎么欢喜，是不是宫中出了什么事儿？那你赶紧打发丫头们去一趟府上问问父亲。夫人别急，老奴这就去。夫人，既然王爷是因为太后娘娘的病才心情不好，您何不从这里下手呢？可是我只是一个侧室，皇宫哪里是能够自由进出的呢？您这样。赵婆子在萧锦瑜耳边不知道嘀咕了什么，萧锦瑜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展露出笑颜来。到底是自家姐妹。第二日，萧景年还没有起床，外面的小领导就急匆匆跑了进来。启禀小姐，二小姐一大清早就来了，说是昨天的事儿，谢谢大小姐出手相救。萧景年打了一个哈欠，懒懒的起身。昨天还没闹够吗？今天怎么又来了？奴婢也不知道，二小姐今日一身华服，小铃铛看着也不像是专程来赔礼道歉的。萧景年这才清醒了些。昨天王爷没去水兰阁？小铃铛顿时一脸惊诧。大小姐您怎么知道的？我听王爷院子里的崔妈妈说，昨日伺候二小姐的丫头去了王爷的书房，说是二小姐身体不舒服，叫王爷过去瞧瞧。王爷连见都没见。我就说我的好妹妹怎么忽然间醒悟了呢？小铃铛，让侧妃娘娘进来吧，免得在外面等久了又晕了过去。你家小姐更加落得一个苛待善妒的名声。是。小铃铛出去，萧景年坐在了铜镜前。这些日子，他按照正确的方式控制饮食，外加锻炼，的确是显而易见的有成效。看起来他的选择是对的，撑出来的萧景年靠着恶瘦和瑜伽燃脂，必然会事半功倍。姐姐万福。萧景年笑得很狗腿。妹妹实在是客气了，今日身子好一些了没？托姐姐的福，今日感觉好多了。妹妹听说王爷要让姐姐进宫去给太后娘娘侍疾，就想着从大婚到现在还没有进宫给太后娘娘请过安，
就想着不如妹妹陪姐姐一同入宫。到底是自家姐妹，知道姐姐最出头的就是这种场合。妹妹跟着姐姐一起进宫也好。几年尽心尽力给祖母侍疾，不知何罪之有。凤仪殿的门前，见着方若姑姑，萧几年就像是没事人一样。有劳姑姑通禀，燕王府王妃萧氏协同侧妃前来给皇祖母请安。王妃娘娘请稍后，容老奴通禀一声。萧锦瑜一直低着头，显得十分本分。听闻太后久居行宫，脾气十分古怪，他自然不敢贸然行事。盏茶功夫，方若姑姑就出来了。太后娘娘有请侧妃娘娘内殿说话，还说不想见王妃娘娘。萧几年露出一个尴尬却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这小老太太还真是爱记仇，不就是我昨天决绝的出了宫，今日就在萧锦瑜跟前给我下马威，还真是小心眼儿。萧锦瑜惺惺作态道：姐姐，这皇命难违，妹妹就不在这里陪姐姐了，先进去给太后娘娘请安。萧几年正准备要去御花园，就被方若姑姑喊住。王妃娘娘，姑姑还有何吩咐？萧几年毕恭毕敬，并没有因为方若姑姑是个嬷嬷摆出来王妃的排场，这一点是多少小主子做不到的。对于这个其貌不扬的胖王妃，方若姑姑倒是挺有好感的。太后娘娘让奴婢问您，知道错了没有？明明不肯见萧几年，却还是要强按着她赔礼道歉加服软儿，这太后的心眼儿可不是一般的小。有劳姑姑给皇祖母回个话，几年尽心尽力给祖母侍疾，不知何罪之有。是他老人家让几年滚回去，几年没有与他老人家计较，今日又屁颠颠的来请安，可他老人家把臣妾拒之门外，还让侧妃进去陪他说话，想必日后几年王府里的日子就更难挨了。姑姑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几年就先告退了。看样子这太后不是糊涂虫。萧锦瑜走进了凤仪殿，妾身萧氏给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福寿安康，福泽绵长，千岁千千岁。起来吧。谢太后娘娘。听闻太后娘娘玉体抱恙，锦瑜担心的不得了，又想着从大婚至今都未能向太后娘娘请安，所以今日不请自来，还请太后恕罪。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敦厚谦恭，果然是右相家教养的女儿。太后娘娘谬赞，母亲在锦瑜还在闺中就时常教导，要遵三从四德，女则女训，锦瑜时刻谨记，从来不敢逾越。右相夫人也的确是难能可贵了，竟然这般教导自己的女儿。既然如此之礼数，怎么到了现在才来宫中给哀家请安？太后娘娘明鉴，妾身早就该来给太后娘娘请安的，只是身体抱恙，唯恐病气过给太后娘娘。这几日身子好的差不多了，就想着给太后娘娘请安。倒也是难为你了，竟然这般懂事。只是右相夫人既然如此的会教养女儿，为何那萧景年如此的狂妄，竟然总是做出给皇室丢人的事？太后娘娘明鉴，世人都知母亲是继室，姐姐在家的时候嚣张跋扈，总是为难母亲，母亲生性柔弱，只能任由着姐姐百般欺辱，还请太后娘娘明鉴。如此说来，这萧景年竟然这般狂妄，就连宰相夫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岂不是坏我皇室声誉？太后娘娘明鉴，若不是姐姐霸道专制，妾身早就来给您请安了。姐姐平日待妾身苛刻也就算了，可是有一件事妾身不得不说，这关乎着王爷的清誉，更关乎着皇室的威严。什么事？萧锦瑜添油加醋的把归宁萧几年被绑架的事儿跟太后说了一通。太后，这件事您看该如何定夺？现在街面上都是关于姐姐被绑架的传言，姐姐彻夜未归。这件事儿哀家自有定夺，倒是你在王府里竟然对街面上的事一清二楚。萧锦瑜的一颗心顿时一激灵，反而被一群下人牵着鼻子走，这岂不是失了体统？锦瑜从闺中就足不出户，深居简出，又怎么会知道街面上的事？府里婆子婢女们私底下传扬的厉害，妾身偶然听见。门外的方若姑姑进殿了。太后，镇北王来了。太后嗤之以鼻，看样子阿衍真的把你当成了心尖疼呢。萧锦瑜战战兢兢，是王爷抬爱妾身，让他进来吧。王爷。司北眼一见萧锦瑜跪在地上，眼圈还红红的，却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对着太后行礼。阿衍拜见皇祖母，不知道皇祖母今日可否好了些？好多了，好多了。你这侧妃可是有心了，早早的就过来请安，陪着哀家说话，是个知冷知热的人。皇祖母满意就好。哀家的确是对侧妃满意，可是你的王妃呢？近几日街面上可都是关于衍王府的流言蜚语，阿衍可否知道此事？
太后娘娘常年在深宫之中，若是小的街面上的事儿，也是听人说的。而她貌似无心的举动，却也向司北眼透露，是萧锦瑜在她跟前嚼了舌根子。孙儿知晓。既然知晓，那你给哀家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皇祖母还记得3日前？3日前怎么了？事发的那一日，正是皇祖母去国公府的那一天。阿爷把王妃从归宁的路上带去了国公府，给皇外祖母治病。之后宫中来了消息，皇祖母抱恙，王妃就留在了宫中侍祭，所以那街面上的传言子虚乌有的。太后看了一眼萧锦瑜，淡淡的问：侧妃可听见了你家王爷的话？子虚乌有的事，竟然在王府里传得活灵活现。身为主子，不能自正其身，反而被一群下人牵着鼻子走，这岂不是失了体统？没事，只听见院子里那些婆子们胡说八道，还望太后娘娘开恩，饶了妾身这一回。萧锦瑜怎么也没有想到，萧锦年不但没有被鸡冠子山上的匪徒绑架，反而是进了宫。怪不得方才走在进宫的路上，他轻车熟路的就能够找到凤仪殿。这个该死的女人，没想到她竟然摆了我一道。嘴长在她身上，她想说什么就是什么。王爷，原来姐姐没有归您，是因为跟着太后进了宫中，您怎么也不跟妾身说清楚，搞得妾身误会了姐姐。本王以为这么一点小事根本就不需要。司北眼带着萧锦瑜告退，方若姑姑送出去了老远，并且告诉他萧锦年带着手下丫头去了御花园。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本王解释的？王爷这是怪妾身多嘴。萧锦瑜楚楚可怜的模样，司北眼却没有丝毫动容。皇祖母身体抱恙，你跟她说这些，只会让皇祖母更加难受。是，都是妾身不好。王爷明明知道姐姐没事，却还不告诉妾身，害得妾身以为姐姐出事了，一宿一宿都睡不着。王爷明明知道姐姐今日是带着妾身故意来太后面前丢脸的，您不帮妾身说话，出头也就算了，您还怪锦瑜多嘴，是锦瑜看不清，是锦瑜多余。御花园里，萧锦年坐在水塘边。小姐，您就一点都不担心二小姐会在太后娘娘跟前说你坏话？嘴长在她身上，她想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您不知道府上那些婆子私底下说的有多难听，说您前一日彻夜未归，是在外面跟什么匪头子厮混，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难听了。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本来就是彻夜未归，难道还怕人嚼舌头吗？萧锦瑜喜欢告状，那就随他好了。就算我什么都不说，太后也会替我训诫他。小姐为什么那么肯定？就冲这几日萧锦年对太后的了解，他是一个极爱面子极护短的人。他要求和离，气得高血压犯病。街面上那些难听的话，若是传到了他老人家耳朵里，他怎能善罢甘休？身后的咳嗽声十分的冷冽。萧锦年回头，便看到司北眼和脸上还是泪痕的萧锦瑜，不知道何时来的。萧锦年的话也不知道被他们听去了多少。哼，他才不怕呢。反正司北眼知道萧锦年那一夜在哪儿就行了，其他的解释没必要。可是本王不傻，你用的那些伎俩，以后若是再敢用在锦瑜身上，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回到了王府，萧锦年倒是心情挺不错的，只是司北眼从宫中回到府上，一直都是一张臭脸对着他，好像他欠了他多少银两似的。萧锦年，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本王解释的吗？王爷这话从何说起？锦瑜心思单纯，才会被你百般陷害。可是本王不傻，你用的那些伎俩，以后若是再敢用在锦瑜身上，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这还护上了。萧锦年实在是很想喊一句：王爷，你的确是不傻，可是你有眼疾，看人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王爷何时与我客气过？所以王爷这是专程与我来找事的吗？萧锦年，你少拿出这种姿态来对本王，本王不吃你这一套。今日之事，你敢说不是你有意陷害？我这人向来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街面上那些难听的话，在王府里传的也很厉害。王爷为何知道实情，却不肯为我说话？还是在王爷看来，我就该任人欺辱？侧妃会误会，也是因为王爷没有给我正身。可是这是你们二人的处理不当，为什么要拿我当炮灰？我萧锦年虽然看上去傻，但并不是真的傻，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还有，王爷是那一个侧妃也好，还是后院姹紫嫣红的也罢，那都与我无关。既然你我二人和离不成，那么还请王爷给我一纸休书，从此你我二人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哼，你倒是会打如意算盘。萧锦年退让一步，那就借着我夜不归宿这件事，这样也不会对王爷的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还请王爷今日赐给锦年一纸休书吧。萧锦年，别没完没了的，你今日做的这些事，
本王还没治你的罪了。你若是再敢给本王蹬鼻子上脸，看本王怎么教训你。说罢，司北眼心虚，似乎刻意躲避，拂袖而去。小姐，这东西真的能吃吗？怎么不能吃啊？司北眼慢慢的走在石子路上，走到了春晖堂，见着里面的灯还亮着，竟然不受控制的顿住了脚步。院子里都是小铃铛和小几年的笑声，那笑声很好听，很悦耳，就像是铃铛撞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清脆。司北眼不由得顿住脚步，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到一般。从小到大只有那一次，他听见过这么悦耳这么真诚的笑声，回想起来已经好多年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司北眼竟然站在春晖堂的门外，向里面张望着。小几年正在和小铃铛做沙冰。小姐，这东西真的能吃吗？怎么不能吃啊？这冰不都是山泉水冻成的吗？你试试看，你家小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小姐，实在是太好吃了，您尝尝。小铃铛挖了一勺沙冰，递到了萧几年的嘴边。萧几年吃了一口，眼睛挤成了好看的小月牙。虽然和我以前吃的比起来差了那么一些，不过味道已经相当不错了。小姐，你什么时候吃过这些东西？以前在江南的时候。小姐减肥又是什么控糖控油，这些食物吃的饭菜都可怜的要死。目光流转，不经意地瞥见月亮门旁边的一角衣料。小几年记得真切，今日司北眼不就穿的那青墨料子的衣袍吗？小姐，您这整日的心思全都在吃吃喝喝玩乐上，难道您一点也不担心王爷吗？小铃铛嘴里吃着沙冰，含糊其辞。司北眼站在庭院外面，本来想要离开，可是听见了主仆二人的话题转移到了他身上，不由自主的就停下了脚步。有什么可担心的？王爷有妹妹照顾着，必然是十分仔细贴心的。你家小姐生活勉强的不自理，难道还有时间担心王爷吗？可是小姐您之前不是非常喜欢王爷吗？为什么到了王府以后反而不争不抢呢？那是因为你家小姐看开了。小铃铛，你也应该清楚，你家小姐爱慕王爷多年落得个什么结果。现在我只是看清了事实，强扭的瓜不甜。萧几年这话也是说给站在月亮门外的司北眼听的，如此一来，这厮就该心安理得的写下休书了吧。今日我要去国公府上给老太君请安，趁几日酷暑难耐，你帮我准备一些沙冰，等一下我给老太君带着。天刚蒙蒙亮，萧几年早早的起身，一套瑜伽下来，早已经浑身湿透，热汗淋漓。沐浴过后，小姐，今天王婆子一清早就在二小姐的水凉阁外面转悠，你还是赶紧把王婆子打发了吧，若不然咱们每日战战兢兢的，岂不是睡都睡不好？由他去。今日我要去国公府上给老太君请安，趁几日酷暑难耐，你帮我准备一些沙冰，等一下我给老太君带着，好让他老人家也尝尝鲜。二小姐为了争宠，那可生尽了浑身解数，您这不把心思放在王爷身上，反而一直惦记着老太君，不争不抢的，奴婢都替你着急。你这丫头真是人小鬼大，那老太君待我不薄，她的心疼病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老太君不会保养自己，再加上那些舅母平日里惧怕的老人家，什么事都由着她的性子来，我实在是不放心。两人说笑着一路来到了国公府。楚氏听闻萧几年来了，喜滋滋的就出来迎接，一点长辈的威严都没有。几年，你可算是来了，母亲这几日天天念叨你呢。母亲，您快瞧瞧，谁来了？焕云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改了你咋咋呼呼的毛病？老身我的心疼病都是你吓出来的。外祖母可真是会撇清关系，您的心疼病明明是您自己作践的，怎的还把矛头转移到了舅母身上？舅母若是有错，那便是太孝顺于您，害听您的。几年来了，你这几日都做了些什么，也不过来看外祖母？前几日太后身子不适，今年去了皇祖母的行宫之中侍疾，这几天一得空就马不停蹄的过来看您。太后就是爱摆谱，折腾人。宫里面那么多嫔妃婢女，方若又在跟前伺候着，怎么就非得让你去侍疾？你瞧，这些日子你都清减了不少，脸蛋都不如从前圆润了。是吗？今年给您带了点新鲜玩意儿，您尝一尝。等一下我给您诊脉。你这丫头真是古灵精怪的，就连做的这些吃食都是些新鲜玩意儿。老太君，夫人，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什么事？这般毛毛躁躁的。奴婢不敢讲。老太君，夫人，还是去医水去看看小姐吧。侯爷，大小姐这已然是身怀6甲，这可怎么好？母亲，水真的没有做这等有伤风化之事，水没有。
看见萧几年也在，司北眼的脸色竟然有一丝异样，紧接着又是啪的一声，萧几年听得出来那是耳光声。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孟叔，你可真是为父教养的好女儿，这一下你可将我国公府的脸全都丢尽了。叫骂的人是司北眼的舅舅礼部侍郎孟启贤，一袭藕色衣裙的孟叔已经跪倒在地上，他白皙的脸上清晰地印着五指印，已然红肿起来，瘦瘦小小的身板跪在地上，肚子却格外突出，俨然是身怀六甲。本就是未出阁女儿家的闺房，司北眼来的确是不合适。可是当他听见舅舅身边的小厮来传话，还以为是老太君出事了。母亲，都怪儿媳教女无方，才出了这种丑事。舒儿，舒儿，舒儿，告诉祖母那人是谁？祖母明察，舒儿真的没有。孟叔年方17，已经婚配东林院国子监许家的长子，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只是孟叔这突然有孕，惊煞众人。这若是传出去，孟叔的声誉不但毁了，就连整个国公府的声誉也会一并受到牵连。侯爷，大小姐这已然是身怀六甲，这可怎么好？孟启贤怒火冲天，扬手就要打孟叔，却被一声冷喝制止了。住手！你那铁条似的巴掌是想要打死舒儿吗？母亲，这舒儿实在是太让儿子失望了。这女儿你一日都没有教养，何来失望？舒儿，祖母问你，你肚子里的孩儿到底是从何而来？孟叔不吭声，只是一个劲儿的哭。不也说大小姐是喜脉，怎的又变成了病？今年你就实话告诉你舅母，你表妹现在落胎，有没有性命危险？什么落胎？舒妹妹根本就没有身孕。众人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萧锦年，仿佛是看到了一丝希望。没有身孕，这怎么可能？可是舒儿的肚子俨然已经5、6个月了。舒表妹说已经半年没来月经，确实上小腹疼痛。方才几年给表妹梳诊了一下，表妹肚子里有明显的包块，很明显的就是长了瘤子。顾郎中这才茅塞顿开，猛然间拍了一下自己额头。哎呀，老朽真是糊涂啊，竟然没有想到。有医典记载，10甲生于包中，这大概就是王妃娘娘说的瘤子。娘娘见多识广，老朽佩服佩服。萧继年心里一虚，现代医学说的子宫肌瘤在古代虽然是常见病症，可是因为医疗手段的缺失，并不为人知。这顾郎中也算是矬子里挑将军，有点真才实学了。柳姨娘按耐不住，急忙追问道：顾郎这不也说大小姐是喜脉，怎的又变成了病？表小姐根本就没有身孕。柳姨娘有点急躁：顾郎中，你胡说八道，这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呢，李郎中行医多年，怎么会连喜脉都拔不出来？萧锦年冷哼：一般的郎中还真的就拔不出来表小姐的脉搏。表小姐脉搏的确是喜脉，从医学上来说就是假性妊娠。之所以会小腹隆起，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孕在身，而是表小姐生病了。顾郎中补充道：的确是，方才老朽为表小姐诊脉，左手的确是喜脉，可是右手的脉搏却显得浮沉凌乱，是月信失调导致的。至于表小姐小腹隆起，这个老朽不擅长妇科千金之术，不敢妄言，还要请王妃娘娘诊视啊。楚焕云跪在地上抱着孟叔，看着他脸上的手指印，心疼不已。舒儿，疼不疼？大嫂救命！听闻您擅长医术，上次还救了祖母。母亲，女儿没事。老太君眼圈泛酸，看着这母女二人问道：今年舒儿到底是何病症？这小腹为何如孕肚？萧几年并不打算用他那一套说辞解释给老太君说，反正老太君也听不懂。表小姐肚子里有病灶，导致癸水无法排除，混合着病灶堆在肚子里，就成了这般模样。那该怎么办？总不能舒儿这肚子一直这般吧？景年啊，好孩子，你赶紧帮舅母想想办法，救救你表妹。表嫂救命！听闻您擅长医术，上次还救了祖母，求您开恩。舒儿这般模样，怎么有脸出去见人？舅母，您是长辈，就这般对我，岂不是要折煞我吗？你赶紧起来，表妹的病我不会袖手旁观的。你这么说，舅母就放心了，放心了。柳姨娘心有不甘，这么好的机会竟然就这么白白错过了。孟启贤得知自己冤枉了女儿，也是有一些懊悔，尤其是看到了孟叔的脸颊肿得像是一颗包子，
不免有一些后悔自己冲动了。这么多人，唯独司北衍是个清醒明事理的。既然是一场误会，那就有劳李郎中白跑一趟了。只不过今日之事，关乎着表妹的名节。李郎中战战兢兢。小老儿知道，闺阁女子名誉清净，小老儿断然不会做那些伤阴德的事儿啊。李郎中自然不会出去胡说八道，毕竟这也是关乎于他的声誉。多谢李郎中，爸爸送李郎中回去，封一定营子做枕巾。是，王爷。看着李郎中离开了，老太君没好气看着自家儿子，气恼道：瞧你这个做爹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自家女儿，传扬出去，你以为就不丢脸了吗？还不赶紧带着你的心尖给我滚！少在这丢人现眼，给我添堵！萧景年，拿本王开涮是不是？一成把握，你居然敢在外祖母面前夸下海口！回去的路上，萧景年低头盘算着给孟叔手术的具体时间和事宜。眼下的条件和环境，无菌手术室就别想了，但是最起码也要干净卫生啊。这些虽然说起来简单，可若真的实施起来，必定是困难重重。最主要，这场手术势在必行。如果不从孟叔肚子里掏出来点什么东西，他这辈子就要盯着一个污点，任人诟病。古代的女子向来就把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一路上，萧景年看似闲庭信步，却一言不发。小铃铛和八宝远远地跟在二人身后。自打王爷和王妃大婚以后，这是二人第一次平心静气地走在一起。萧景年，你真的有办法给舒儿治好她的病？王爷是觉得不信任我的医术，大可以自己上阵。方才我给孟叔检查，发现他腹腔里的肿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长得如此之大，病灶必然都是积液和血块，如不及时治疗的话，会有性命之忧。萧景年，你不是说舒儿没事吗？司北衍蹙眉，一双眸子深邃漆黑，如若闪电，让人不敢直视。外祖母有心脏病，我若是当时把孟叔的病情说得那么危急，你猜眼下我是抢救你表妹，还是抢救老太君？那你对于舒儿的病有几分把握？萧景年好笑，这子宫肌瘤切除手术，若是放在现代，那就跟割盲肠没什么区别。可是这古代，毕竟医疗设施在这里摆着。再者，萧景年也是第一次看见司北衍关切一个人的模样，神情凝重的，怪有意思。萧景年敛眉，看上去有一些担忧。说实话，最多1成。1成？萧景年，拿本王开涮是不是？1成把握，你居然敢在外祖母面前夸下海口！按理说，今日这顿饭是要王爷请客的，不过王爷一定是有要事在身，臣妾就不留您了。你作死是不是？王爷若是再这样口不择拦，我估计连1成的把握都没有。在国公府折腾了这半日，萧景年早就饿得前心贴后心。萧景年，你给本王站住！王爷还有何事？本王命令你，一定要让舒儿平安无事，否则你死定了。王爷这话说的，臣妾又不是掌管生死的阎罗王。不过王爷若是答应我一件事，说不定孟小姐的病治愈程度会增加几成。萧景年，你想要趁火打劫是不是？本王告诉你，胆敢威胁本王的人还没有出生呢。既然如此，王爷还与我浪费这么多口舌做什么？小铃铛，听说这悦来居的糖醋鲤鱼是招牌，叶家小姐可是好久都没有吃过鱼了。走，今日小姐带你打打牙祭。是，小姐。主仆二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悦来居。萧景年还不忘回头看一眼司北衍。按理说，今日这顿饭是要王爷请客的，不过王爷一定是有要事在身，臣妾就不留您了，咱们来日再叙。既然王妃开口了，本王若是走了，岂不是显得很没有风度？说罢，竟然也跟着进了悦来居。萧景年说着，大摇大摆地进了悦来居。一个身材矮胖的男子迎上来，男子一脸的谄媚，看着萧景年，双眼放光。今日定是黄道吉日，要不然堂堂镇北王怎么会大驾光临？就连前些日子街面上上传的沸沸扬扬的衍王妃也来了。哎呦，王妃娘娘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若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娘娘见谅啊。王妃娘娘，楼上雅座请。萧景年顿了顿，径自走到了司北衍的对面落座。不知道王爷想吃点什么？司北衍冷哼，问他。听闻悦来居的招牌是糖醋鱼。哟，王妃娘娘果然是火眼金睛啊。那我若是治好了舒儿的病，就请王爷赐我一纸休书。萧景年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认真，他眉目如画，不喜不悲，接过一笑倾城。正是鲈鱼最肥美的季节，这时候的鱼可是最鲜的了，小店的鱼做的是最出挑的。
那就清蒸、糖醋各来一份，再配上一碟凉拌葵菜，清炒时蔬。得嘞，王爷、王妃，请稍后，小的马上就命人现杀活鱼。啊，地道的江南龙井果真是沁人心脾。萧几年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从容淡雅，那一瞬间，司北眼有点晃神儿。这个粗俗不堪的女子，何时起竟然会附庸风雅？萧几年，你少在本王面前附庸风雅，你到底怎样才肯全力救舒儿？王爷对舒儿还真是情真意切，妾身真是感动呢。萧几年，本王警告你不要太过分，本王对你的容忍可是有限度的。王爷，这半晌话都是您在说，我可什么都没说。你方才威胁本王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有威胁王爷，不管王爷是否答应我的条件，我都会帮舒儿治病。萧几年，只要不是作奸犯科、丧尽天良的要求，本王答应。那我若是治好了舒儿的病，就请王爷赐我一纸休书。萧几年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认真，他眉目如画，不喜不悲，虽不一笑倾城，可是却也淡定，自若宛如山河。那一瞬间，司北眼被他身上的强悍气场撼动，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二人只是两两相望，四目相对。恰巧这时，店家大领小二来传菜，一进雅间便看见了王爷与王妃四目相对的场景，顿时觉得面红耳赤。这街面上的人不都传言王爷与王妃不和吗？那这四目相对的深情目光算是怎么一回事啊？萧几年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只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你刚才不是说要去采购药材？这给舒儿治病所需要的银钱全都由本王提供。这话还有那么一点中听。萧几年一直都觉得，一个男人的情话绝对不只是我想你，我爱你。几年和司北眼离开了悦来区，掌柜的就把今日发生的事声色并茂地讲述给了那些食客们听。王妃娘娘哪里是肥婆，那是风姿绰约，丰满的刚刚好。王妃娘娘那叫一个和颜悦色，哪里是传闻的那般嚣张跋扈，对我说话也都是客气有加，一点主子高高在上的架子都没有。都说王爷对王妃那是百般嫌弃，可是你们谁都没有瞧见两人四目相对时的那般深情，果然是新婚燕尔啊。萧几年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只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你刚才不是说要去采购药材？这给舒儿治病所需要的银钱全都由本王提供。这话还有那么一点中听。萧几年一直都觉得，一个男人的情话绝对不只是我想你，我爱你，多喝热水，诸如此类。最好的最霸气的表现便是刷我的卡随便买。萧几年也不客气，什么千年灵芝、百年人参，柜台上有的珍贵药材能拿多少他就拿了多少。萧几年心里那叫一个欢喜啊，这一堆药若是放在现代，那也是价值不菲了。他可以把这些补充到他的空间里，毕竟随身携带才是最踏实的。一直到日落西山，几人才回了王府。整个王府几乎都炸了，萧几年竟然和王爷一同回来，而且王爷还给萧几年买了好多东西。听好了，外祖母，今日要去给他老人家请脉。水兰阁里，萧锦瑜恨得呀，咬着一口银牙。贱人，这个贱人怎么就阴魂不散了？夫人何必动怒？那萧景年是个什么东西？夫人不是一清二楚吗？他向来便是那小人得志的主，您让他尽管去显摆罢了。这王爷的心还是在您这儿的。赵妈妈，这才几日，王爷竟然和那个狐狸精一起去了街上，萧景年怎么就这般不要脸？王爷这一晃都已经有好几日没有来这水兰阁里了，倒是那萧景年每日都变着法子的要出门，难道不是想要制造与王爷邂逅的机会吗？夫人莫急，马上就要到了孙家老爷的寿宴，您不是早就已经和王爷商量好了，一同去拜寿吗？赵婆子一句话算是提点了萧锦瑜。对，3日后就是外公的寿诞，到时候我就能与王爷一起出府了。3日后，萧几年早早的特地晨起沐浴，然后从空间里取出了手术用品和消毒防护服，放在了小铃铛事先准备好的药箱里。小铃铛，马车准备好了吗？我们该准备出发去国公府了。好了，小姐。小姐，您这一大清早的是要出门吗？听好了，外祖母，今日要去给他老人家请脉。那您路上小心点。小铃铛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小姐，您真是心地善良，主王婆子不止一次的应咱们，您还留着她做什么？把她放在身边反而踏实一些，毕竟孙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连大婚当日都想着给萧几年下毒，若是不把王婆子留在身边，不知道又有多少阴损的招明着暗着一起来了。水兰阁内，萧锦瑜一大早就起来了，好一番精心打扮，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嘛。这可是大婚以来头一次与王爷一同出入场合，想到这儿，嘴角便不自觉地露出一抹浅笑。
那小贱蹄子和小铃铛已经离开了府中，去了国公府。萧锦瑜这才踏实的喘了一口气。啊，那咱们去王爷那边瞧一瞧。是。王爷不是答应今日陪着锦瑜去外公府上给外公拜寿吗？你忘记了吗？司北眼刚刚沐浴更衣完毕，八宝就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回王爷的话，王妃一大清早就走了。这女人，大清早的又去了哪儿？周伯说是去了老太君那边。真是该死。可是这几日，那女人该吃吃该喝喝，一点动静都没有，每日都出门打着司北眼的名义在盛京街面上，好几家药房都已经扫荡一空了。这几日萧几年也不提给孟叔治病的事儿，没想到今日萧几年竟然偷偷自己去了国公府。想到这儿，司北眼更加担心孟叔了。八宝，命人备马，本王要去国公府。话音未落，门外就响起了崔嬷嬷的声音：王爷，侧妃娘娘求见。司北眼微微蹙眉，萧锦瑜怎么办？只是萧锦瑜在司北眼面前出丑的事儿，司北眼却心有余悸。伴随着他走路的姿态一步一动，香风肆意散开。可是不知怎的，司北眼一闻见那股味道，就觉得心的难受，下意识就退了几步。你怎么来了？萧锦瑜脸上笑容一僵，不由得有几分尴尬。王爷不是答应今日陪着锦瑜去外公府上给外公拜寿吗？你忘记了吗？本王没忘，正要打发八宝去通知你一声。国公府来消息，外祖母身子不适，本王要去看外祖母。那可怎么好？既然如此，锦瑜就不去孙府了，跟着您一起去国公府上探望外祖母。不必了，外公大寿，若是王府没人去拜寿，只会让人嘲笑王府失礼。本王已经命人准备了寿礼，你先去孙府，等外祖母这边情况稳定，本王再赶过去。萧锦瑜虽然心有不甘，可是看着他冷漠如霜的那一张俊逸脸庞，只得是点了点头。王爷少拿要死要活的话威胁我，我不吃这一套。倒是还请王爷记着之前与我说的话，我就说这是为了尽快和你撇清关系罢了。国公府3天前，萧几年离开的时候，就把术前准备告知了孟叔。他的绣室里已经让下人彻底的打扫过了。本来萧几年想着让顾郎中跟他一起进行手术的，可是想到了古代毕竟男女有别，楚焕云按照萧几年的吩咐，提前挑选好了2个见多识广、胆大心细的稳婆帮衬着。今年舅母就把舒儿的命交在你手上了，你舅母别哭了，舒妹妹的问题不大，你们只需要在外面安心静候便可。哼，眼皮子浅的东西，今年的医术老身是信得过，舒儿还没怎么样，你瞧你天天哭丧似的，也难怪你相公那会瞧不上你。外祖母，那几年就进去了。萧几年，一声冷冽的呼唤远远传来，萧几年的表情顿时一僵。你怎么来了？萧几年，你要干什么？王爷这话说的，翠儿是帮舒儿治病。本王的意思是，这病你要怎么治？这女人是故意跟我打哑谜吗？开膛破肚，把那瘤子取出来就好了。司北眼怒喝：你敢？我怎么不敢？还是说王爷你有更好的治疗方案？舒儿妹妹的病一刻都不能耽搁。若是王爷觉得我治不了舒儿的病，那我也不逞这个强，这病我不治了。司北眼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萧几年的性子一直是他拿捏不好的，这女人刚烈的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萧几年，你少给本王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今日舒儿妹妹的命已然是交在你手上，若是她有什么3长2短，本王便让你陪葬。王爷少拿要死要活的话威胁我，我不吃这一套。倒是还请王爷记着之前与我说的话，我就舒儿，这是为了尽快和你撇清关系罢了。说完，萧几年阔步挺胸，直接走进了绣阁当中。舒儿妹妹的手术非常成功，只要好生养着，不出10天半月便又能活蹦乱跳了。站在原地的司北眼只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萧几年方才那番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是多渴望和他撇清关系啊！他堂堂战神王爷，南越国的镇北王，萧几年不惜毁坏自己名节也要嫁的男人，为什么得到之后竟然不珍惜了？绣阁里，萧几年故意选择白天做手术，也是因为在古代条件实在是有限。舒儿别紧张，这是小手术而已。舒儿信任表嫂的医术。萧几年洗了手，戴上手套，给孟叔进行了推管半麻醉术。寸长的钢针没入孟叔的脊椎里，2名婆子吓得不敢睁眼。
这王妃娘娘的医术到底是师承何方？这么奇怪的治疗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很快，麻药就起了作用。萧景年用钢针扎了一下孟叔的肚皮，确认已经麻醉成功，手术就开始了。纵使那2名婆子接生无数，也在鬼门关下捡过人性命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一把锃亮的小刀子直接划开了孟叔的肚皮，顿时鲜血直流。稳婆吓得闭上了眼睛，可是还是按照萧景年的吩咐，一个负责和孟叔聊天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另一个负责打下手。尽管他们没有过临床经验，可是萧景年却是知人善用，在他有条不紊的指挥之下，手术相当顺利的进行着。看着他镇定自若的模样，原本紧张的2名稳婆也放松了。经历过了2个时辰，走出绣阁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稳婆端着一只大木盆，里面都是孟叔肚子里的血和积液，最为醒目的便是那一颗大肉瘤子。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下了早朝闻讯而来的孟启贤看见了这一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舒儿妹妹的手术非常成功，只要好生养着，不出10天半月便又能活蹦乱跳了。萧景年，不要装死，本王知道你已经回来了，你若是再不出来，本王就掀了你的春晖堂。娘，老朽有问题想要请教王妃娘娘一二。看着对自己笑意吟吟、满脸讨好的顾郎中，萧景年莞尔一笑。顾郎中有何事？顾老头摩拳擦掌，有些许兴奋道：娘娘给表小姐用的可是麻沸散？不是麻沸散，不过却与那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您是如何控制用量？这个你若是有兴致，等改天我给你详细说。王妃娘娘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传闻的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啊。传闻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萧景年好笑，想当初这顾郎中对他那可是满满的敌意呀，真没想到一记腰椎麻醉成功的圈粉这个老中医。顾郎中挠了挠头，有一些不好意思。这个老朽不敢说，只是老朽特别钦佩博学多才之人，尤其是王妃娘娘的医术，都是老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萧景年笑呵呵，把手伸进空间里，摸出来了一个东西，递给了顾郎中。今日与顾郎中相谈甚欢，本王妃就送你一件礼物，因为也算是志趣相投。日后顾郎中若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听我2人可以探讨一二。春晖堂，小铃铛和王婆子准备了大桶的热水给萧景年沐浴。门外就传来了王婆子慌张的声音：王爷万安！萧景年，给本王滚出来！萧景年蹙眉，这四北眼到底想要干什么？萧景年，不要装死，本王知道你已经回来了，你若是再不出来，本王就掀了你的春晖堂。这小脾气还真是暴躁。衣衫不整，成何体统？衣衫不整，王爷你没事吧？或者穿着衣服呢？上一次妹妹穿着汗衫，那香肩微露，也没见你多说什么呀。怒从中来的萧景年也有一点按耐不住恼火，就走了出来。司本眼原本打好了副稿，想要来质问萧启年这千年野山参的事儿，可是看见萧启年竟然穿着青巾就跑出来了，顿时觉得脸面滚烫，低下头去。王爷大半夜的登门造访是为何？衣衫不整，成何体统？衣衫不整，王爷你没事吧？或者穿着衣服呢？上一次妹妹穿着汗衫，那香肩微露，也没见你多说什么呀。王爷这夜闯春晖堂，是有什么火烧房梁的急事吗？萧景年，这个东西你该怎么解释？我与顾郎中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这是我送给顾郎中的礼物，怎么王爷喜欢？萧景年，你少与本王左顾而言他，这只参你是哪儿来的？王爷怕是忘了自己说的话，只要能给舒儿治病，药材随着我用。街面上的药材库都已经被你洗劫一空了，你竟然还惦记着本王小库房里的库存，你知不知道这只参？可是你也没说小库房里的药材不能用啊。这野山参只不过是博了个好名头而已，营养成分还不如后厨房里的萝卜。几年今日与顾郎中相谈甚欢，随手就把这只山参赠予了他，怎么王爷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要掀了我的春晖堂？本王警告，若是想在这王府之中有一席之地，你最好夹紧尾巴作用，不要在本王眼皮子底下搞些小动作，否则阎罗玉帝都救不了你。那恐怕要让王爷失望了。我本性如此，我已经按照约定治好了表妹的病，现在就只等着王爷兑现承诺。堂堂镇北王，该不会是言而无信之徒吧？
别以为本王不敢给你写休书。本王若不是忌惮着右相和皇室的颜面，像你这种女子，早就死了不下1000次。说罢，司北眼拂袖而去。你呀，就是毛毛躁躁的。眼下小姐跟你说的话，你却总当了耳旁风。奴婢就是气不过。清早的空气清润而又清新。萧几年做完瑜伽，就听见门外小铃铛的声音。王妈妈，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嘴角上挂着不经意的微笑，起身朝着门外走去。怎么了？一大清早的，这般吵吵嚷嚷，还叫不叫人休息？小铃铛气愤地说：小姐，我这给您端洗漱的水来，就看见王妈妈在窗户根底下张望。王婆子有点心虚。大小姐明察，婆子我只是过来问问今日早膳您想吃点什么。萧几年白了一眼情绪激动的小铃铛。有劳王妈妈了，事后准备善持这种跑腿的事儿，就让小铃铛去做吧。她年轻腿脚利落，您就在院子里拾掇拾掇，缝缝洗洗什么的。是，老奴知道了。是不是大小姐发现了什么？为何就不让我插手膳食的事儿了？看着王婆子离开，萧几年才对小铃铛说：你呀，就是毛毛躁躁的。眼下小姐跟你说的话，你却总当了耳旁风。奴婢就是气不过，就是没安好心，日日盯着你。眼下小姐自然是知道你的心意，不过有些事儿急不得。从小铃铛的口中得知，以前的萧几年不是没有想过要减肥，可是次次却以失败告终，每次过后体格子就会越发庞大。这问题绝对出在这王婆子送来的饮食之上。油腻是一方面，萧几年意外发现日常他的饮食之中大多数都掺了料的。这些事儿萧几年是在大婚那一日的糖栗子中发现端倪的。相府里萧几年的胞弟萧锦瑟也如他这般身强体壮，想必也是因为这等缘故。只可惜萧几年还没有机会回相府去。小姐，您怎么了？您好像有心事。没事儿，赶紧收拾一下吧。等一会儿咱们去国公府看望表小姐。哼，王妃娘娘，听闻您家后院也是一团糟，有这个闲工夫，不如把自己家里的事管一管，没事不要总把手伸到别人家里。国公府景年已经问出来了，正如你说的那般，舒儿近半年来一直都在服用蜂皇浆，据说是那一日去上香，柳姨娘娘就寺里的尼姑给的，说是这蜂皇浆有滋补的功效，有助于怀男胎。那表妹为何要服用蜂王浆？可怜我苦命的女儿，一心惦记我这个做娘的，我膝下无子，成了夫君心头的病。也正因为如此，那柳氏在府里才如此嚣张。尤其半年前，许家有意等上春时节让舒儿与子枫完婚，舒儿更担心她出嫁以后，我在这国公府里的日子难安，便有意让我再与她父亲。楚焕云脸颊一红，荒谬！这蜂皇浆只是大补之物，常用必然会引发体内激素失调，那些都是道听途说的。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舒儿才说出来，那一日去上香，她偶然听见柳氏说，并且说她正准备试试这方子是否有效。舒儿那丫头也就是从那以后回来，就开始偷偷服用蜂王浆，也就是1个月前，众人知道柳姨娘肚子里的是男胎。景年，舅母知道不应该跟你说这种话，可是那柳姨娘那一日你也见到了，舅母不介意没有丈夫的恩宠，可是舒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说是舒儿的事儿被宣扬出去，日后怎么做人，在许家也未必会有好日子过。今年明白，舅母还请稍安勿躁。萧几年本不想管国公府的闲事儿，可想到待他不薄的老太君和楚焕云，还是心软了。柳姨娘远远的走来，直接对上他那双眼睛，淡然一笑。王妃娘娘还真是与大小姐交好，闲来无事就来国公府转悠，每一次必然要把国公府闹得鸡飞狗跳才肯罢休。柳姨娘不也是吗？放着好好的花不看，景不赏，专门往我这奔，难不成是为了说这些？哼，王妃娘娘，听闻您家后院也是一团糟，有这个闲工夫，不如把自己家里的事管一管，没事不要总把手伸到别人家里。就算是老太君怪罪，你能拿我怎么着？我这肚子里可是怀着老爷的骨肉。姐姐若是有这个功夫在这里教学妹妹，还不如回去管管你的好女儿。妹妹还有点规矩没有？这王妃是国公府的贵客，你这样子说话，难道就不怕母亲怪罪？姐姐你少拿老太君吓唬我，就算是老太君怪罪，你能拿我怎么着？我这肚子里可是怀着老爷的骨肉。姐姐若是有这个功夫在这里教学妹妹，还不如回去管管你的好女儿。咱们府里知道舒儿是有隐疾，可是外面的人不知道，若是将来有一日舒儿的事儿传扬出去，丢脸的也只是咱们国公府。你柳氏，那一日若不是你煽风点火，怎么会闹得那么大的动静？舒儿挨打也是拜你所赐。萧几年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他腰下的一枚璎珞，这璎珞他似乎在哪儿看见过呀。
宫门外传来了孟启贤说话的声音。今日下朝早，他特地过来看孟叔。虽然那一日他急火攻心打了孟叔，可到底是他嫡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柳姨娘的耳朵听得真切。姐姐何必为难妾身？叔儿的事儿，妾身只是听郎中说才好意提醒，怕的只是丢了咱们国公府的脸，以后妹妹再也不敢胡说了。这后院里的女人，每一个都是能掐会算的，不做导演真就可惜。阿元，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玉树也是为了舒儿着想，你不领情也就罢了，反而说些让她伤心的话。你难道不知道她怀有身孕，情绪波动容易损伤胎儿吗？楚焕云一直征战沙场，是一个直性子，根本就不懂后院里这些个弯弯绕。老爷既然如此宝贝柳氏，就让他少些出来兴风作浪，免得你的心头肉一枯，你就跟着心疼。夫人，你就少说2句吧。这几日老爷为了大小姐的事过度操劳，总是晕眩的厉害。萧几年的目光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舅父，这眩晕难受不是小事儿，不如几年给您瞧一瞧。来人，把柳氏装入猪笼沉塘，管家拖出去杖毙。还未进院子，就听见了女人的哭喊声。柳姨娘被五花大绑在了地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司北眼和顾郎中也一并被请来了。可见这孟启贤十分看重司北眼这个外甥。王妃娘娘，您来了。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妾身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你难道就不怕伤了妾身腹中胎儿？哼，管家，本侯爷问你一句，若是南越女子做了南昌女盗之事，该如何处置？管家的身子瑟瑟发抖。按照国规，女子沉塘，男子绞杀。来人，把这个娼妇给我装猪笼沉塘。老爷，你胡说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人在你面前嚼了舌根子？玉树心里只有老爷一人，我肚中可还有您的孩儿啊！住口！柳玉树，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狡辩？管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身上也有一枚同款异色璎珞。你说是你过世的妻子给你亲手打的？老爷，冤枉啊！您不能凭着一枚璎珞就说我与管家之间有私情，您这是侮辱玉树吗？玉树对您苍天可见。柳玉树，都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给我唱这种苦情戏做什么？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你心知肚明。孟启贤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楚焕云之间没能再有孩子，并不是楚焕云征战沙场伤了根基，而是他的问题啊。起初萧几年跟他说的时候，他还不信，这才换了王府的顾郎中过来。没想到顾郎中的话就像是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脸上。求老爷饶命，不是小的，都是柳姨娘。她说只要让她能够如愿得一男胎，成为夫人就指日可待了。小的真的没有想过要背叛老爷。来人，把柳氏装入猪笼沉塘，管家拖出去杖毙。柳氏自己做出了荒唐事，就算是真的被进了猪笼，也是无可厚非的。他这个时候不是应该狠狠地挤兑我才是吗？今天这是抽的哪股风？主仆四人不等处理完柳氏，就先行一步离开了国公府。及至回到了王府，萧几年还是有些许惴惴不安。你为什么不训我？训你做什么？我害得国公府天翻地覆。柳氏自己做出了荒唐事，就算是真的被进了猪笼，也是无可厚非的。他这个时候不是应该狠狠地挤兑我才是吗？今天这是抽的哪股风？萧几年，舅舅不能再有孩子，这是真的。司北眼不疾不徐，像是在问什么无关痛痒的问题。当然不是。死米清正根本就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萧几年本来也是怀疑孟启贤是不是这方面有问题，那一对璎珞才是他怀疑柳姨娘和管家有私情的关键。只不过没想到歪打正着。司北眼阴气地抬起头来。你的意思是，舅舅还有机会？这个要进行精密的检查之后才能确定。那就太好了。司北眼的语气轻柔。萧几年第一次察觉到这个男人异样的情愫，两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有一些微妙。萧几年轻咳一声，用了一句话就打破了这样的气氛。王爷，如今舒儿的病已经尘埃落定，你是否应该考虑休书？萧几年，你倒是很会借干就爬的本事。本王今日又给你好脸，是不是？是，都是我给脸不要脸，又惹得王爷生气。既然王爷不肯给几年休书，那几年有个不情之请。说。自打大婚及至今日，几年还没回过相府。司北眼冷眸，看样子是他想的太多了。萧几年日日嚷着要休书，说来说去还是有目的。原本对他的改观瞬间摔到地上，一滩粉碎。司北眼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萧几年，身后就响起来了萧锦瑜的声音：“王
王爷，姐姐，你们回来了。说是从大婚到现在，我们姐妹二人还没有回去过。问问王爷什么时候抽空。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妾身一人睡不着。王爷这几日姐姐忙着做什么呢？锦瑜都看不见你们人影。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吗？外祖母那边有事，你身子不好，别总这么晚都等着问我。王爷不回来，妾身睡不踏实。正好姐姐也在，爹爹来了音讯，说是从大婚到现在，我们姐妹二人还没有回去过。问问王爷什么时候抽空。既然如此，那明日本王就陪你一起回去。谢过王爷。小几年，你早点休息，明日跟着一并回相府。走吧，本王送你回去。王爷，妾身害怕。锦瑜，你怕黑？王爷，锦瑜自小就怕黑。司北眼的心里又是一阵动容，从小怕黑，为何他记得那一日黑暗的地窖里，小女孩搂着他，轻拍他的背，是那般的沉稳淡定，嘴里还不住的道：“哥哥别怕，有我在呢。”难道已经到了水兰阁？赵婆子和紫嫣在那儿等你，你莫怕。王爷，您都已经到了门口，难道不进去坐一坐吗？早点休息。丢下了这么一句，司北眼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司北眼走到了书房，门口崔嬷嬷早早的就在等候了。王爷今日怎的回来这么晚？天都已经那么黑了。自从母妃去世以后，司北眼就格外惧怕黑夜。虽然行军途中环境恶劣，免不了夜行，他也积极的在克服，可是心口里的梦魇像是朱砂，怎么也无法完全消退。崔嬷嬷是自幼照看他的老嬷嬷，对于司北眼的生活一切巨细都很清楚。去了国公府最晚了一些，崔嬷嬷辛苦了，日后我若是再回来晚了，就不必等我。崔嬷嬷浅笑，眼神里的慈爱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老奴上了岁数，本身就睡眠少，可是老奴斗胆问王爷一句，若是有人欺负到你头上，你该作何？睚眦必报，以牙还牙。王爷最近遇见了烦心事。崔嬷嬷，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明明你很讨厌一个人，就是全身心讨厌那种，可是渐渐的，你就发现他并不像是你所认为的那么讨厌，他有点小聪明，行事正义。司北眼越说就越觉得困惑。崔嬷嬷笑而不语，就那么安静地听着司北眼的话。可是他明明那么讨厌。王爷您说的是王妃娘娘。崔嬷嬷，休要胡言乱语，我怎么会说那个毫无修养可言、嚣张跋扈的悍妇？那好吧，王爷说的是老奴。老奴虽然没有遇见过王爷说的那种情况，可是也算是阅人无数。后宫之中有多少人是笑里藏刀子的？你永远也想不到一个一直对你笑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反而那些把情绪溢于表面的人才是最真诚的。司北眼不动声色，既不赞同又不反驳。就拿咱们府上的王妃娘娘来说，世人都说王妃娘娘嚣张跋扈，对待下人刻薄尖酸，可是自打王妃娘娘入府，老奴这一双眼睛可是盯着呢。下人的不公，王妃娘娘可从来没有像是外面所传言的那般跋扈，嚣张的确是有，可是老奴斗胆问王爷一句，若是有人欺负到你头上，你该作何？睚眦必报，以牙还牙。那便是了。有的时候外人口中的事儿并不贴近现实，即便是你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的。王爷要学会用心去听，去感受。崔嬷嬷一番话说的司北眼有一些茫然。崔嬷嬷，你说的是什么事儿？老奴什么都没说，王爷早些休息吧。好，王爷一路奔波劳累，不如随着老夫到堂内休息片刻。大厅里，萧相爷一脸讨好。哈哈，王爷，听锦瑜说您喜欢饮茶，便特地叫人从江南特地带来了今年的新茶，您尝尝。哈哈，王爷觉得如何呀？沐浴出来的萧景年已然走到了大厅。萧锦瑜颠簸了一路，再加上司北眼跟前失态，正在闺房里哭着呢。混账东西，你这是做什么？父亲，您怎么可以拿浙江龙井给王爷喝的？王爷喝龙井茶从来只喝西湖龙井，而且泡茶的水要清晨的露水泡的茶汤才不涩口。这萧景年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生活习惯？这萧景年竟然如此心细。王爷恕罪啊，老臣不知道王爷的生活习性。萧相爷休要紧张，一家人不打紧。你还有脸坐在那儿？
萧相爷在司北眼面前丢了面，面子上下不来台，对着萧几年喊道：今日之事，你给为父解释清楚。你妹妹体弱多病，难道你不晓得吗？萧几年掀开衣裙跪在地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哼，既然知罪，那你就说说，你何罪之有？父亲息怒，女儿知罪。女儿不该多管闲事，下马救那些难民，因此脏了身子，更不应该脏了身子还要跟妹妹同坐一辆马车，更不应该思虑家中父母，交接回家，让车夫加快马车。你，萧相爷指着萧几年的鼻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么一听，萧几年何错之有？倒是萧锦瑜娇气做作，既不肯下车救人，又嫌弃萧几年救了人，甚至马车快了都身子娇弱的无法承受，俨然就是一个病秧子。萧相爷休要责怪王妃，今日之事也怪本王。若不是本王执意骑马，锦瑜便不会因此身子不适。院子里，原本才重新梳妆打扮的萧锦瑜身上竟然爬了一条指头般粗细的毛毛虫。萧相爷顿时觉得血压升高，怒吼道：萧锦瑟，你在干什么？听闻二姐刚才让长姐难堪，我这个做弟弟的就不能教训一下吗？你就是长姐夫，我姐姐才嫁于你几日，怎的就轻受了如此多？莫不是在这王府之中被人虐待了？父亲，您瞧瞧景色。可是萧锦瑜话音未落，就听见了孙氏的咳嗽。景瑜，休要胡言乱语，景色是你弟弟，他还只是个孩子，难免顽皮一些。萧相爷正欲开口发作，萧几年竟然扬手狠狠甩了萧锦瑟一个耳光，萧锦瑟被萧几年一巴掌给打懵了。长姐，给我跪下！萧几年声色俱厉，萧锦瑟吓得瑟瑟发抖，竟然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萧锦瑟，别以为你是相府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父亲母亲平日里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天公友善，姊妹团结，你怎可戏耍二姐母亲？母亲，母亲，长姐打我！孙氏刚要上前，却被萧几年阻止。母亲，你不要插手。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萧锦瑟现在已然成了顽石一块，若是再不好好管教，事后只怕是废了。见着人彻底的走干净了，疼不疼？萧锦瑟点了点头，然后又拼命的摇头，一脸委屈却又不敢声张的模样。既然疼，那才会长记性。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长姐说的话。长姐知道，可能我的话有一些你是难以理解的，可是长姐希望你记得，你的母亲只有一个，那就是云九娘。萧几年回到前庭，相爷正在和萧锦瑜母女二人聊得热络。只是锦瑟都已经9岁了，早就到了该去听夫子训诫的年纪，总不能一直在相府中游手好闲。司北眼趁着空档，相当合时机的走了进来。王妃娘娘说的极是，只不过你今日也见到了，景色个性不拘小节，受不得夫子管束。那不成，萧锦成弟弟才5岁，就进了学堂听夫子训诫。这锦瑟就是因为母亲太过于宠溺，才会这般有恃无恐。今日我这个做长姐的，已经好好的教训了他。自古有云，甜是爱，宠是害。母亲只管拿出来管教锦成弟弟的那般手段，狠狠的管他便是。姐姐这话说的，倒像是母亲不愿意管教景色弟弟了。整个圣经都知我母亲是继室，若是有一点苛责传出去，只怕人人都会说我母亲虐待姐姐和景色弟弟，母亲也着实难做。王爷，让王爷见笑了。萧相爷何必如此见外？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过王妃说的也不无道理。景色年幼，正是应该受礼仪熏陶的时候。国子监许太傅与本王交情甚是不错，若是相爷信得过，就将景色交于本王管束。不知道相爷意下如何？许太傅学富五车，为人谦和，原本是教习宫中诸位皇子的，这恐怕……王妃的弟弟自然也是本王的手足。今日景色为王妃出头，说我这个长姐夫苛待长姐，不如就把这孩子放在本王眼皮子底下，好叫他日日瞧着长姐。既然王爷执意如此，那就按王爷的意思办。若是那孽畜再惹出什么事端，王爷只管来找老臣，老臣必然严加约束。临回王府的时候，司北眼对着萧相爷说：相爷请回吧，明日八宝便回来府上接景色入国子监。回到王府，萧锦瑜本来还想着对司北眼摇尾巴，没想到司北眼却率先开口：锦瑜，今日舟车劳顿，你也辛苦了，先回睡懒觉休息吧。妾身跪安。本王帮了你如此大的忙，难道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王爷这样岂不是显得小家子气？我救了外祖母、皇祖母还有皇帝，
不也是没跟王爷提过只言片字吗？你，萧几年，本王就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牙尖嘴利的女子。几国上下有多少名门千金都爱慕司北衍，萧几年却不拿他当一回事儿。尤其是今日在相府，司北衍清楚地听见，当初萧几年算计他求得这一场婚配，原来都是孙氏一手设计的。对于萧几年一贯的厌恶，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何去何从。开口想缓和，却被萧几年的一句话直接撅到了南墙根儿。王爷没有见过我这般的女子，是因为一直以来王爷都有着极强的自我优越感。今日之事，就算没有王爷，几年也能妥善解决。为了萧锦瑟成才，萧几年的确是想到了国子监孙家，他甚至想到了让国公府出面，毕竟他救了孟叔，想必老夫人也不会推辞。只是没有想到，萧几年弯弯绕绕的想了那么多事儿，在司北衍这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听你这意思，是本王多虑了。几年只是不希望和王爷之间有过分的情分。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喜欢强扭吃瓜，我也看得出来，王爷对妹妹情深意重，所以几年自愿退出，成全妹妹与王爷。住口！萧几年，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本王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岂是你能够随意安排的？今日之事，怪不得几年。说是王爷怕我出去给您丢人，最好有学会顾及我的颜面，礼尚往来，视为君子。小琳娜，走。翌日，王爷，怎么？妾身有句不情之请，您要让锦瑟入国子监听许太傅讲课，何不如把锦城也一并带去？锦城的孩子开蒙早，神又极聪明，绝对不会给王爷丢脸的。锦城天资聪颖，既开蒙有师傅，中途再换师傅，对他百害无一利。王爷这是区别对待吗？锦瑟9岁都未启蒙，您却让他入国子监，可是锦城的事您却不过问，到底是姐姐是王妃，妹妹只是个妾室，就连兄弟的待遇也要这般不同吗？你若不高兴，本王将锦城一并接来便是。王爷，锦衣就知道您最好了。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姐姐，我与王爷……妹妹不用解释，我来找王爷只是想问关于锦瑟入国子监的事。八宝等一下回去相府。还有一事要与王爷商量。你先回去吧。那王爷想着妾身说的事。本王惦记着呢，不是说有事与本王商量吗？王爷，今日我去客栈见了双花母子，大母子也着实可怜，家着圣经举目无亲。我是想着锦瑟日后在国子监也需要个伴读，不如让双花的儿子跟着一并留下来。王爷意下如何？不必了，本王已经答应锦瑜，锦城也跟着一并入国子监，到时候他们兄弟二人作伴也是好的。王爷这是何意？让锦城一并入国子监？小几年，你对本王的决定有异议，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王爷，王妃娘娘在您这儿，国公府老太君在门外等候王妃娘娘，说带着王妃娘娘去串门。王爷，昨日关于锦瑟的事情就此作罢，您还是紧着锦瑜的事办吧，毕竟那才是你的心头肉。我自己的兄弟，我这个做长姐的自己看着安排。马车停在了太傅府的门口。许太傅那个老顽固，近日身子不适，想着让徐子峰与珠儿尽快完婚，说是要冲冲喜。是，几年明白。果真是个聪明孩子，我们家阿衍那可真是有福气的。萧几年这一路上，楚焕云给他科普了不少。太傅夫人是南越国的上阳郡主，母家是当今圣上的外祖母一脉，再加上许太傅桃李天下，身为众多皇子的开蒙导师，地位自然是不一般。老太君，您可是来了。前些日子听闻您身子不适，本应该上门拜见的，可是我家太傅还免于病榻，总不好，难免就耽搁了，还请望老太君休要怪罪。老姐姐这般与我客气作甚？咱们是一家人，说那些话岂不是客套了？一家人，一家人。上阳郡主笑得和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几年。这位想必就是镇北王王妃吧？萧几年恭敬地下身。几年拜见郡主。王妃娘娘这是要折煞老身吗？老身本应该向你行礼才是。萧几年笑。郡主如此说来，才是折煞几年。许太傅是王爷的恩师，您自然就是师母。几年王母的教诲一直不敢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几年给郡主请安，无可厚非。一番话说得上阳郡主眉开眼笑。
这皇城之内的妃子娘娘，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拿着姿态的？难得萧几年为人如此谦和，不愧是有江南云家的血脉。老姐姐，你应该知道，前些日子我身子不适吧？多亏了我这外孙媳妇儿精心调理，我才这般生龙活虎，所以今日才带着过来，让她给许太傅瞧瞧。萧几年刚走到书房，祖父这是又要闹脾气吗？安子生的风流韵致，想必这就是许家独子孟叔的未婚夫许子峰。这位夫人，祖父，这是镇北王王妃，今日祖母宴请老太君，跟着一并来府中做客。哼，既是来做客，不在前院好好吃茶，到处跑什么？好一个顽固老头，说话竟然这般难听。抱歉，王妃娘娘，祖父身体不适，难免脾气差了一些，还请王妃娘娘莫要责怪。一个富人家不在后院里养花种草，偏要出来抛头露面。纵观皇室众多皇子，虽然都跟随着许太傅教习学问，唯独司北衍一人，文能雄韬伟略，武能镇守边关。就连当今圣上都说过，许太傅名师出高徒，这司北衍是他这个老头子毕生的骄傲。祖父就不能少说两句？无妨，许公子不必客套。我今日来是奉了王爷之命来给太傅请脉。原本许太傅还是一脸蛮横的冷脸，可是当他听说萧几年是司北衍派来的，脸色便缓和了几分。太傅若是讨厌几年这就回去给王爷复命，就说太傅身子无恙，不过到时候什么疼啊痛啊的，就有了太傅一人忍着，也算往外言语，免得到时候触摸了王爷的一番骨线。听闻王妃娘娘大婚当日给了小王爷一剂甜药，小王爷现下果然是药到病除了。哼，瞎猫碰见死耗子而已，小小女子能有什么医术？祖父，徐子峰唤了一声，其实疼痛又犯了。老夫就不信一个小小女子能有什么医术。萧几年偷偷的启用空间里面的医疗检测设备，给许太傅检查了一番，很快就找到了病灶。太傅最近是否经常上腹绞痛，没胃口？许太傅冷哼，不想承认萧几年说的对。徐子峰却道：王妃娘娘所言其实，祖父这般情况已经1月有余，最近几天时常呕吐，食不下咽。萧几年点头：是了，太傅已然病入膏肓，疼痛自然很正常。什么病入膏肓？你休要胡说八道！别以为你是镇北王王妃就可以在这胡言乱语，滚出去！老朽还不需要一个黄毛丫头给我瞧病，滚！既然太傅不相信几年的诊断，那可自诊一番。左胸下方3指处用力按压，是否疼痛？许太傅一心只想着让萧几年赶紧走人，出手了，按照他说的地方按了下去，竟然哎呀一声，直接撑住了桌子，顿时疼得额头上都是冷汗涔涔。萧几年继续道：这下太傅还觉得几年是在胡说八道吗？许太傅平日里太过操劳，再加上饥饱不定，所以引发了急性胆囊发炎，而且有结石的迹象。是否需要治疗，还请许太傅早做决断。若是需要的话，几年就尽快安排给您进行治疗。哼，就算真的如此，老夫就不信这世间没有人能治得了这病。太傅这些日子中汤药子怕是没少用吧？体然把自己灌了一个大肚，不是该疼的还疼，该痒的还痒吗？太傅能忍，不需要的话，几年就告辞去喝茶。站住！怎么，太傅想通了？许太傅冷哼，依旧不肯低头的模样。哼，你若是给老夫治不好病，老夫就要让这天下皆知，相府嫡女是个骗子，你要亲自负荆请罪。萧几年爽朗应承：若是我今日治得了太傅的病，还望太傅帮几年一个忙。还没出手就敢跟老夫谈条件，等你给老夫治好了病再说吧。萧几年笑，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萧几年命人回了镇北王府，大大小小也是一场手术，萧几年需要个帮手，再者就是他提前备下的药箱。顾郎中来了，手里拎着他在春晖堂里提前准备好的药箱。顾郎中摩拳擦掌，早就有点急不可耐了。上一次孟叔手术，他就对萧几年的改良版麻沸散很感兴趣，这一次终于有机会亲自观摩。他当初随口一说，这王妃娘娘就记在心上。太傅平日脾气都这么差吗？我家表妹温柔贤惠，知书达理，只觉着以后在太傅府上您别给气受才好。许太傅的身子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还是有点怕，闷闷的吭道：放屁！老夫我何不去为难一个小姑娘？再说那国公府的教养可是极好的，不像是相府。萧几年利落的找到了胆囊位置的结石，小心翼翼的取出。如此一来甚好，但是几年发现一事，那便是太傅的学问都是假的吧？张口辱骂，闭口放屁，一点文人的气息都没有。
顾郎中憋笑，可是却又不敢出声，眼睛还要看着萧几年手起刀落的那份潇洒和自得。许太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只能乖乖地躺在岸上，由着萧几年宰割，还一并跟他吵嘴架。真没想到右相还能生出你这种女儿，丫头，你莫不是你那便宜老爹捡来的吧？许太傅还真是会说笑，看您的样子，您这龙马精神的，很快就能有力气骂人了。萧几年走出房间的时候，还不忘记细心地帮着许太傅掖好被子。平日几年再来府上看您。许太傅不语，内心却是有点欢喜。一出偏房，徐子峰一直在外面等候着。王妃，祖父情况如何？已经成功取出胆囊里的结石，还需要好好的调养，之后要注意饮食规律，少食油腻。是，子峰记下。萧几年又嘱咐了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才跟徐子峰道别离开。看着萧几年的背影，徐子峰轻叹：这女子必然会虏获镇北王的心，早晚而已。今天折腾了一整天，萧几年身上早就是又困又乏，回到屋子里沐浴更衣，早早的就歇下了。不好了，有刺客！萧几年睡得迷迷糊糊，有刺客！萧几年迅速的掀开了身上被子，赤着脚就往外冲。司北眼已然追到了春晖堂的门口，他面色冷清，上下打量了一番萧几年，却意外的发现这些时日他竟然清醒了那么多。是谁瞧见的刺客？王婆子捂着心口，杀猪一般的惨叫：王爷，老奴方才瞧见一黑衣男子赛王妃。感情这刺客是针对我来的？怎么就那么巧？那男人进来我的屋子，王婆子就看见了，紧接着司北眼就来了。王妈妈，你会不会说话？感情你这话里的意思是本王妃在屋里藏了个男人。老奴不敢，王爷，老奴真的是看见。看见了什么？王妃息怒。王婆子这一出到底是为何？恐怕水兰阁那位心知肚明。萧锦瑜在赵婆子的搀扶下，王爷，那贼人抓到了吗？回禀王爷，整个王府上上下下已经搜寻过了，只剩下春晖堂。来人，把这春晖堂给我里里外外的搜一遍。是。且慢，王爷这大半夜的不睡也就罢了，此刻又找了一堆人马来搜我这院子。今日这院子我若让你搜了，传出去我萧几年成了什么人？萧几年，你这般拖延时间，是为了袒护什么人吗？哼，王爷真是好笑，这春晖堂就只有这么一个门口。王婆子说有贼人，您迎面来，可瞧见？所以本王才要让人搜你的屋子。萧几年有点慌，今日恐怕他是要栽在萧锦瑜和王婆子手里了。萧几年有点慌，今日恐怕他是要栽在萧锦瑜和王婆子手里了。他不应该睡得那么深沉的。还是你这屋子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才不敢让本王搜？王爷可以搜着春晖堂，可臣妾把丑话说在前头，说今日王爷没搜出什么东西来。我这个王妃在后院这般没地位，妾身可是要告到太后那儿，求他老人家给我做主。随你。铁骑护卫得令，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春晖堂。让人没有料到的是，铁骑护卫把整个春晖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搜了，别说是贼人的身影了，就连一只老鼠都没有。萧锦瑜心有不甘，可是却也不能太过明显。姐姐，这样子你也可以放心安心了。司北眼不知道为何，心里像是有一块大石头落地一般的轻松。你若是早点配合，何必生出那么多事端？哼，这下王爷放心了。时候不早了，都早些歇下。等等，王爷这就完了？别太过分。到底是我过分，还是你们过分？妹妹一句话，王爷就要搜我的院子。王婆子，我问你，你到底看没看见有男人进本王妃的内堂？王妃娘娘恕罪，都是老奴老眼昏花。一句老眼昏花就能解决了？萧几年，别没完没了的。萧几年见这人彻底都走干净了，才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这么惊心动魄的，差点没有把萧几年的魂儿给吓飞。只不过有一点，他有点困惑。萧锦瑜明明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那他屋子里为什么连根鸡毛都没有搜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萧几年低头，在门口竟然发现了一些香灰。迷香，怪不得我睡得这么深沉。萧几年不语，心中却有了笃定，这王婆子怕是留不得了。放肆！真没想到，这镇北王王府后院的风气竟然这般污浊。第二日，今年拜见皇祖母。说吧，这次来找哀家什么事儿？皇祖母圣明，
今年实在是与王爷过不下去了。萧几年平日里都是个机灵猴一般的人儿，今日竟然哭成这般惨状，太后怎能不动容啊？跟皇祖母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怎的哭得这般委屈？臣妾委屈。萧几年哭哭啼啼，把昨夜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道：臣妾跟您摊牌了，臣妾当初爱慕王爷不假，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就是听了母亲的话，用那种手段嫁给了王爷。眼下王爷厌恶臣妾如草芥一般，就连府上的婆子下人都对臣妾不敬，臣妾都能够忍受。可是昨夜在众多侍卫跟前呢，王婆子竟然这般诟病臣妾，臣妾冤枉。说臣妾真是那水性杨花之人，也不会今日都没能与王爷圆房了。可萧启年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方若，太后一声令下，方若姑姑就带着萧几年去了密室。一番检查，萧几年面红耳赤，看样子他的算盘是对的。萧几年的清白之身成了这一次翻盘的最有力证据，萧几年只得先下手为强。太后勃然大怒：放肆！真没想到这镇北王王府后院的风气竟然这般污浊。方若，传哀家的旨意，昨夜诟病年丫头的婆子，给哀家掌嘴100，遣散出王府去。镇北王侧妃教唆王爷，导致夫妻不和，罚他半年俸银，抄写女责女训2000遍，以儆效尤。是，太后娘娘。还有，命人去朝堂前等着，阿燕下朝就让他来哀家跟前。一下早朝，司北眼就看见了太后宫中的大宫女翠微在殿外。王爷万安，太后吩咐奴婢来唤您过去小坐一下。皇祖母让人在朝堂之下堵我，难道是因为萧几年？这个该死的女人在宫里告御状了吧？凤仪殿，皇祖母让孙儿过来，有何事？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孙儿惶恐。阿言，你糊涂啊！怎的听信一个粗使婆子的话，在众人跟前就搜了萧景年的春晖堂，那不是当众打脸吗？萧景年跟你这么说的？萧景年怎么跟哀家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事的态度很有问题。你这般折辱人家，难道当人家是傻的吗？孙儿不敢，昨夜的确是因为有刺客。糊涂！王府戒备森严，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刺客？这后院里的事儿远比带兵打仗要难得多，那里面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你那纯良的性子是参不透的。不可能，皇祖母，景瑜心思纯良。哀家看也不尽然。若那侧妃这么心思纯良，这个是什么？司北眼轻轻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团未燃尽的迷香香灰。这是萧景年昨天晚上在你们走以后发现的。他为何嚣张跋扈？那孙氏可不是一个心思纯良的人，就冲他百般设计，才成全你与景年的婚事。你还认为你的侧妃是心思纯良吗？尽管皇祖母说的对，可是萧景年为何当时不跟我说明一样的事儿，还专程挑着今日找皇外祖母告御状才说明？这个女人心思又多又杂，太后还说她受了委屈。拜萧几年所赐，司北眼被太后娘娘好一番训诫。离开凤仪殿的时候，那脸黑的跟锅底似的。萧几年离开宫中，心情甚好。小姐，您这算不算给王爷告黑状？活该！谁让那个倒霉蛋王爷招惹了你家小姐？那小姐，咱们去哪儿？去太傅府。来到了许太傅的卧房门口，小王爷特地在这等我啊。皇嫂真是聪明。小王爷找我何事？听闻皇嫂今日一大清早就去了皇祖母的凤仪殿请安。小王爷的消息倒是灵通。皇祖母训斥了二皇兄的事儿，河宫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若是这点子事儿再入不了耳朵，岂不是装聋作瞎？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近了一些。他身上，皇嫂是不是该解释解释，您屋子里藏的那个男人去了哪儿？这司北寨是敌是友，不然他身上怎么会有昨日萧景年屋子跟前燃烧未尽的迷香味道？皇嫂，瞧你紧张的那副模样，该不会真的做了对不起二皇兄的事了吧？小王爷别胡说八道，这话若是传到旁人耳朵里，岂不是给我抹黑？昨夜你去了春晖堂。嘿，皇嫂果然厉害，这么点小事都能瞒过您的眼睛。皇嫂，你可别不识好歹，昨夜若不是臣弟，恐怕今日你就要被二皇兄装进猪笼陈塘了。胡说八道什么？昨日臣弟本来只是想找皇嫂问询今日夫子的病症，天色也是晚点了，可是却耐不住好奇之心，想找皇嫂探个究竟。
可陈帝刚上了春晖堂的房梁，就看见你院子里的婆子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男往你的房间里走。那个男人呢？陈帝五花大绑着呢，这不才想着问皇嫂那人该怎么办。能在司北眼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绑走一个大男人，这司北站看样子也不简单呐。既然事情王祖母已经出面了，就不必再生事端，反正王婆子已经被处置了。皇嫂当真单纯到以为这件事是后院里的粗使婆子动的手脚？皇兄的侧妃，皇嫂的庶妹，可不像是个心思纯良的女子。多谢小王爷提醒，昨日之事算是几年欠小王爷一个人情。若真是王府出事，也没必要这样吧？难不成是鸿门宴？小铃铛走的一双腿都开始酸疼了，嘟囔道：“小姐，您这都什么时辰了，咱们还不回去吗？”小铃铛，你是不是饿了？要不咱们聚来聚，吃点东西再回去。祖宗，你还是快点回王府吧，咱们都已经出来一整天了，王爷那边……放心吧，就算是你家小姐死在外面，王爷也不会担心的。既然如此，您怎么还不回去？天色都这么晚了。你这个傻丫头，司北眼不会担心死我，但是今日想必恨死你家小姐了，回去还能有好？萧几年有点心虚，那铁骑护卫为首的，竟然是在司北眼身边伺候的八宝。八宝看见萧几年有一些紧张的上前，王妃娘娘可让八宝好找啊。萧几年尴尬的一笑，找我做甚？难道还怕我丢了不成？你还是赶紧回去吧，王府出事了。什么事？您走着，八宝与您说。萧几年还未反应过来，就被铁骑护卫一左一右夹住了胳膊，强行带着。若真是王府出事，也没必要这样吧？难不成是鸿门宴？那个八宝，你给本王妃把话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王妃还是嘴小的走着，小的路上给您说着。王爷发火了，已经火烧房梁了，这算不算重要的事啊？八宝，你给本王妃说明白，王府里到底出了什么事？王妃娘娘，王爷有令，让小的不管用尽什么法子，也要将您带回去。王爷生气了，王爷让小的原话传告给王妃娘娘。这个该死的女人，平日在王府里耀武扬威也就罢了，还敢到皇祖母面前去猖狂。眼看着就到王府的宵禁，她若是再不回来，本王逮住她，并打折她的腿。带进了王府。萧几年，你可真是胆子不小，居然敢去太后面前告御状，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承担的后果？什么后果？昨日晚上我就说过，若是搜不出个蛛丝马迹，我就要去找太后，还我一个公道。你到底是找皇祖母讨要个公道，还是向皇祖母诉说着你在这王府中受了本王的刁难？你若是坦率一些，直接告本王的状，那也就算了。可你偏偏却要在皇祖母跟前去编排锦瑜的不是。萧景年，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锦瑜可是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说，要赏要罚，那也都是太后的意思，我是臣妾能够左右的。再说，原本就是你司北眼自己办事不地道，那又能怪得了谁？萧景年，你这个口蜜腹剑的女人，从大婚及至现在，没有一日让本王省心的。你日日都要去外面游荡，难道是怕旁人不知道你是本王的王妃？每日除了想着给本王去丢人现眼，你还想干什么？萧景年，我只想让这个狂妄自恋的男人有多远滚多远。王爷此言差矣，我不是不想与你和离，状况你也看到了，老太君难缠，太后更难缠，莫不如这样，王爷多几分男子气概，一纸休书给了几年就罢了。萧景年，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与你和离？王爷就是顾忌太多，才会让这后院永无安宁之日。八宝，给本王备笔墨纸砚。终于要给我写和离书了，我马上就自由了。八宝，还愣着做什么？赶紧给你家王爷准备东西。王爷，您千万别冲动啊！小姐，小铃铛，你哭丧着一张脸做什么？这不合适的婚姻，两人勉强在一起也是不会有幸福的。你家小姐也算是解脱了，何乐而不为？八宝，给本王备笔墨纸砚。八宝一时为难，就在这时，周勃有一些慌乱的跑了过来。王爷，宫中来人了。谁？太后身边的方若姑姑。哼，萧景年，你给本王等着。方若姑姑这么晚的王府是有何事？皇祖母身子不爽吧？王爷莫担心，太后她老人家没有任何不适，只不过今日来，方若是奉了太后娘娘的懿旨。话说着，方若姑姑身边的小宫女拿出来了一条帕子。这条白布干什么用的？王爷，您与王妃一人成婚1月有余，至今都没有圆房，若传扬出去，必然会被世人耻笑。太后娘娘的意思，您应该清楚了吧？
是，本王明白。既然如此，方若也不多说什么，这帕子您且收着，明日还带着去太后那边复命。时候不早了，还请王爷王妃早些休息。是方若姑姑怎么突然间来了？如此一来，马上就要到手的和离书，该不会出现变动了吧？方若姑姑，麻烦你。司北眼一改平日里的冰冷，一只大掌直接堵住了萧几年的嘴巴，却还是平静地说道：既然如此，就麻烦姑姑了。周伯，赶紧命人给姑姑打扫一间厢房，床落也都要熏香烤暖。是，王爷。方若姑姑就像是看不见萧几年张牙舞爪般的求救，直接跟着周伯离开了。小姐，八宝拉着小铃铛离开，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下萧几年和司北眼二人。司北眼，你要干什么？不是说好了要和离吗？你倒是写和离书啊！这么畏畏缩缩的，跟个女子一般娇气，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萧几年，皇祖母的意思你也看到，当初是你死乞白赖要嫁给本王的，所以今日的事，本王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至于这个，司北眼把白色的帕子给了萧几年，冷哼道：你自己看着解决。辱没皇室威严，此罪之一；抗旨不遵，此罪之二。说罢，司北眼径自进了春晖堂。萧几年恼怒，骤然想起以前看那些古装剧里白色帕子的作用，脸颊滚烫。这司北眼前一秒还要和离，后一秒却乖巧得像个孙子，简直是太狗了。司北眼，你给我站住！司北眼已经进了他的卧房。自从二人大婚以后，这司北眼就直接搬去书房住。明明有萧锦瑜，可是却对他提不起半分兴致。王爷，萧几年换了一句，进门就撞上了一堵肉墙。萧几年捂着自己剧痛的鼻梁，泪水横流。王爷，您站住之前，是不是要知会身后的人一声？老娘的高鼻梁！谈谈吧，你我之间到底要怎样，你才肯和离？萧几年，当初可是你死乞白赖要嫁与本王的，眼下本王就算是要休弃你，都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给本王看茶。怎么没有合适的理由？我萧几年为人嚣张跋扈，有失德行。这不足以让本王休弃你。若是一次休妻了，搞不好还会被世人耻笑，说本王是个眼皮子短浅之人。司北眼突如其来的情绪转变，打了萧几年一个措手不及。这方若姑姑一来，司北眼怎的就成了泼皮无赖？看样子这家伙人前显贵萧爷，倒是装样子。既然如此，那王爷就请回。门外传来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萧几年闷哼：什么人？回禀王妃娘娘，奴婢是翠微，今夜在门外守夜。王妃娘娘有什么需要，只管召唤奴婢。这帕子的事儿，若是不解决了，明日里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回去？你说的倒是轻巧。本王若是回得去，你以为我会稀罕在你这春晖堂里待着？既然王爷走不了，那我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累了一整天了，也乏累了。萧几年，再怎么说这里也算是本王曾经的卧室，本王今日委屈与你共处一室，这床榻……王爷自己也说了，是曾经，现在这春晖堂是我的，更何况您一个大男人，该不会是想着让我一个弱女子睡在地上吧？你……嘘，王爷安静点儿，翠微在外面听着呢。你若是一直喋喋不休，只怕明日河宫上下就都知道王爷您啊沾坠嘴皮的事了。萧几年却也不客气，倒在榻上，没过多久就发出来了均匀的呼吸声。烛光下，萧几年的侧面竟然如此的轮廓清晰。比起来司北眼第一次见萧几年的时候，他已是瘦了很多。看着那一方丝帕，司北眼蹙眉。明日若是不给太后和皇后一个交代，只怕日后的麻烦事还是少不了。看着睡得踏实的萧几年，司北眼的嘴角上竟然荡漾出一丝微笑。他起身，这女人睡得真丑。从萧几年的头上拔下来一支金钗，司北眼用尖锐的珠钗直接刺破了萧几年的手指头。萧几年的喊声在夜里显得十分犀利。门外传来了一声脚步声，翠微的身影清晰地落在了窗纸上，却没有声音。司北眼，你发什么神经？痛死我了！你拿的什么东西扎我？疼吗？等一下就好。说着，司北眼握紧萧几年的手指头，把血滴在了雪白的帕子上。萧几年忽然间明白司北眼的意图，冷哼道：我都流血了，你还干这种事儿？你还有没有人性？断断续续的话语传入翠微耳朵里。这镇北王和王妃之间的对话真是叫人面红耳赤的，真的是羞死个人了。一整夜萧几年都没怎么睡踏实，生怕一不小心司北眼又来扎他的手指什么的，心有余悸呀。
第二日，水兰阁，萧锦瑜的手腕子因为抄写女责女训，已经疼得开始发抖了。不写了，就算是把本夫人累死，这2000遍的抄写也要费一些时日。夫人，都这种时候了，千万莫要使小性子了。太后要想罚你，王爷也是无可奈何。说来说去都怪你，给我出的这都是什么馊主意？这下好了，吃不到肉还惹了一身的骚。你瞧那萧景年，这几日风光的跟什么似的，我呢只能被关在水兰阁禁足。王爷都已经好几日没来过了。萧锦瑜一脸的幽怨，看上去满脸委屈。赵婆子也无可奈何。老奴也没想到，那王婆子做事竟然如此的不靠谱。这下好了，王婆子被处置了，萧景年身边的眼线没了，这一下就更难掌控这个女人的动向了。老奴办事，夫人放心。可是王爷不到我这儿来，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赵妈妈，你说王爷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情感？我真的是琢磨不透。这王爷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夫人您又是面皮薄，有的时候你们二人之间就是那么一层窗户纸，只要捅破了就都好了。眼下您被太后责罚，虽然王爷没过来，可是却也没惩罚您，不是吗？这就说明王爷心里还是有您。书房里，司北眼正在看兵法。6月的天，再加上大雨过后，院子里蝉鸣蛙嬉，十分的吵人。这几日，萧锦年日日忙着不见人影。据守门的家丁说，他每天回来的都很晚，这更加让司北眼心里憋着一股气儿呢。萧景年把王府当成什么地界？想来就来，说走就走。司北眼放下手里的兵书，起身想来院子里透透气儿。八宝站在门口，听见了司北眼开门的声音。王爷，你怎么还没睡啊？被院子里的青蛙吵得睡不着，想出去走一走。说罢，司北眼掀开长袍就往外走，八宝紧随其后。哦，那小的跟着你。不必了，本王自己去后院散散心就可以。王爷，这哪里是去后院的方向？明明是奔着春晖堂的方向。这王爷今日是怎么了？这般浮躁呢？司北眼刚走到后花园，就听见负责守夜的几名小丫鬟在低声的窃窃私语。哎，瞧见没有？王妃娘娘刚刚才回来呢。啊，好像还有一辆马车送回来的呢。真不知道这王妃娘娘每日里都出去干些什么，到处去抛头露面。早就听说这王妃娘娘在闺中的时候啊，就是嚣张跋扈惯了的。倒是夫人温柔委婉，足不出户。这后院里的女人，你见过谁家夫人出去抛头露面的？我见送王妃回来的那辆马车很是华贵大气，看上去应该是一男子的马车。这王妃娘娘也不知道避嫌，这传出去岂不是会叫外人耻笑咱们王爷？司北眼听见了那些小丫头的议论，心里的疙瘩顿时又结紧了一圈，心口的怒意不自觉地扩散开来。司北眼站在远处冷哼一声，那些小丫鬟这才意识到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直接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王爷，哼，主子也是你们随意议论的，一人领10板子，长长记性。日后谁敢在王府说三道四，嚼主子舌根子，王府必然不容。司北眼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看向烛光闪烁的春晖堂，黑着一张脸大步走去。屋子里太过闷热，萧锦年沐浴过后，就命小铃铛把贵妃椅搬来了院子里，穿了一件青巾躺在了上面。萧锦年赤着脚，听着大自然赋予的乐章，好不惬意。只不过一道寒意袭来，下意识地抬起头来，便刚好撞上了司北眼那一张清冷的脸庞。王爷这大半夜的不睡，神出鬼没的跑出来吓人，难道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吗？司北眼的目光看向他那一双溜光水滑的脚丫，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转移视线。萧景年，本王来是想提醒你一下，你现在还是镇北王府的王妃，是否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德行？萧景年眨巴着一双眼，月光下的简瞳亮晶晶的。王爷这话从何说起？妾身难道做了什么得心有失的事，上王爷面上无光了吗？你今日去了哪儿？难道不清楚王府的宵禁？这司北眼莫不是来找茬的吧？王爷这话说的，若是没赶上宵禁，难道坐在这儿与王爷对话的是鬼魂吗？你……司北眼愤然拂袖，其实心中想问的是，萧景年，送你回来的是何人？可是这种话司北眼果然不会问出口。他生气的只是这个女人顶着镇北王妃的头衔，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竟然还坐人家马车。难道他苛待萧景年了？王府里没有马车吗？王爷，这大半夜的您来我这院子里，若是被人瞧见，只怕是会被人传扬出去你吃醋了，来这找茬。咱们虽然有夫妻之名，可是你也清楚，我对你啊可是不敢高攀呢。说是哪一日你我二人和离，景年还是要嫁人的，这影响多不好。
司北眼差点没被萧景年的话给怄死。时候不早了，王爷，健身乏了，说是有什么训诫，请明日再来。不对，明日我还有事要祝福一趟，过后再说吧。说完，萧景年扭身回了屋子，就把司北眼独自一人撇在了院落当中。司北眼气炸，萧景年简直是放肆，还把不把我这个镇北王放在眼里？就连对他的训诫都要等着他有空了再进行，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司北眼不想善罢甘休，可是他的教养不容许他大半夜的闯进萧景年那个女人的寝殿，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离去。翌日清晨，萧景年按照往常那般准备出门，刚刚走到了门口，就被门口守卫拦住。王妃娘娘，王爷有令，若没有重大事宜，不准您出府。禁足！萧景年差点拍案而起。这个渣男司北眼，嘴上干不过我，就开始放阴招，那就去禀告你家王爷，本王妃要去太傅府上给太傅换药，这算不算是重要事宜？早上王爷才命孤郎中去了太傅府，说您今日不必过去了。好啊，这个司北眼不但禁我足，还要对我生一练。萧景年计划多么完美啊！给这些达官贵人看病的经验，足以让他名扬整个圣京。若是将来有一日他与司北眼合离，萧锦瑟年幼，便宜爹爹不靠谱，凭借着一手医术，他还能够过活呀。司北眼这厮是想封杀我的窗户吗？门都没有。即使如此，本王妃去宫里给太后娘娘请安，总可以了吧？回禀王妃娘娘，不可。王爷说，近日太后娘娘去了宫外的避暑山庄去避暑，晨昏定省就免了。好一个司北眼，好一个心机渣男！就因为昨日没能过口舌之言，今日就想了这般阴招的法子对付我萧景年，果然是心思小如针眼，真是搞不懂，就这么一个小家子气的男人，原主到底爱慕他哪儿？尖酸刻薄，以强凌弱，还是心胸狭隘？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萧景年一眼就看见楚氏下了马车，瞬间看出了外出的希望。舅母，卑职叩见楚将军。起来吧。楚焕云远远就瞧见了萧景年被侍卫拦住，却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王妃娘娘这是要出门，看样子我来的正巧。老太君说梨园里新来了一个名角，那我接上王妃娘娘一同过去听戏呢。颤抖不安的小手疯狂的在给楚氏和老太太在心里点赞。看平日里这个小老太太不哼不哈的，可到关键时刻那叫一个给力呀。告别了楚焕云，萧景年就去了小院里看望酒官。可是没想到刚走到小院门口，竟然看见门大敞着，里面传来了女人凄惨的叫声。只看见双花已然被人打成了猪头，嘴角头上都是血。酒官高烧刚退，全身无力，却还是死死抱住那大汉的腿。你这个歹人，放开我娘亲！壮汉一脚直接踢在了酒官的心口上，浑身疼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哭嚎。双花心疼坏了，怒目相向着壮汉。好汉饶命！我们母子二人与你们无怨无仇，你们为何这般刁难？贱人，我看你还敢不敢胡言乱语！见着萧景年来了，赶紧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王妃娘娘快逃！小姐。萧景年的手摸进袖口里，在空间里拿出淬了麻药的银针，捏在手心当中。各位英雄好汉，何必刁难一对孤儿寡母？有何事不如摊开了说，他们母子可是得罪了什么人？哎呦，这小娘们长得可真是带劲儿啊！不过咱们劝你可别多管闲事，今日这贱妇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哥儿几个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小姐，这些人该不会杀人灭口吧？识相一点，给我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不要在天子脚下胡来，否则真的被人灭了口，那也是你们母子二人的定数了。萧景年冷哼一声，镇定自若的摊手，手中的银针准确无误的射入了大汉的腿上。哎呦，你这小娘们儿居然还会使暗器！哎，我的腿怎么了？这女人看上去倒是挺漂亮的，怎么动手就是放暗器呀？而且这般心狠手辣，在暗器上淬了毒。大汉没有想到，眼前这个闭月羞花的小娘子竟然出手如此狠毒，腿越发麻得厉害，不由得有一些怕了，咚的一声瘫倒在了地上。小娘子饶命，我这也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酒官哭得浑身都是热汗，抱着肚子嚎啕大哭。儿啊，你没事吧？别吓唬娘亲！娘亲，好痛！萧景年急步上前，这大汉何其狠毒啊，竟然一脚踢断了酒官的一条肋骨，这可是招招下狠手呀！萧景年弯腰抱着酒官进屋子，临走之前还不忘又给大汉来了一针，对着双花道：别哭了，把这个贼人绑起来，一会儿再慢慢审问。小铃铛，赶紧去给我打一盆热水，找一些布条来。是。小姐，眼下手底下就只有这些了。这些就足够了。
萧几年从空间里摸出来一些断续接骨的药，准确无误地找到酒官断骨所在，敷上药，用那些布条绕过酒官的肩胛、后背，帮他固定好了断骨。酒官的汗疼得直流，小小少年强忍着疼痛的模样，实在是让人心疼。门外说话的哭声十分的凄惨。萧几年出来的时候，夫人饶命啊！小人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事儿怨不得我呀。说，是什么人让你来的？小人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毒啊？这般厉害！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夫人手下留情，饶命啊！小的说，那一日，一书生模样的男人找到了小人，说让小人来吓唬这对母子，让他们离开圣经。小人一时助有萌心，就拿了那人的银钱。请夫人饶了我一条狗命啊！萧几年猜测的没错，买通打手来刁难双花母子的人，的确就是石昭安。这个男人果然是狼心狗肺，脏透了，竟然这般狠心的对待自己结发妻子，急不可耐的要去攀附太傅府的高枝儿。萧几年冷哼：“小李大，去衙门叫几个官差来这拿人。”许太傅的病是萧几年治好的消息不胫而走，圣经人人传扬。这萧几年不愧是云家后人，妙手回生啊！许太傅虽然嘴上不待见萧几年，可是上阳郡主却似故意与许太傅作对，竟然要宴请萧几年作为答谢，而许太傅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大肆张罗了一番。萧几年换了一身广袖琉璃裙，看上去多了几分清新脱俗，配合着他日渐清瘦的脸庞，竟然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司北眼站在春晖堂的院门外轻咳一声：“铃铛姐姐，王妃准备好了吗？”“奴婢拜见王爷。王妃娘娘说您且先走着。”他家主子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去告诉那个自恋狂，本王妃不稀罕与他为伍，让他自己先行一步。小铃铛可不敢这么说。司北眼的面庞上顿时写满了不悦，愤然拂袖离去，牙缝里还挤出来几个字儿：“不识好歹。”若不是上阳郡主邀请他们夫妇二人一同出席今日的筵席，他才不会与这个女人有任何沾染交集。萧几年到底是想耍什么手段？就连在人前做戏都懒吗？探出头来的人竟然是一袭华服的司北战。“皇兄，你怎么来了？”司北眼眸子里的怒意瞬间凝结成霜。“今日不是要去太傅府上赴宴吗？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与皇嫂约好了，一起去夫子府上。皇嫂可准备好了？”看见门口里走出来的人，扬起手来高兴地挥舞着：“皇嫂，让你久等了。”“没有等很久，臣弟也是刚到了。皇嫂上马车吧，别让夫子久等了。”司北眼的目光里都是噼里啪啦的声音。萧几年，今日你若是敢冠冕堂皇地上了司北战的马车，就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王府里已然备好了马车。司北眼的声音冷得像是刚从地窖里出来。“皇兄莫气，臣弟只是见着每次出门，皇嫂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怪让人心疼。”“这小兔崽子，倒是会心疼人啊！”“王爷这是干什么？跟自家兄弟还要计较那么多，难道就不怕被世人耻笑？”“萧几年，你还知不知道羞耻二字为何物？男女有别，你难道不知道吗？”“王爷这话说的，小王爷乃是您的兄弟，既然是你的兄弟，那也便是我的兄弟。我与自家兄弟也要避嫌，更何况阿战还是个孩子。”“就是，皇兄何必皇嫂大动干戈？有话好好说，好好说。”“男大必母，女大必父，这是伦理纲常，为何到你这儿就要本末倒置？这个女人怕是最近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皇嫂，臣弟怕……”“王爷可是明事理了，这小王爷才多大个人，在臣妾这儿，他只不过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不是人？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司北战憋笑：“皇嫂太帅，太霸气了。”“不怕，有皇嫂护着你，我看谁能把你怎么着。”说罢，萧几年就拉着司北战：“萧几年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在司北战跟前，竟然不给我留下丝毫情面。这王妃娘娘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可眼下，王爷，您看……”“今日这天属实炎热，本王就与你们一起乘马车也无妨。”“臣妾太胖了，三人共乘着一辆马车，实在是憋屈的难受。王爷身强体健，行军打仗，这么艰难的环境都能忍受，更何况太傅府离这王府又没有多远的路程。”“萧几年，本王好歹是你夫君，你这么没人性，难道就不怕世人耻笑？既然马车不宽裕，阿战，你下去骑马。”“皇兄，臣弟……”“快点去，还是要因为你一人的缘故，耽误着我们三人的行程。”
一路上二人谁也不搭理谁，所幸很快就到了太傅府。皇嫂，臣弟有一事想向您请教。什么事？你方才说皇兄家住惠泽之边，此话怎讲？萧几年一只指头在司北战的鼻头上扩了一下。平日里夫子给你做的学问，你都就着粥喝了吗？臊得他脸庞顿时通红起来。皇嫂这般性子爽朗耿直的女子，只怕全天下没有哪个男子不喜欢吧？还请皇嫂赐教。海之慧也，大之有责。可是镇北王府也没有在那海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皇兄家住海边，管得太宽。妙啊，皇嫂。听见了身后的动静，司北眼突然间回头，犀利的目光直直看向二人。司北战望天，今日天气不错。萧几年看他，我的珠插掉了。这两人不对劲啊！宴席中，一并跟着来赴宴的还有书院里的几名举子，就连石昭安也在席间。萧几年目不斜视，却也能够看见石昭安正在与旁人吟诗作对，谈笑风生。镇北王乃是老夫毕生最为得意的学子，今日邀请着你一并前来，只是为这一件事。夫子请讲。石太傅看了一眼身边的上阳郡主，笑着和善。我家小女许福已然未有婚配，今日来的可都是举国的才子们。小女不愿王孙公侯，只愿一生一世一双人。可若是入得了小女之眼的，那也得是博学多才之士。趁着镇北王爷在，老夫就把这件事委托于王爷，由王爷出试题，让在座的各位未有婚配的举子们恣意发挥。老夫愿聘博学之士为婿。本王这里有一词一语，若是谁能解答出来，即便是入不了许小姐的眼，那也是学富五车，举国之才。劳烦王妃为本王研墨。虾米，让我研墨？这个家伙没毛病吧？这是要在人前装恩爱，还是想着法子要让我丢脸？红袖添香，挑灯磨墨，这王妃娘娘与王爷还真是新婚燕尔，伉俪情深。家住惠泽边，彩虹屁。这个天杀的死北眼，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渣男竟然敢把这几个字赫然写在纸上，还作为许太傅选婿的试题。整个南域王朝能干出来这种事的，怕是只有死北眼一人吧？二皇兄果然是个人才啊！妙哉妙哉！王爷，请看小生的答案，不知可否正确？王妃意下如何？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奸诈且有小心眼的男人？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记了仇，甚至是还要我当众公布答案，简直没人性啊！夫子，不知今日可否给小王一个露脸的机会？哦，小王爷知晓这句，此何意？小王虽然平日顽劣，可是却也得夫子言传身教。小马屁拍的许太傅极度舒适。海之慧也，大之有责，惠泽之边，字面上的意思的确如石举子写的这般，大海之边。可若是这般简单，想必皇兄也不会这么出题。比如小王说石举子家住惠泽之边，难道就是说石举子家住海边这般简单吗？家住之地必然管辖，整个海边无边无际，试问石举子管得过来吗？司北眼眸色犀利，冷哼一声看向萧几年，这是嫌弃他管得宽敞。夫子说阿战解释的可对？小王爷解释甚妙。还是推荐过来的举子呢，平时一副姿势清高的模样，眼下还不是丢了脸？小王爷果然是机智聪慧，只不过小王只是觉得两情相悦才能成就一番好姻缘，夫子惜才，可以要那人德行之上配得上许小姐才是啊。小王爷果然是名师出高徒，才华横溢，小人佩服。可是太傅，小人与许小姐早已心心相印，还望夫子能够给小生一个机会，成全我与许小姐的姻缘。屏风之后的许小姐紧张地咬着下唇，众人都被石昭安的唐突吓了一跳。小王爷方才也说了，二人之间的幸福姻缘取决于两情相悦，我与许小姐早已卑职叩见王爷王妃，卑职唐突上门，扰了王爷的雅兴，只不过事出有因，还望王爷王妃见谅。司北眼冷声询问：所谓何事？赶堂而皇登了太傅府的门，想必也是至关紧要之事。有人敲了登闻鼓，状告本届通州举子石昭安抛弃妻子，买凶杀人，只为攀附太傅千金。冤枉呀！王爷明察。难不成这件事与萧景年有关系？这位官差小哥，昭安乃是通州举子，为人憨厚踏实，怎么会做这般心狠手辣的事儿？这个中是否有什么误会啊？状告之人乃是石昭安的结发妻子，那妇人声称石昭安嫌贫爱富，一心想要高攀太傅千金，便弃他们母子于不顾，
前些日子在街上，那孩子差点送命了，多亏了镇北王和王妃大舅，还予以安排了住所。可谁曾想，这人面兽心的书生不肯管这举目无亲的孤儿寡母，甚至还找人追杀。今日那妇人敲了登闻鼓，状告石昭安，就连那打手也一并捆绑来了。岂有此理！石瘸子，这官差说话可否属实？王爷饶命，太傅饶命！小人一时被猪油蒙了心，可是那许小姐那也是情真意切。那双话虽是我结发妻不假，可我真的没有买凶杀人。屏风后面的许小姐早已泪流满面。回到了王府，萧景年一身疲惫，看都没有看四北眼。今日甚是乏累，臣妾归安了。站住！王爷有何事？别以为今日之事，本王不知道是你一手安排的。王爷这话说的，我可没有你想的这般能耐。哼，本王才不屑了解你。可许太傅的脾气秉性，本王可是一清二楚。今日名义上是答谢宴，实际上只怕是鸿门宴吧。随便王爷怎么想，今年清者自清，时候不早了。今年甚是乏累，就不与王爷闲聊了。萧景年，你真的就这般自私？你可以与本王怄气，难道就真的不在乎萧景色的前程？真是没有想到，王爷竟然是如此热心之人。只不过锦瑟的事儿，就不有劳王爷费心了。您还是多关心关心妹妹和锦城吧。萧景年决绝离开，司北眼胸口的怒意已经快要爆炸了。今日他都已经这般对着萧景年示好了，可他却如此不知好歹。司北眼何时用自己的脸去贴过旁人的冷屁股呀？这一日，萧景年又去太傅府给许太傅复查。王妃娘娘万安。王爷也在。今日王爷带着夫人与相府的二少爷来太傅府。萧景年笑容一僵，看样子司北眼是为了萧锦城入学国子监的事儿。哼，真的是舍了他那一张老脸呢。小姐，周王爷怎么可以这般？明明答应了您的事，转眼就不作数了。又缺乏社会经验了不是？男人靠得住，猪都会上树。这王妃竟然这般评价自家王爷，如此一来，王爷岂不是言而无信的小人了？那咱们还去不去给许太傅诊脉？去，为什么不？你家小姐不仅要去，还要大摇大摆的去。萧景年来到了太傅府上的正厅。你来做什么？姐姐你也来啦？妹妹今日也随着王爷一起出来了，没事走动走动甚好。你怎么来了？今日是给太傅复诊的日子，所以就过来了。老夫早就没事了，你这般的多此一举。今日王爷与侧妃一同前来，给老夫送的这本罗什的随笔诗集，听闻王妃喜欢自由豪放的诗派，不如留下来一同观摩。谢太傅美意，只是最近几年又迷上了另外一种诗词。什么诗啊？不如说来听听，老夫也跟着一并长长见识。那些跟太傅手里的这本诗集比起来，想必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少在老夫跟前大狂语！你前一天才说喜欢罗什僧人的诗集，今日就又喜欢别的诗词。既然许太傅执意如此，那几年就献丑了。西风吹谢蛙成泥，蜂蝶美相香尘气。情犹未了缘已尽，笺前莫负断肠诗。好一句笺前莫负断肠诗啊！不知这首诗出何处啊？这是几年认识的一位喇嘛做的诗。喇嘛？你没有哄骗老夫吧？喇嘛能写出这么凄婉的情诗？这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喇嘛，他破了戒律，饮酒留情。可是在几年看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还没有这一个破了戒律的喇嘛潇洒。的确如此，这首诗凄婉哀怨，这种造诣就连我这个太傅都自愧不如啊。太傅说笑了，今日王爷与妹妹难得出来，几年就不在这打扰了。这么急着走做什么？王爷今日难得带着你们姐妹二人来太傅府中做客，不如留下来吃顿便饭可好？许太傅这老家伙到底在琢磨着什么？竟然要留下司北眼和他的2个老婆一同留下吃饭，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既然如此，你就别急着走了。这个萧景年，臭人多作怪也就罢了，竟然还死死的纠缠着司北眼。真没想到姐姐竟然有这等才华的朋友，不知是哪位？妹妹不认识。说起来诗词歌赋，整个南越王朝只怕无人能与太傅匹敌。太傅学富五车，且桃李天下，就连王爷都时常夸赞您。啊，侧妃娘娘谬赞，王爷这么说也只是抬举老夫。你倒是不说假话。这一些举子当中，我瞧着那沈拓是个人才，尤其是他写的文章，颇有一份境地。许太傅改天可一定要好好的瞧瞧。
这女人果然是眼光毒辣。在这一届举子当中，最为文采出类拔萃，便是沈拓。萧几年这个死妮子，就连这个都知道。夫子最近身体已然恢复得很快，本王相信夫子很快就能重返国子监了。说到底也是身子骨败落了，老夫也准备再带一届学子，就准备告老还乡了。夫子，今日本王过来有个不情之请。哈，王爷客气了，王爷有何吩咐，请讲。夫子，本王侧妃有一胞弟萧景成，5岁便开了蒙，孩子算得上聪颖。本王想着让景成入学国子监，夫子一并教导着。徐太傅，妾身早就耳闻您学识渊博，胞弟也很崇拜您。若是那孩子能跟您学习，日后必然有出息。老夫斗胆一问，小少爷现在在哪儿读书？师承何处？东林书院，景成一直跟着那院士学习。侧妃娘娘，这事儿恐怕不太好。您的胞弟跟随着东林学院的院士学习，那院士是我家中妹婿，做学问也算得上是人上人。老夫若是贸然收了小少爷，岂不是明摆着打了妹婿的脸？萧锦瑜愣了一下，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许太傅竟然当面拒绝了司北衍的请求，就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这不是明摆着打脸吗？是本王思虑不周，忽略了您与东林院士的关系，夫子不必为难。其实王爷已经开口了，老夫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拒绝的。可是学生中途转学，另投师门，这对于传书教授的师傅来说，那可是折辱声誉的事儿啊！老夫实在是为难。夫子不必为难，这件事情本就是本王考虑不周，做得欠缺妥当。这件事就当本王没有提过，就此作罢。夫子，今日这饭怕是吃不了了。本王忽然间想起来，军中还有事需要处理，就先回去了。既然王爷没功夫，那就算了。小猢狲，既然你喜欢这太傅府上的点心，不如就留下来用了午膳。昨日圣上赏赐了一些蒙古国的乳扇，听说是好吃的不得了啊。那行啊，几年就不客气了。萧几年牵着司北衍离开。徐老头，你这可真是厉害了，就连南越王朝的镇北王都被你解得南墙上去，你这脾气可真的臭。只是徐老头，你不愿意接纳景成入国子监，不只是你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这个小猢狲呐！都是相府的儿子，我若是纳入国子监做学生，怎么也得紧着你不是？你这般机灵，你的弟弟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不许景色入国子监，败在你门下。你这死丫头，这个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殊荣，你没看见你的妹妹一双眼珠子看着老夫都要瞪出来了吗？若是如此，那我就更不同意了。我弟弟还未开蒙，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这老家伙性格孤僻古怪，我怕你把我弟弟教坏。你非要这么说，这萧锦瑟我还真就要定了。只要少爷入了国子监，那可真的是碾压景成少爷啦。如此一来，孙氏也不敢再迫害小少爷，你也可以在二小姐跟前扬眉吐气一把，最好是把她的鼻子都气歪。小小年纪和气很多。眼下他与司北衍目前的关系虽然和平相处，可是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数。萧几年这些时日在盛京的名气也可以算得上是响当当了，他日后可要盘算一下以后的路了。小铃铛，我记得这条街上是不是有我娘给我的陪嫁铺面？是，可是大小姐您忘记了，这繁华街道街面上的陪嫁，可您都让给了二小姐，您手里那些店铺，那些铺面怎么了？你还是自己看吧。小姐，这就是您的陪嫁店面。来啊爷，您可有日子没来霓裳坊潇洒一把了，来啊！萧几年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且不论这店铺的地理位置好坏，您就说说，守着这霓裳坊每日进出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咱们这店面……萧几年吸了一口气，都是你家小姐一时糊涂才做了这种傻事。小铃铛，我给你保证，这家店面你家小姐一定会好好经营，把它做成盛京最大的店面。小铃铛苦笑，小姐您快得了吧，以前咱们在相府的时候，您对经营什么的可都一窍不通，这家店要奴婢说，您还是把它卖掉吧。在这种地界，每日进出的都是鱼龙混杂的，就算是买卖做起来也还是好说不好听。萧几年还未开口，就听见了霓裳坊里面传来了一阵喧哗声，紧接着女子的尖叫不绝于耳，几名彪形大汉追了出来，对着眼前花容月貌的女人就是一顿的顶乖。顿时女子的鼻腔里蹦出鲜红的血。萧几年却不以为然，伸手轻轻拍着小铃铛的头，轻声安慰：别怕。
女子嘴角上都是血，哭着哀求：“妈妈，求您放我一条生路。”明耀姑娘，妈妈我也是全为你好。咱们霓裳坊的姑娘若都跟你似的，有了身孕就要留下来，日后咱们霓裳坊也不必开了。你呀，还是太年轻，听妈妈的话，一副红花下去，什么事都解决了。明耀姑娘一脸惶恐：“妈妈，明耀求您了，求您放女儿一条生路，女儿来日必定当牛做马。”当牛做马就免了，你这肚子里的种断然是留不得。你若是乖乖的听妈妈的话，痛苦必然少几分。住手！哟，这是谁家娘子长得这么明艳动人？她既然有了身孕，宝娘你这么处置，岂不是草菅人命？小娘子说的对，的确是草菅人命。可是这花街柳巷的女子哪里还配得上是个人？从她们入了这花街柳巷的那一日起，就已经配不上人这个字儿了。夫人，救命！救命啊！明耀贱命一条，死不足惜。可腹中胎儿也是一条性命，求夫人救我一命，来日明耀做牛做马，报答夫人。一起来。夫人，我劝您还是别多管闲事儿了。这霓裳坊的事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掺和的。放肆！你可知道我家小姐是什么人？一个老鸨子，竟然敢跟我家主子在这上蹿下跳的，活腻了不是？这位姑娘嘴巴可真是厉害了。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这个做妈妈的管不得，难道是你们一个外人能管的？夫人，求您救救我！若是能够保下我腹中胎儿，明耀愿意给夫人当牛做马。萧几年微微蹙眉，看向宝娘：“给这位姑娘赎身，大概要多少银两？”宝娘一脸诧异看着萧几年，上下的打量一番。这女子衣着华贵，必然是不凡的身家。王府里，四北眼冷着一张脸，萧锦瑜心里有点慌。王爷，锦瑜，本王问你，你可知道东林院士与许太傅之间的这层关系？锦瑜，不知。本王还有事，出去一趟。王爷，萧锦瑜话还没说出口，四北眼已经离开了。小姐，咱们今日该不会回来晚了？门禁一到，那些护卫就锁门睡觉了吧？瞧你的没出息的样子。小姐，这下咱们该怎么办？总不能露宿街头吧？这守卫也真是的，咱们都没有回来，怎么就敢闭门？陆郎中，今天辛苦你了。王妃娘娘，今日晚上的时候，王爷找了你2趟，下一次这种活计能不能不让小老儿帮忙啊？小老儿头顶上就只长了这一颗脑袋，若是王爷知道了，小老儿就真的项上人头不保了。小姐，那边一闪一闪的是什么？萧几年蹙眉，该不会是夜路走多了，真的见到鬼了吧？这哪里是夜路走多了见着鬼了，这分明是见着了阎王爷。都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没睡啊？顾郎中不是说身子乏了，早些歇下。王爷，屋子里闷热的厉害，老奴出来透透气，透透气。眼下凉快透了吗？透了，透心凉了。那还不赶紧滚回去！顾郎中吓得魂不附体，结结巴巴道：“是，老奴这就滚回去休息，这就滚。”那个，今晚这月色不错，我这赏月赏的有点出神，耽搁了就寝的时间。那个小领导，咱们赶紧回去吧，晚一起自便。忽然间，萧几年的脖梗处被什么人拽住，略微的呼吸局促。萧几年回眸，一眼就看见了那一张冷如地狱阎罗的俊脸。二人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萧几年，你最近的日子过得似乎是挺滋润啊。寒气凛冽，萧几年只觉得四北眼吹出来的气息能够直接将人冰冻起来。萧几年尬笑：“托王爷的福，还算不错。”萧几年嬉皮笑脸的模样，直接让四北眼暴怒。萧几年，你还真是顺干就怕。你难道不知道王府有王府的规矩？身为镇北王妃，你不在后院之中主持府内的事宜也就算了，成天偷偷跑出去，甚至夜不归宿，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王爷说这话措辞有误，我最多就算是晚归，实在是担不起夜不归宿的罪名。我对你的约束力度还是不够，明日起你就在府里哪儿都不准去。王爷这是又打算禁我的族吗？禁族？本王能禁得住你？月底外祖母要去水月寺烧香祈福，到时候你要一并陪着。原来是有求于人，怪不得要半夜做他这么大的阵仗。你说什么？没事儿。今日许太傅在朝堂上主动开口
要萧景色入国子监，父皇已经同意了。是吗？我本来还觉得徐老头脾气不太好呢，既然圣上都已经安排了，那我也只能遵旨了。得便宜卖乖。萧几年不以为然。去水月寺那天会有很多官眷，萧几年你会带着锦瑜一起去吧？怪不得司北眼会大晚上的等他呀，说到底还是为了他的心尖尖啊。乔王爷这话说的，若年是命令我必须这么做，那几年必然不会抗旨不遵。可若不是命令，今年怎么去，与谁一同去，那是我的自由。萧几年看着装修一新的门店，嘴角上扬。小姐，您到底打算做什么买卖？这门店都已经装修好了，总不能放着吧？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忽然间，一道细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萧几年顿了一下，对着小铃铛使了一个眼色。小铃铛有一些惊诧的去开门，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直接滚进了门店里。萧几年一眼就看出来，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竟然是霓裳房的明耀姑娘。眼下明耀姑娘的脸上早已经看不出来往日的光鲜亮丽，萧几年震惊。夫人，救救我吧！明耀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明耀姑娘一张嘴，一口血喷了出来。萧几年见状，急忙把手搭在了她的脉搏之上，随后脸色就变了。你的孩子！明耀悲痛欲绝。孙武不是人，他知道贱妾怀孕之后，竟然让宝娘找人给我灌了红花。当晚霓裳坊里有人丢了银钱，那宝娘竟然诬赖是我拿的。别说话了，你的身体要紧。萧几年细细的给明耀诊断一番，然后又拿了一些药物给他。你是身体，必然要好好休养。那红花是大寒之物，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母亲了。我现在俨然是个罪人，就算有了孩子，也只是让孩子跟着我受累而已，还不如不有。不过萧几年还是有着自己的算盘。姑娘何不金盆洗手？我这铺子刚刚开业，需要一个能打理的人。明耀姑娘若是不嫌弃，就留下来。萧几年说话利落痛快，明耀顿时就下地跪拜萧几年。多谢夫人还能给明耀一条活路。这何难？盘算好了这一切，萧几年才道：只是眼下明耀姑娘切莫胡思乱想，好好养伤才是。至于霓裳房给你的耻辱，我自然会让那宝娘给你一个公道。明耀跪地磕头，多谢夫人救命之恩。一转眼就到了老太君协同着家眷去水月寺上香祈福的日子。萧几年因为是国公府里的香饽饽，自然就跟着老太君和楚焕云的马车走在了队伍最前面。司北眼带着一行护卫队跟在马车两侧。萧锦瑜在顾郎中的细心照料下，很快就痊愈了。500两纹银的神奇药霜用着，抱身赤肚滋养着，整个人看上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就连那肤色都显得润泽明亮。一到了水月寺，众人第一眼就瞧见了她，一身奢华的浮云锦罗裙熠熠生辉，随着她的走动，那裙摆波光粼粼，好似阳光镶在了身上，想不惹人注意都难。为了今日能在众人跟前一出风头，萧锦瑜就连头上的发丝都精心打理过，和这佛门清净之地完全背道而驰。同样都是相府的千金，还是景年沉稳大方。今日是对着菩萨来祈福的，他可倒好，把自己打扮得跟花魁那般，是来勾引男人的吗？难道他不知道今日是什么场合吗？佛门清净之地，他穿的这般高调考究，未免也太出风头了吧。萧几年淡淡一笑，外祖母何必介意，心中有佛，不一定要吃斋念佛。我倒是觉得身子风云没什么不好，好生养，跟你的妹妹似的，娇弱的就像要断气那般，成日里药罐子吊着，看了就晦气。萧几年没说什么，只是他也没有想到萧锦瑜竟然这般没脑子，想要出风头也要看看是什么时候才是吧。众人都进了水月寺，在主持的带领之下诵经烧香祈福，一串流程下来之后，已经到了接近晌午了。可是最难看的莫过于萧锦瑜了，方才他还红光满面接受旁人的仰慕，却也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夫人，您怎么了？怕是一路上颠簸劳累的，眼下只觉得头昏眼花的厉害。外祖母，住持早已准备好了厢房，来人啊，赶紧带着侧妃娘娘去休息。金色的身影闪过，方才还把萧几年围作一团的那些匪徒，此刻已经齐刷刷倒在了地上。萧几年用完素斋，按照平日里的习惯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准备去散散步。水月寺后是一片竹林，远处一道人影闪过。今日来这水月寺的都是宫中要员的家眷，若是出了什么差池，谁都担待不起。紧接着他听见了女人呼救的声音，摸出空间里淬了麻药的银针，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瘴气隐隐的紫竹林。可是没走几步，萧几年就觉得浑身无力了，身后响起匆匆的脚步声，
萧景年这才惊觉他已经被人包围了。该死的，我轻敌了。竹林里的哪里是什么瘴气，而是迷药。刚才那声呼救声，估计也是有人故意引他来。你们是什么人？这小娘子长得珠圆玉润的，等一下我们哥几个一定陪你好好乐一乐。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的确是与我们无冤无仇，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一道身影闪过，方才还把萧景年围作一团的那些匪徒，此刻已经齐刷刷倒在了地上，身上都中了暗器。男子嘴角轻扬，脸上的金色面具遮挡不住满脸的戾气，真的好险啊！若不是这面具男子相救，萧景年只怕是早就被那群人渣给欺负了。你是什么人？娘子这般寡情薄情，难不成就不记得我了？什么娘子？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种报上你的姓名。都说世间男儿皆薄幸，你们这些女子翻脸不认人起来，可真是狠心无情啊！不过我得走了。娘子莫怕，我还会来找你的。萧景年方才没有被那几名壮汉吓到，可是却被这莫名其妙跳出来的面具男子吓得不轻。司北眼带着一队精兵已然到了萧景年的身边，脸上的冰冷扩散开来。萧景年，你方才在与何人攀谈？谈你妹！难道瞎了你的狗眼吗？王爷，您可真会说笑。我现在身中迷药，差点被人挟持，你现在还有心思与我说笑吗？挟持？司北眼冷哼。哼，难道不是你与旁的男子偷偷会面吗？他刚才部署好了关于水月寺这一晚的安防工作，就听见门口守卫来报，王妃娘娘独自一人出了水月寺，朝着紫竹林走去。司北眼本来还担心他的安危，可是却听了大理寺少卿家的小姐说，看见他与一外男在攀谈。王爷，您是瞎了吗？我这样的像是在私会外男。王爷，那些人还没有走远。给本王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萧景年，本王若是抓到了那贼人，你就死定了。你瞎是不是？难道你看不到我中了迷药吗？现在看来，你不只是瞎，还耳聋。萧景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在这私会外男还有理了？你一口一个我私会外男，你是哪一只眼睛看见的？哪一只眼睛？萧景年，本王与你说过很多次，你既然身在王妃之位，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哼，你当真以为我稀罕这个王妃之位吗？你以为我是萧景瑜吗？司北眼，今天丑话我给你放在这儿。我萧景年虽然不是什么风姿约处、绝代佳人，可却不是任人践踏的草芥。你今日信了旁人的话，说我私会外男，今日之事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如若不忍，且别说你与我和离休弃了我，我也要休了你这个有眼无珠的家伙。萧景年艰难的起身，其实太气愤了，全然没有注意到脚下踩空了，身子一个趔趄，直接朝着后方跌了进去。小心！说时迟那时快，司北眼抓住已经浑身开始下坠的萧景年，两人一同朝着一个被干柴虚掩的溶洞跌去。洞壁很陡，司北眼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了萧景年，死死地搂住他，两人一同滚落到了洞底。萧景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吓了一跳，只觉得有一双有力的臂膀把他死死搂进怀里。一直到两人坠落洞底，萧景年竟然是以一种非常尴尬的姿势趴在司北眼的怀里，挣扎着起身，司北眼依旧冷着一张脸。你是不是受伤了？伤到哪儿了？黑暗之中，萧景年摸着一把就触碰到了司北眼的胸膛，他的身体紧绷得不像话，呼吸都局促了几分。你怎么了？方才两人争吵的气氛也因为忽然间落入这溶洞之中缓和了几分，彻底打开了司北眼脑海之中禁锢的画面。黑暗里，女人把小男孩推入木箱里。阿远，记着，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可以出来。母妃，言儿不要，母妃。记着母妃的话，你是皇室血脉，不管到了何时都要以大局为重。母妃不能庇护你了，日后要记得替母妃照顾好外祖母。外面的雨声夹杂着女人羞愤交加的哭喊声、辱骂声，还有那一群如同土匪一般的狂徒邪肆的笑声和污言秽语，在男孩的耳朵里响了彻夜。箱子里好黑呀，好像是有人用手扼住了他喉咙一般，他根本都没有办法喘气了。司北眼，别离我这么远行吗？我眼神不好，根本看不清你人在哪儿。看不清？为何还能这么准确地抓住我的手？萧景年，我叫你滚开！何必造这逞强？你明明怕黑，
而且还怕得要死。你不用觉得丢脸，这在医学上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才有病！那就当我有病吧。萧几年难得和软，他们二人落入这溶洞之中，若不是司北眼以身护着他，说不定他现在早就皮开肉绽了。虽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司北眼说话难听造成的，可是功过相抵，萧几年也不愿意跟一个心理脆弱的人计较什么。谁能想到堂堂战神王爷竟然怕黑，而且是吓得屁滚尿流的程度。萧几年心里想着，若是将来有一日司北眼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杀人灭口是极有可能的。司北眼，你别怕，我在呢。这句话真的好熟悉啊！司北眼一把握住了萧几年的手腕，这才惊奇地发现，自从他们大婚至现在数月有余，萧几年竟然清瘦了那么多。你方才说什么？我说让你别害怕，有我在呢。笑话，本王会怕？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萧几年暗自思忖，瞧你的声音，都抖成什么德行了，居然还敢在老娘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行，你天不怕地不怕，行了吧？是我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就算我好心没好报，行了吧？王爷，你能不能稍微松一下手？我想到了，我这还有个新奇的玩意儿，给你看看。新奇玩意儿？这是何物？这东西叫做求救信号灯，是以前在江南的时候外公家的哥哥给我做的。不知道怎么的，有那么一瞬间，司北眼竟然不想他们这么快被人找到。直至半个时辰以后，八宝率领着一队精兵来到了溶洞口，远远的就看见了一束奇怪的红光。众人循着这光，果然就找到了被干柴和虚掩着的溶洞。王爷、王妃娘娘，你们没有受伤吗？八宝的声音里都是担忧。萧几年手里握着求救信号灯，肩膀早已经被司北眼那憨货压得没了知觉。前半夜，小铃铛还能强撑着与萧几年聊天，可是到了后半夜，双眼就开始不停地打架了。黑暗中，一道身影轻轻推开了萧几年的房门，萧几年手里一根银针直接飞了出去。啊！金慧师傅，这大半夜的不睡，来我们王妃的厢房里做什么？大胆姑子，还不从实招来吗？王妃娘娘饶了金慧吧，日后凭你必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眼下不是没有你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你把实话说出来，本王妃不刁难你。王妃娘娘饶命！王妃娘娘饶命！这事都是少卿千金交派凭你做的，说是昨日你让夫人在众人跟前丢了丑。事情经过，王爷想必也一清二楚，怎么处理，全都听王爷的。说罢，萧几年起身和小铃铛离开了。陈青允谋害王妃这件事，既然已经调查清楚，那就交给大理寺吧。孰是孰非，本王相信大理寺会调查清楚，自然不会徇私舞弊。侧妃娘娘，您倒是帮忙说句话，青允真的是一时糊涂。为何那绍兴夫人抱着萧景瑜的腿不放？难道这件事与他有什么牵连吗？王爷，您等等且身。景瑜，你与绍兴夫人似乎熟识。我与少卿夫人也是昨日头一回见面，谈不上熟识。既然不是熟识，为何绍卿夫人要你救救她？这个妾身也不知晓，是谁在王爷跟前这般编排妾身？姐姐吗？她这是想要冤枉死妾身吗？难不成王爷就信了？萧景年什么都没说。静慧手里的那条珠子，是你我成婚之际王府上送去的，那是天然的东海蚌珠，数百年才能形成。当初只觉得那东西配得上你的好，所以便赠予了你。可是没有想到，陷害萧景年这件事情竟然与你有关。景瑜，你还是以前的你吗？说罢，司北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马车到了王府便停下来了。小姐，你这不明摆着放虎归山吗？还有那珠子，您都说了是二小姐的物件，为什么不趁机给她告上一状，看她以后还敢出来兴风作浪？你这丫头看问题未免太过于肤浅。至于萧景瑜，即便是那串珠子是她的，那又怎么样？她可以推出一个高婆子，自然能够再推出一个赵婆子，说不定还有紫嫣。那么多的人在她身边伺候着，拿捏着那些人的卖身契，管她是谁，害怕不听话，就算是我一口咬定的，那又怎么样？可是也不能这么放任她啊！二小姐可是千方百计的憋着劲儿想要害您呢。哼，就凭她，还嫩着点儿。萧几年又何必去讨那个无趣啊？有些事情点到为止便可。萧几年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善良，相府里还有一个萧锦瑟，是他不得不去考虑的。能够带着数十万的精兵铁骑驰骋沙场之人，绝对不是一个莽夫可以为之的。王妃娘娘，你可是回来了。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顾郎中没念过书吗？王爷恕罪，老朽不是那个意思。萧几年这女人什么时候把王府的后院收编的？那些婆子下人，就连平日里一副怪痞的顾郎中，都对她摇着尾巴，一脸讨好的模样。你随本王来书房。王爷还有何事？就在这说吧。萧几年，你是不是对本王处理事情的方式有意见？王爷想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想着怎么办，该如何解决，那都与我无关。那你与本王别扭什么？七年不知王爷这话从何说起？你不高兴了？王爷说笑了，七年没有不高兴，也不敢不高兴。您心疼妹妹，宽大处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七年没有别的奢求，只是希望能够过一些安生日子，希望王爷能体恤几年。萧几年转身离开。夜幕降临，一名锦衣卫来到了司北衍的书房。本王命令调查的事情可有眉目？这暗器是秀玉镖，来自于鸡冠子山上的匪徒。难不成昨日对萧几年下手的那些贼人，真的是鸡冠子山上的匪徒？当时只顾着萧几年的安危，根本没有想到那会是两拨人。王爷，那鸡冠子山上的匪徒平日里虽然也是打家劫舍，可是打的都是官绅相豪，全部都是劫富济贫的，平日里鲜少与官家打交道。您无论何时，匪便是匪。你去军营给本王调遣一些人，本王即日就要去鸡冠子山剿匪。是。锦衣卫领命离开。萧几年个性实在是要强啊。其实这些日子的相处，司北衍也看得出来，萧几年是一个性格坦率之人。昨日之事，换作是谁都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他已然给了司北衍面子，明明司北衍都已经主动示好，偏就这个女人不知死活，不知道见好就收，满身的怒意无处发泄。司北衍决定去剿匪，一来泄火，二来嘛，萧几年是他名正言顺的王妃，那些人都敢下手，那不是找死吗？第二日，王爷，妾身知道您生气，景玉已然调查清楚那件事，是赵妈妈。赵妈妈景玉已经打发出去了，王爷您别不理景玉，景玉知道错了。侧妃娘娘，您这是作何？崔嬷嬷，求求您帮着妾身美言几句，王爷生妾身的气了。王爷早就走了，去了军中。感情他在这儿唱了半天的独角戏。崔嬷嬷，王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哎呦，这个老奴也不好说，王爷去军中好多时候都是去几日才回来，有的时候时赏半个月的，说不准。萧锦玉一听心里更慌了，这司北衍明摆着就是躲着他呀。入秋以后，天色渐渐的凉了。萧几年沐浴过后，正对着镜子绞干头发。你是何人？娘子，这才几日的功夫，你就忘记我这个夫君了，真是薄情了。这位公子，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口出狂言也就罢了，没想到还是一个梁上君子。娘子牙尖嘴利，好生灵巧的一张嘴啊。不过这般薄情寡性，夫君就不高兴了。你我本是夫妻，这素不相识4个字，着实刺痛为夫的心呢。夫君这一次来，就是要救你出镇北王府这火窟，日后再也不叫你在这里受委屈了。放肆！大胆狂徒！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却这般口出狂言，别怪我没有警告于你，若是再出言不逊，我就拔了你的舌头。娘子为何对我这般凶巴巴的？该不会是看中了那冰山王爷的皮囊，见异思迁了吧？你到底是何人？萧几年看着越发靠近的男子，后退了几步。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还敢说是我的夫君？原来娘子是怪我以这般面目示人。你是何人？看样子娘子当真是忘记夫君了。夫君是土匪，难道娘子忘记了？是啊，若不是夫君半路耽搁来晚了，你也不至于被镇北王这个衣冠禽兽辣手摧花。这一次夫君来就是带你离开的。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听了声音并不只有一个人。看样子夫君今日来的不是时候啊，娘子早点歇下，我还会再来看你的。什么人？王妃娘娘，您睡下了吗？求王妃娘娘救王爷一命。王爷怎么了？司北衍连续3起天不见人影了。回禀王妃娘娘的话，前几日王爷带着我们一队精兵去了鸡冠子山剿匪，山寨虽然易守难攻，可是王爷却带着我等杀进了山寨里，可是却没有想到那山寨里的匪头子竟然在里面设下了重重埋伏。王妃娘娘，您快去救救王爷吧。萧几年一进军营，作为21世纪的医学硕士，萧几年也算是见过大场面，可是眼前血淋淋的场面的确是有一些骇人。司北衍的脸蛋红彤彤的，他的确伤得极重，而且已经出现了发烧的迹象。当身上血液全部清理干净，露出伤口的时候，萧几年有一些震惊。司北衍的胸膛上有一个黑洞洞的
周围的皮肉像是被火烧焦了一样，泛出了一个小坑，很明显这是枪伤啊。可是，在南越王朝这个历史上都不明确的朝代，枪的出现显得十分新奇诡异。医生检查过了，这手臂上的伤很厉害，只要取出里面的武器就可以了。可是胸口上这一处，如果不是偏离了这半分，恐怕就要危及生命了。王妃娘娘的意思是，王爷还有救？又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伤，你哭哭啼啼的跟个小媳妇似的做什么？顾郎中给萧景年打下手，耗费了1个时辰的功夫，终于将司北眼身体里的子弹全部取出来，足足4颗。这鸡冠子山里，难不成有人跟他一样来自于异世？等到给司北眼收拾好了一切，已经是后半夜了。萧景年给司北眼做完手术之后，十分的疲惫，伏在他身边的床榻之上，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头好晕，身上依旧疼着。司北眼身上的麻药劲儿一过，就立刻警觉地睁开了眼睛。这是他多年行军打仗养成的警戒心。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头发柔软的小脑袋。萧景年竟然伏在他身边睡着了。他的目光下移，看萧景年睡在那边，似乎极度不舒适，微微拧紧了眉头。挺阔的鼻梁，长而卷翘的睫毛，还有那一张微微轻抿的樱桃般水润的嘴唇，竟然让人有一种想要采撷的冲动。可是再往下看的时候，司北眼却怔住了，胸口处的白玉吊坠竟然从怀里跳脱出来。司北眼脑子里的记忆不断地翻飞着，与那一个惶恐不安的夜晚不谋而合。现在你已经脱离了危险，等天亮了我就回去，让锦瑜来照顾你。不必麻烦，是熬夜照顾人的苦差事，凭什么要老娘做？萧景年，你身上的那枚吊坠造型很是奇特，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王爷想买来送人吗？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枚吊坠天下绝无仅有，可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不吹牛会死，绝无仅有。我才没有吹牛，这是我过世的娘亲留给我的东西，你说是不是绝无仅有？如果真如他所言，这枚吊坠绝无仅有，萧景瑜为何会带着？难不成这些年我内心之中的生活和偏爱全都是错的？本王欠你一条命。别，我可担不起你的一条命。王爷平日里不找我的麻烦就是好的。萧景年低头，这家伙明明是伤了胳膊和胸口，为何眼下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说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也就罢了，就连看萧景年的眼神都变了，难不成是伤了脑子？那个，既然你已经醒了，那我就去找顾郎中照看着你，我去休息一下。今晚辛苦你了。萧景年吓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司北眼若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那必然是烧糊涂了。这般温柔的语气，平常那不都是给萧景瑜的吗？第二日天色刚亮，王妃娘娘，您醒了吗？王爷身子不舒坦，您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王爷怎么了？周四看见萧景年冲出营帐那一刻，黝黑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了一层红晕。都说镇北王妃嚣张跋扈，为了追求王爷，不惜毁了自己名节。可是眼前的女人明眸皓齿，说话虽然大胆，可是却举止乖巧，清纯干净的，像是邻家小女孩，哪里像外人传言那般。王爷到底怎么了？你可是说话呀！说罢，萧景年不等周四的回应，急匆匆地朝着司北眼的营帐跑去。嘿，这种女子配得上我们家王爷。萧景年一进帐篷，本王再说最后一次，带人去鸡冠子山，把那一日在紫竹林里挟持王妃的人活捉，其余的给本王一举剿灭。就这么点小事，还需要3令5申吗？本以为司北眼是因为与他怄气，才去鸡冠子山剿匪，结果因为逞一时之勇而受的伤，没想到却是因为他得知欺负他的人自称鸡冠子山上的土匪。可是王爷，属下率人去了鸡冠子山，那里面的匪徒早就逃窜一空，更别提那些欺负王妃的人。你方才说什么？是挟持王妃娘娘的人，挟持。王爷这才刚刚醒过来，就喊打喊杀的，早知道就应该再给你来一剂麻沸散，让你多睡一会儿。你先下去吧。是，王妃娘娘。顾郎中走了，你就开始刁难手底下的人吗？别胡说八道，本王做事向来善始善终。王爷不用那么紧张，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萧景年，不要太自以为是。上一次你只是踩了狗屎运，你真的以为那些土匪要是狠起来，你一个弱女子能够抵挡得了？王爷什么时候对我的安危如此感兴趣了？你以为本王是在关心你？你若是被那些歹人欺负，我镇北王府的颜面何存？原来是我会错意了，王爷果然还是那个冷面无情的王爷。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那我就先回王府，免得你新家家知道了又打翻醋坛子。
萧几年，谁跟你说本王没事的？眼下本王觉得胸闷，呼吸不顺畅，顾郎中根本没有这种伤势的治疗经验，你难道真的是想要看着本王死吗？王爷的伤势基本已经稳定了，王府里还有许多事儿需要等我回去处理。明日就是宫中1年1度的七夕宴，王爷这情况想必是没法参加了。我若是也不去，岂不是会被人耻笑？王府里，萧锦瑜听说了萧几年半夜离开了王府，心里好生欢喜。不管怎样，这也算是抓住了他一个把柄。及至日上3竿，萧几年都还没有回王府。还有上一次送萧几年回王府那辆马车，若是那闲话在街面上传开了，萧几年必然会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紫嫣帮着萧锦瑜梳头，自从赵婆子被发落了以后，她的地位直线上升，不仅成了萧锦瑜身边的大丫鬟，就连水兰阁里的一切巨细也都由她负责着。夫人，您吩咐奴婢的事已经做好了，那些个婆子到处长舌，说三道四的功夫可都是一流的。不出几日，大小姐私会外男，半夜逃出王府的事便会人尽皆知。做得不错，到底是年轻的，梳出来的发髻，做出来的妆容都显得精神百倍。夫人喜欢，那便是奴婢最大的福分。这发髻妆容可都是盛京时下最流行的。奴婢听闻坊间新开了一家胭脂水粉店，叫做玉簪坊，这发髻便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俨然成为了街中一景。玉簪坊？是，听闻那玉簪坊的管事可是原来暗门子里最有名气的花魁，后来在霓裳坊的宝妈设计陷害，混不下去了，索性就金盆洗手，在那霓裳坊的隔壁开了这家胭脂水粉铺。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竟然成了引盛京风潮的宠儿。只要是玉簪坊的发髻，必然大火，就连妆容亦是如此。奴婢也是偶然间听小姐妹们说的，便特意去那玉簪坊学了这发髻梳法。你倒是有心了，能够伺候夫人是紫嫣毕生的福气。萧锦瑜笑着道：本夫人知道你的忠心，只是眼下那小几年竟然趁着王爷不在夜不归宿，既然你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本夫人就不需要再操心这些。夫人，今日街面上的江南绸缎庄的老板来给您送礼服，明日就是宫中的七夕宴，婚眷千金齐聚一堂，您可一定要好好装扮一番，到时候好叫众人惊艳。萧锦瑜颇为满意。与周四道别，萧几年没有回王府，而是直接去了玉簪坊，顺便看一看玉簪坊的经营状况如何。拜见王妃娘娘，不知今日王妃娘娘前来是要脂粉还是口脂？玉簪坊新来了一种口脂，颜色润泽，您要特地给王妃娘娘留着。你就是玉簪坊的老板？姑娘有何指教？你说的那个口脂，为何不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卖？这王妃娘娘这把寒碜，哪里需要那么好的东西？原来是陈小姐，什么时候从大理寺走出来的？姑娘此言差矣，自古有云，宝刀配英雄，王妃娘娘天生丽质，国色天香，自然配得上好的。这上好的口脂，本小姐是要定了。陈小姐息怒，这口脂是王妃娘娘早就定下了的，这样恐怕不太好吧？老板娘实在是太年轻了，不会做生意。这好的物件向来都是价高者得，你那口脂多少钱？本小姐出双倍的价格，800两纹银。800两？老板娘可真是狮子大开口，你的口脂是金子做的吗？金子倒不是，这制作口脂的方子可是按照北湖的秘方做的，用的是虫子身上纯天然的色素做成的，比一般的口脂色泽都要好，而且艳丽持久。既然陈小姐对这口脂心存质疑，只能说明您不适合用。老板娘，我家小姐都说了，出双倍的价格买这口脂。既然如此，那本王妃出3倍的价格。明日就是宫中的七夕宴，本王妃就靠着这一支口脂惊艳众人。1万两纹银。可见陈小姐是真的喜爱这口脂，竟然肯一掷千金。既然如此，那本王妃也不夺人所好，也不让明耀姑娘为难了，这口脂就让给陈小姐了。陈小姐，您看这银两您是现在付了，还是让小官人随您去府上取？让小官随着本小姐去府上取银票吧。玉簪坊被陈千允这个购物小达人洗劫一空，只好早早上了门板。王妃娘娘，您可真是太厉害了，那也得亏了你会配合呀。明耀，你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演戏小天才。喜滋滋地离开了玉簪坊。夜幕时分，萧几年走在街上，感觉夕阳无限好。娘亲，月娃，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可不是你的娘亲。娘亲不要我了吗？你别哭啊！娘亲不喜欢端端了，爹爹都生病了，病得要死，娘亲就真的不肯回去看见爹爹最后一面吗？别哭了，既然你说你爹爹病了，那我随你去看一看，可好？娘亲，你说的是真的吗？太好了！拉着萧几年的手，朝着另外一条偏僻的街走去。你家到底在哪儿？你爹爹唤作什么名字？说罢，小女孩一回身，竟然像一条滑不溜秋的泥鳅，转身就闪入了另一条小巷。萧几年这才回过味儿来，他被人算计了。是你？你到底是何人？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难道见不得人吗？原来娘子想要见夫君的真面目，
这有何难？之前他一直以为司北衍这种人就是凭借着那一张俊逸的脸庞而魅惑众生，可是眼前的男人却有一种阴柔的美。娘子为何这般看着夫君？难道当真不记得我了？这位公子此言差矣，几年自其夕那日就与镇北王殿下婚约，从未婚配过人家，公子是否认错了人？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鸡冠子山大当家叶君堂。叶公子只怕是认错人了吧？几年真的不认识什么鸡冠子山？以前不认识，日后不就认识了吗？况且在我心中早已经认定了娘子，镇北王根本就配不上你。就这种男人，你何必稀罕的跟什么似的？叶公子青睐，几年受之有愧。我既以为人父，便会遵守夫纲妇常。以我这样私底下见面，与规矩不合，人言可畏，还请叶公子放尊重一些。无妨，只要我喜欢，旁人随意说什么。这男人上下都是一种草药香，想必是有什么隐疾。好一个司北衍，简直就是活阎王！搅了我的鸡冠子山也就罢了，竟然还如此穷追猛打。糟糕！萧几年，这男子是何人？司北衍，我与这男子素不相识，你千万别误会。娘子别怕，日后夫君再也不让这贼人欺负你。萧几年，给本王解释清楚，这个野男人到底是谁？王爷，你听我解释，这男人根本不是什么野男人，我不认识他。娘子莫怕，我说过的，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这个贱男也休想！卖妈批！萧几年招谁惹谁了？眼前的叶君堂似乎是故意激怒司北衍一般，司北衍的火气蹭蹭的直接往上窜，紧接着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司北衍的功夫都是实打实的，二人你来我往的招式都不分伯仲。萧几年有点焦心，毕竟司北衍身上还带着伤，这么剧烈的打斗很显然对他不利的。司北衍，你相信我，我真的跟这个男人没有关系，别打了。娘子，你不关心我，我可是你的亲啊。司北衍，别打了，我真的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恃强凌弱。司北衍，你身上有伤，你我二人改日再战。娘子，你在这贼人身边莫怕，夫君会带你走的。萧几年此刻内心之中只想咆哮：叶君堂，你大爷的！眼下能滚多远就给我滚多远！司北衍，你没事吧？萧几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你给本王说清楚。这么急着从军中回来，就是为了与这个男人见面，是吗？司北衍，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冷静一点。他真的快要被他捏断了脖子了。他真的快要被他捏断了脖子了。王爷，手下留情！司北衍这才缓缓地回过神来，很快就像是一堵墙一般，倚靠在了萧几年的颈窝处。司北衍被带回了王府里，整个王府都乱了。萧锦瑜哭哭啼啼，一直在门口闹着。萧几年手里拿着剪刀，手起刀落，剪开了他身上的衣袍和纱布，露出已然绽开的伤口。果然是伤口崩裂了。萧几年蹙眉，门外的萧锦瑜依旧哭得厉害，任凭崔嬷嬷怎么劝都不肯回去。王爷，您若是有个三长两短，锦瑜该怎么办？王爷，王爷！萧几年被萧锦瑜哭丧的一个头两个头，直接一脚踹开了房门，扬起手来就是狠狠的一耳光，不偏不倚，直接打在了萧锦瑜脸上。王爷还没死呢，你在这嚎丧什么？萧几年，你凭什么打我？王爷怎么受的伤？为何你与王爷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王爷才伤成这样的？是，就是因为我。萧锦瑜，不要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你若是再继续在这哭丧，那下一个浑身是伤躺在床榻上的人就是你。在我没有对你下手之前，闭上你的臭嘴，滚回你的水兰阁！萧几年凶得像是泼妇，原本好看的月牙眼也瞪得滚圆。崔嬷嬷见状，急忙上前道：王妃娘娘说的是，侧妃娘娘还是先回去歇着，咱们在这儿都帮不上什么忙，有王妃娘娘和顾郎中照看着，王爷不会有事儿的。萧锦瑜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看见萧几年那一副悍妇的模样，也确实被吓得不轻，绢帕一挥，放着狠话：萧几年，王爷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便去宫中告御状，让你给王爷陪葬。萧几年冷哼，一脸鄙夷道：南越王朝盛行殉葬，若是王爷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凭我姐妹二人谁都跑不了。妹妹不用急着表忠心，肯定少不了你。萧几年说完，再度回到了房间里，砰的一声甩上了房门，动作一气呵成，又飒又美。周四心想，这样的女人咋配得上我们家尊贵而又骁勇善战的战神王爷？萧几年看着司北衍苍白的脸色，心中浮腾出来几分愧疚。莫非别丢下阿爷？萧几年知道
司北衍是皇后养的孩子，并非是皇后所出。他的母亲是国公府上的千金，能歌善舞，却也承袭国公府上骁勇善战的优良基因。那一年，南越与北胡一场恶战，持续3-5年之久。司北衍出生于沙场，一路上跟着奔波行走。后来，司北衍的母妃没了。日后的司北衍似乎验证了人们的话，他出生在战场上，就是天生带兵打仗的料。南越与北胡近10几年的明争暗斗，恶战交加，结束于司北衍16岁那一年。至今，整个南越王朝的兵权全部都掌握在这一个天之骄子身上。可就是这么一个铁打的人，却极度恐惧黑暗，甚至是只有在大病昏迷的情况下，才会诉说出自己的心声。一直到了天色微微亮，司北衍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王爷，你醒了。哼，萧景年，昨夜与你厮混的那男子到底是谁？王爷当真想知道昨夜与我见面的男子是谁吗？说你不说，本王也会调查清楚。本王说过，你若是做出了什么失格的事儿，本王就扭断你的脖子。真是一个暴力狂，王爷还真是吓死人了。那男子名唤叶君堂，是鸡冠子山的大当家。鸡冠子山？您身上的伤不一定是鸡冠子山的人造成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能耐。如果叶君堂真的有暗器伤了你，今日见着您身上的伤口崩裂，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您说是不是？至于叶君堂为何来找臣妾，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身怀隐疾。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很浓郁的药味。司北衍回头，却不经意瞥见萧景年脖子上一圈淤痕，那是他昨夜弄的。他差点情绪激动，扭断了这个女人的脖子。你这还疼吗？差点被你扭断脖子，幸好送命的。萧景年，本王不会相信你的说辞。你与那叶君堂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本王会自己调查清楚。在那之前，倘若你二人再纠缠不清，本王的后院双叶正红，你就去做肥料。妈蛋，这男人和气很多。不好了，王妃娘娘，何事？宫中的福公公来了，传了皇后娘娘的口谕，说是让您进宫一趟。侧妃娘娘一大早就入宫了，许是为了您昨日那记耳光。本来晚上会有七夕宴，看样子计划赶不上变化。那王爷好生休养着，我先去见皇后娘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八宝迟疑了片刻，还是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地跟司北衍说了一遍。皇公主，儿媳拜见母后，恭祝母后长乐无极，千岁千千岁。哼，你若是想让本宫长命百岁，就应该少惹出一些事端来。今年惶恐，不知母后这话从何说起？阿衍是不是受伤了？是，王爷的确是受伤了。大胆！萧景年，本宫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阿衍是咱们南越王朝最优秀的皇子，配了你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也就罢了。你不在后院里好好的相夫教子，反而多出去抛头露脸，你把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今年不敢，不知母后何出此言。整个圣经大街小巷都是你的传言，镇北王王妃私会外男，就连阿衍都是因为你受的伤。你当真以为太后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甄嬷嬷，取本宫的玉竹手板来，本宫今日要亲自教训镇北王妃。方若姑姑竟然进了大殿。萧景年看着方若姑姑不苟言笑的模样，瞬间看到了被解救的希望。皇后娘娘吉祥，王妃娘娘万安。方若姑姑不必客气。太后听闻王妃进了宫中，就打发奴才过来。这几日太后旧疾发作，宫中的太医都束手无策，想着让王妃娘娘过去给诊脉。你个小混蛋，哀家问你，阿衍是怎么受的伤？这事都怪臣妾，臣妾知罪，还请皇祖母责罚。阿衍到底是为何受的伤？给哀家实话说清楚，一个字都不准欺瞒。王爷的确是因为几年才受的伤。萧景年把那一日在水月寺发生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只是略过了叶君堂那一部分。罢了，你们二人之间的事，哀家也实在是懒得管了。看着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好，怎么看都不像是不舒服的模样。萧景年也想到了，他是专程叫方若姑姑来给他解围的。这太后怎么也不问问司北衍的伤势？出宫去吧，在阿衍痊愈之前，你最好谨言慎行，不要离开王府。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王妃娘娘。陈京云眼睛里都是明晃晃的嫉妒，他浑身都是酸溜溜的味道。昨日那1万两的银票花的陈青云是相当肉疼，就连一向都疼爱他的爹爹都大声训斥的他败家精。王妃娘娘怎么就走了？还是穿得太过于寒酸，就被侍卫直接拒之门外了？陈小姐倒是穿得金碧辉煌的，快赶上宫中的镶了金边的宫统了。你，王妃娘娘这般尖酸刻薄，就算是王爷也必然会厌恶吧？自古以来，女子3从4德，
王妃娘娘说话就这般得形有失，真不知道王爷是怎么忍受你的。那是本王的事，就不劳林小姐费心了。甄青允看见司北衍，脸上露出一抹尴尬，可是小女儿的娇羞却也尽显。这司北衍可是南越王朝闺阁女子之中朝思暮想的如意郎君呢。青云只是关怀王爷，还请王爷别介怀。本王已经介怀，本王的王妃还不需要旁人指指点点。语气霸道交金，萧景琰有一瞬间惊骇住了。该不会司北衍还发着烧吧？要不然怎能说出这种胡话？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本王还有必要提醒一下，甄小姐，水月寺的事情，虽然大理寺已经给本王的说法，可是皇后娘娘还未知晓，还请宫宴时候，陈小姐谨言慎行。你没事吧？你看本王像是有事的模样。司北衍脸色略显苍白，可是寻常人看不出他气色有恙。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为什么还要出来？皇后娘娘刁难你了，用这种含情脉脉的目光望着本王，难不成是爱上本王了？王爷这是与我开玩笑吗？司北衍心里不一直都是把萧景瑜当作白月光吗？眼下这是出了什么风啊？这男人自从受伤以后就变得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大概是身体虚弱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阵脆弱，就会有一些反复无常的表现。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王爷，你不在府上好生休养着，在这里做什么？难道是害怕我摆不平皇后，怕我受了委屈？相府差人来说是景色病了，让你回去看看。萧景琰顿时焦灼起来，一颗心也紧跟着悬到了嗓子眼。马车在相府门口停了下来，萧景琰急匆匆地入了相府，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司北衍竟然也下了马车。萧景琰来到了彩云居，站在门口的几个丫头正在闲聊，嘴里还嗑着瓜子儿。梧桐，我要喝水。大少爷还是忍一忍吧，喝多了水还要方便。你现在下床不方便，处处都要忍，奴婢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梧桐姐姐，咱们这样不好吧？这大少爷现在有伤在身，若是被相爷知道了，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你这丫头就是胆子小，眼下大小姐都已经嫁去了王府，就算是大少爷要告状，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咱们后院可是夫人在当家，你自己要站好队形，别到时候得罪了夫人，惨的就只有自己。梧桐，给我拿一口水喝，就一口。你鬼喊叫些什么？最好安分一点，若不然今日的午膳就别想吃了。萧景琰撩开了裙摆，直接上前对着梧桐的身上狠狠就是一脚，直接将她踹翻在地。哎呦，是哪个瞎了眼的，居然敢踹本姑娘！萧锦瑟的屁股似乎是被人打得开了花，看着伤口已经有一些时日了，似乎因为处理不当，怎么也无法愈合。别怕了，以后有长姐在，谁都不敢欺负你。你好生休息一下，长姐去就来。大小姐，这件事真的怨不得奴婢。不用急着表忠心，少爷的屋子里实在是邋遢的厉害，尤其是那公桶。你若是当真对少爷忠心，就双手举着公桶一个时辰。九官儿拜见王妃娘娘。是你去王府的？是。你若再不来救救大少爷，他恐怕就没命了。九官，好样的！大厅里，若不是姐姐拦着，景瑜早就在王爷跟前伺候了。王爷，你若是真的担心本王，怎的还有功夫一早就去宫中给母后请安？听闻府上大公子病了，本王于几年特地回来看望。王爷不必担心锦瑟弟弟，母亲平日对待弟弟可是关怀备至。倒是姐姐不是与王爷一同来的吗？几年着急去见锦瑟，先过去了。父亲难道不知道吗？锦瑟弟弟一病，已经2月有余。进了那屋子当中，倒是恶臭扑鼻，屎尿满地。你到底在发什么癔症？每天这样疯疯癫癫的，在王爷面前如此失态，教养都被搞吃了吗？教养？女儿还真不知道，父亲对于女儿还有教养之恩。锦瑟今年才9岁，父亲就这般对待她。父亲，你对得起为了你早早就枉死的母亲吗？岂是承袭了原主的情感，眼泪竟然不争气地落下来。司北衍这是认识萧景琰以来第一次见他落泪，胸口之中涌动着一种异样的情绪。混账！也以为当着王爷，为父就不敢教训你？今日看我不为王爷清理门户！说真是清理门户，也用不着相爷得手。还请王爷见谅，老夫失态了。相爷客气了。王妃说景瑟病得厉害，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相爷一去便可知晓。众人跟着萧景琰一路来到了彩云居，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臭味，敦实的脸色惨白。儿啊！来人，把这院子里的贱婢给老夫拖出去，乱棍打死！
相爷饶命！父亲难道就不想知道锦瑟弟弟为什么会这般？锦瑟弟弟的伤一直没有愈合，是因为有人在他的伤口之上用了红花和蛇霜子，这也是锦瑟弟弟迟迟不能伤口痊愈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知道的？你这黄毛丫头，哪里懂什么医术？平日里只不过是读了几本医书，就学人当赤脚郎中。哼，萧相爷，这本是你的家务事，本王不便参与。可锦年是本王的妻，而锦瑟又是锦年的弟弟，这件事还是解决清楚比较好。如若不然，主子不像主子，下人不像下人，别人就没了规矩。司杯眼这样子，不像想要帮我息事宁人的样子。他到底是要做什么？该不会是偏袒萧锦年那个女人吧？九官，你来，把你看见的事儿与父亲说一遍。是，小的看见梧桐姐姐是在崔婆子手里拿的药，说是给大少爷精心准备的。孙氏可是个精明的主儿，只看了一眼崔婆子。相爷饶命！大胆崔婆子，你为何要陷害大少爷？那萧景色为人张狂顽劣，崔婆子的孙子是陪着景城少爷读书的伴读，可是却因为景色少爷摔断了腿，老奴气不过，所以才做了这般糊涂事儿。来人，这个心狠手辣的婆子，给我拖出去杖毙！这场景似乎有点熟悉。当初萧锦年刚入王府，萧锦年被萧锦瑜处处刁难，某人好像也是这般含糊处理的。现在看来，这人还真的是猪油蒙心，病得不轻。这件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吧。夜幕阑珊，萧锦年处理好了萧锦瑟的一切巨细，凭借记忆回到了未出嫁之前住的中翠居。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情景害住。司杯眼在这相府之中，可算得上是贵客了吧？该不会萧相爷连一间客房都没有给他安排吧？失礼，简直是太失礼了。你回来了。王爷怎么在？难道相府没有给你安排客房？相府里的床睡着都不舒服，也就这张勉强可以。说罢，司杯眼对着萧锦年勾了勾手指。萧锦年一怔，看向床榻上的美男出行图。这货也太他妈好看了吧！绝对实力碾压现代那些顶级流量小鲜肉。怎么？莫不是怕本王吃了你？怎么着？像王爷这么有品位的人，怎么能瞧得上我这种人？就算是要吃，也是喜欢妹妹那种细皮嫩肉的。本王的口味，本王比你清楚。最近这家伙难道是内分泌失调了吗？总是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今日之事，王爷对我几年的恩情，几年铭记于心。若是日后王爷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定然。萧锦年，你最好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食言才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股熟悉的气息混合着带着凉意的秋风袭来。娘子莫怕，是我。叶公子这般神出鬼没，是想要吓死人吗？娘子一口一个公子的喊着，就这么与我生分吗？萧锦年还没开口，却只觉得双脚离了地，本能的伸出手，死死抓住了突然间近身带着他一跃上了房顶的叶君堂。萧锦年还没反应过来，叶君堂竟然直接伸手封了他的穴道。再一次踮脚起身，一道黑影在圣清的房檐上飞闪，萧锦年的心脏砰砰乱跳。叶君堂带着萧锦年几次飞跃穿梭于房顶，又快步朝着城外的荒郊树林飞身掠过。萧锦年不能动弹，不能呼救，一直到了几十里开外的一处破庙，叶君堂这才将萧锦年放下来。叶君堂，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到底要作何？娘子何必对我这般敌意？我若是真想杀你，何必大费周章的把你带到这儿？你不敢杀我，因为你有求于我。娘子真是聪明的像只小狐狸，怪不得镇北王那厮对你如此痴迷。你根本不是鸡冠子山的人，对不对？说吧，你到底是何人？不如你我二人躺下来，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叶君堂，你若是再这么吊儿郎当，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帮你治病。这么不经过？你到底说不说？说，娘子既问了做夫君的，哪有不说之理？夫君我是傲天阁的少阁主。娘子说的是，夫君的确是有病在身。听说南越王朝的镇北王娶了云家的外孙女儿，相公一猜便是，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嘎哒哒的马蹄声震破山河。亏得他还是南越王朝的镇北王，我瞧着就是一只吸血蚂蟥，哪里有血味就往哪钻。萧锦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来了这破庙，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司本眼就带着人追了过来。娘子，今日你我匆匆一别，你忍忍，夫君会再来看你的。直到一道冰凉的唇贴在了他粉嫩的脸颊上。我是谁？我在哪？他在干什么？而叶君堂亲萧锦年的画面，分毫不差地落入了司北眼的视线。紧接着，
叶君堂修长的手指快速在萧景年的穴位上点了几下。娘子，不觉还不再来看你的？司北眼纵身就要追出去，可是却被萧景年一把拉住。若是这一次司北眼的伤口再崩开，萧景年就算是华佗在世，也不一定能够救得了他小命。别追了，别追了，萧景年，你是故意跟着叶君躺出来的，你是故意让他亲你的。不是。萧景年只觉得自己脖子有一些凉飕飕的。妈妈呀！萧景年以为自己就这么完了，可是却没有想到，司北眼这个心里阴暗的家伙，竟然用他铁条一般的手掌，用力的在萧景年脸颊上蹭着，仿佛上面有什么脏东西一样。你这是要谋害我吗？铁骑护卫们自行脑补，臣妾是受害者。受害者？本王瞧着你倒是很享受。萧景年，看样子本王对你太过于放纵，以至于你现在根本就无法无天。司北眼大掌一挥，早知道老娘就不拼命的减肥了，让你单手救美人，老娘活活的累死你！王爷，你能不能稍微的冷静一下？本王很冷静。萧景年，你死定了！司北爷，你的神经病，老娘的肋骨都要断了！下！司北爷，你这个粗俗狭隘的混蛋，要不然你今日就弄死我，否则我必要你好看！王爷，无头好运，臣妾，王爷，臣妾知道错了。妈蛋，这是人能干的事吗？是人就干不出这种事儿啊！现在本王给你机会解释，你与那叶君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毫无瓜葛。他为何落单？治病。那他为何坏你娘子？他吃了傻了，癔症了。为何他亲吻你，你连拒绝都不拒绝？为何不反抗？你不是有暗器吗？我倒是想反抗，难道王爷没有瞧见我被那疯子点了穴？司北眼微微眯起眸子，这才想到刚才他去破庙的时候，叶君堂在萧景年的穴位上点了2下。司北眼会武功，这也可以看出来萧景年没撒谎。今日之事便是教训，你既已是本王的王妃，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是本王的人，死是本王的死人。城门口，八宝和一队亲兵在等候，远远的就看见萧景年和司北眼。八宝看着萧景年被王爷全胳膊全腿的带回了，一颗悬着的心可算是落地。王妃娘娘，你没事。话音刚落，八宝就注意到了萧景年的脸蛋红彤彤的。王妃娘娘，您的脸是不是那歹徒欺负您了？王爷，八宝就说与您一起去解救王妃娘娘，您非要让我守着城门。眼下王妃娘娘这脸蛋子肿得跟包子似的，若是这提前式的脸破了相，日后怎么了得？破了相也就踏实了些，省得他到处招蜂引蝶，搅得府里上上下下不得安生。主要一想到那个登徒子亲了他，司北远呕到全身气血逆流，他娘子他都没下嘴，就被那叶君堂占了便宜，这口恶气实在是难发泄。王妃娘娘，您没事就好。您不知道您被人掳走了，王爷可是急坏了，顾不上身上还有伤，就马不停蹄的调派人手去追捕，生怕您遇见什么不测。回到了相府，萧景年默不作声，既不准备与司北眼解释什么，也没有打算理会他。司北眼的眼光微微一睁，看向萧景年的时候多了几分揣测。难道他与那叶君堂之间真的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萧景年，本王要沐浴。王爷稍等，我去找八宝来。你的伤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不然容易感染。为了去救你，八宝和那2队铁骑护卫都累得不行。这种小事，难不成你还要去叨扰旁人？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无上尊贵的玉皇大帝了，提出来的要求越发刁钻，尖酸刻薄了。王爷的意思，臣妾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好啊，司北眼，既然你百般刁难，就别怪我不仁义。这个蠢钝如猪的女人，宁愿被他刁难，也不愿意对他说句软话。他只是想听萧景年亲口说一句，他与叶君堂没有任何瓜葛，王爷你别误会。下人把温热的水一桶又一桶运进了钟粹居，可是却始终没有见到萧景年的人。他又要搞什么花样？回过头来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冷得不像话。王爷，您还没休息？你怎么来了？紫嫣路过小厨房，见萧景年去找婆子要热水，说是镇北王要沐浴。萧景年吩咐完，就直接去了彩云居。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景瑜睡不着，想过来陪陪王爷。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王爷，景瑜不知道是怎么惹得您不高兴，您最近对妾身很冷淡。你当真想知道？是。本王最不喜欢的就是搬弄是非的女人。
一旦心里真的有本王，就应该知道本王的计划。你去宫中找母后告状这件事，当真以为本王不知道？锦玉知道错了，王爷，之后我再也不敢这般行事放肆了。锦玉也是被姐姐气昏了头，完全不计后果了。今日之事，本王只是小以警告。我镇北王府的事儿，还轮不到旁人干预。妾身谨记王爷教诲，之后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锦瑜，本王有一事想询问于你，你最好稍作斟酌再回答。王爷尽管问，妾身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说从小就仰慕本王，可是真的？锦瑜对您发誓，我从小就爱慕王爷，尤其是那一夜，与王爷在地窖之中，若不是得了王爷的照拂，锦瑜也许都活不到现在。心中的想法得到了肯定，司北眼忽然间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的铁憨憨。怕黑是他难以启齿的伤痛，那以前身子蠢胖的小几年对他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儿，他悔不当初。他不但认错了人，而且把一腔真情错付。现在的小几年再看司北眼，早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崇拜和热情。你出去吧。那一夜，萧几年一夜好眠，相府的后院却有人睡不着了。母亲，女儿到底该怎么办？萧几年这个贱人，不知道与王爷说了些什么。萧景色的事儿，得亏你父亲没有仔细追究，要不然母亲也难脱干系。这个小贱蹄子，真没有想到竟然如此命大，从小到大喂着的毒都没有把他毒死。王爷现在对我百般厌恶，承宠这事儿，女儿怕是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就自己创造机会，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自己争取。大少爷，奴婢帮您擦洗一下吧。我来吧。大小姐，还是赶快回钟粹居吧。怎么了？王爷，该不会那家伙的伤口又出了什么问题吧？昨夜只想着与司北眼赌气，全然忘记他身上的伤是因为自己才崩开的。钟粹居，该死的女人，我只不过是说了沐浴更衣而已，也没有说让萧景年你伺候着，你至于像是见了鬼一般的就逃窜了吗？王爷，你的伤，你还知道本王身上有伤？萧景年，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夫君？我勒个去！这家伙该不会是中邪了吧？王爷您没事吧？莫不是脑子烧坏了？司北眼，你做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看得人心里直发毛。景色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总在相府这么住着也不是办法。今日你我就回王府，不日安排好了府邸，景色就能住进去了。王爷没有必要这般，景色是我弟弟，我自然会看着安排。哦，你现在若是独自一人把萧景色带走，难道就不怕外人说你这个长姐挑唆相府长子脱离相府？如此这般，休想按照你的意思，这人情。你先劝着本王，等将来有一日，本王会连本带息一并讨回。许久不见呐，君行。哈哈，楚将军孟小姐也在。这傅君行说来乃是家世显赫，他乃是尚书府上的公子。那一年平定北湖的战役，傅君行不愿坐守圣经，便与司北眼一同去了战场。那一战成就了他二人。后来万千大军班师回朝，司北眼依旧坐守军中，傅君行便入了刑部。这位是镇北王王妃，近日府上的丫鬟婆子准备了一些吃食，我与老太君王妃一同去郊外施粥，想要接济一下这些食不果腹的难民。原来是王妃娘娘，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却也不是传闻那般肥肉横生，浑身油腻。王妃娘娘说话还真是风趣。君行，你今日怎的有空在城门？难道是公务在身？楚将军说的是，最近城中接二连三的出事，一大清早，君行就与手底下的人来这城门处排查。傅公子，这城中出了何事，要这般大肆检查？这件事，圣经只怕早已人心惶惶了。圣经出事，为何我一无所知？难道是因为最近太忙了，足不出户的原因？是这样的，这几日街面上接二连三的发生命案，已经有4、5家人报了命案，死者都是14、15岁的妙龄少女，皆是死于被人挖了心脏。那些姑娘被人发现的时候，全都瞳孔扩散，目眦欲裂，就像是生前被什么东西惊吓似的。真的会有如此凶残之人，竟然挖了那妙龄少女的心脏？所以这几日军情都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一直都守着城门排查。都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殿前每名都是豆蔻少女，眼下整个圣经，家中百姓只要有这般年纪的女孩子，都人心惶惶。不知傅公子能否带几年去看一眼那些女孩们的尸体？只知王妃精通悬壶之术，难不成连仵作那些工作也都会？略懂一二。既然如此，那就有劳王妃娘娘与君行一同走一遭，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傅公子真的确定这几桩人命案是同一凶手所为？老吴的经验不会错的，他是整个刑部最有经验的仵作。不然为何那其他的几具尸体伤口都是这般整齐，唯独这一具不一样？从手法上来说，绝对不会是同一人作案。那依王妃娘娘的意思，虽然我不知道这掏心狂魔到底是出于什么作案动机，但是还有一点问题，那便是这凶手不是心理有问题，便是生理上有缺陷。真不知道这些问题，王妃娘娘都是怎么看出来的？难道你没发觉这几个小姑娘都很美吗？这又是什么鬼理论？就因为死者都很美，所以就断定凶手有心理缺陷？那具尸体临死之前被人轻薄过，而其他的都没有，难道这还不能够说明凶手又不是同一人？王妃娘娘是怎能看出这尸体被人轻薄了？从空间里取出棉签，沾了一些残留物。不信你看。王妃娘娘英明神武，小人佩服。耳边响起一道绵软的声音：“表嫂来啦。”司北眼的眸子依旧是清冷，尤其是看着萧纪年竟然与傅君行有说有笑。难道不知道男女之间要避嫌了吗？这些日子，司北眼一直忙着安顿通州不断涌过来的灾民，一直还没有回过府上。几日未见，这女人反而越发的光鲜动人。卑职拜见王爷。何必如此客气？近日实在是唐突，偶然遇见了太君与王妃娘娘出城，恰好手上有棘手的案子。既然今日表嫂帮了傅公子的忙，眼下就由傅公子帮着舒儿去赈济那些灾民，可好？傅某正有此意。我也与你们一同。你跟着我们做什么？方才表哥说有事要找你呢，是吧，表哥？孟叔对着司北眼拼命地眨巴着眼睛。你那眼睛不舒服，要不然给你找个郎中瞧一瞧。可见这日后表哥追妻路漫漫呐。自从回了王府以后，二人这是第一次见面。王爷，你先说。本王记得你说过，既然你身在王妃之位，就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你与傅君行认识，只不过盏茶时间，有必要这么热心的去帮忙吗？王爷这话从何说起？舅母说你与傅公子交好，我与他这般，说来说去不还是给了王爷的面子？你怎的却因此责怪于我？未免太过于吹毛求疵了吧？按你这么一说，本王还要感谢你。就算是没有感谢，也不必是责难吧？几日未见，明明在某个夜里，他脑海里会跳出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可是及至二人见面，萧纪年又是这般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态度，实在是让人恼火。王爷，王妃娘娘，你也来了。今日跟着外祖母出来的。找本王何事？周统领那边又有大批的难民涌入，由于人数众多，还请王爷您过去瞧一眼。老伯，你是哪里不舒服？娘子，叶君堂，你干什么跑来这里？难道不怕死吗？娘子这般关切，夫君实在是感动。可是夫君实在是想念娘子。你到底是日日思念我，还是想害死我？哎，娘子放心，夫君不会害你的，大不了会与那镇北王鱼死网破。萧纪年摸过叶君堂的脉搏，然后又启动了空间里的 X 光检测系统，给叶君堂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原来叶君堂的病灶在这儿，怪不得。老伯，你这咳嗽不碍事的，等一下我帮你写一副方子，抓了药，拿服用几日便好了。姑娘，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娘子这就走了？不然呢？你若是真的想害死我，到时候你的病只怕是打阎罗王都没有办法。娘子果然是懂夫君。既然如此，3日后5时月来居见。王府，人之初，性本善。萧纪年站在月亮门外，远远的就看见已经恢复的差不多的少年。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萧锦瑟卡壳了。昔孟母择邻处。张姐夫，这做学问真难。说你早早的就有先生引进门，也不必这般难挨。你很聪明。张姐夫，景色有一事想问你。何事？张姐夫是喜欢长姐，还是喜欢景瑜姐姐？景色觉得呢？景色也看不出张姐夫到底喜欢谁。景色知道不应该与张姐夫说这些，可是景色觉得堂堂男子汉，既然娶了一女子，就要对她负责。张姐很好，真的很好。张姐夫，不要被张姐厉害的外表吓唬骗住。其实张姐每一次打了景色，都会偷偷的哭很久。我知道了。那张姐夫是要与张姐冰释前嫌吗？什么冰释前嫌？张姐夫昨日归来都没有去张姐的春晖堂休息。张姐夫昨日归来甚晚，你长姐早就歇下了。张姐夫是怕扰了你长姐休息，所以才没有去春晖堂。真的是如此吗？张姐夫不骗人？当然。
吃完饭，锦瑟的事，谢谢你了。哦，谢我做什么？司北雅，不如今天晚上你去春晖堂吧。怎么，这是邀请本王与你共赴良宵吗？父你个大头鬼！若不是为了萧锦瑟，我又何必要引狼入室？锦瑟才刚走出2月有余的阴影，我不想再让他知道你和我之间并无任何情分。今年只希望日后锦瑟能够有出息。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让本王配合你演戏。王爷的意思是同意了？萧几年，半月之后是王妃娘娘的寿诞，你知道该怎么做吧？一切听凭王爷的意思。这么翻来覆去的，还让不让人睡？王爷，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反悔什么？我不应该为了让锦瑟心里不那么难过而让你委曲求全，不如从明日起您就回去吧。萧几年，你又放肆了不是？本王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是几年的不是，还请王爷高抬贵手。萧几年，本王知道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可本王睡床榻上，你睡地上，是你自己选择的，本王没有逼迫于你吧？是。既然如此，那你还与本王矫情什么？你想上来睡？你若是真的冷，可以上来；可若是想着让本王下去，就别做梦。说罢，司北眼竟然又闭上了眼睛。与他同床共枕，臣妾做不到啊！雨似乎比先前更大了，哗啦啦的。司北眼之祸，竟然睡得香甜。妈蛋，一起睡就一起睡。当初在科研所与那些为一个战壕里工作的战友们并肩作战，后来不都睡在一起吗？眼下只要不冻死，比什么都好。我就是盖一辈子纯良，他是纯友谊吗？我去，就是这种感觉。占据着一小条床榻的萧锦年，很快就进入了高质量的睡眠状态。司北眼小心翼翼地回过身，扑通扑通的心跳声被雨水的声音遮盖，小心翼翼地低头，一寸一寸贴近萧锦年诱人的唇瓣。就在司北眼快要得逞的时候，忽然间脖子上多了几分重量，一条纤细细腻的手臂腾空跃出，直接勾住了司北眼的脖子，紧接着腰上又多了一股力量。司北眼低头才发现，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竟然这般不老实。司北眼就那么看着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女人，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酣畅淋漓了。长睫毛微微抖动的一瞬间，萧欣姐，姐真的不是流氓，要是流氓的话也不会这么斯文。看着依旧睡得深沉的司北眼，萧锦年小心翼翼地抽出自己的腿和手臂，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榻，生怕吵醒了床榻上的火阎王。司北眼嘴角上带着一抹浅淡的微笑。小姐，你这是怎么了？脸蛋红彤彤的，莫不是发热了吧？胡说八道些什么呢？王妃娘娘，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拿出略微发黄的信笺，萧锦年看见上面只有一行简短的字：娘子记得今日50月来居，不见不散哦。这几日被司北眼各种精神折磨，他差点就忘了与叶君堂的3日之约。萧锦年被带上了悦来居的2楼，这镇北王妃还真是倾国倾城，天姿国色，与镇北王爷还真是天造地设，英雄美人。脑海中像是被人放了单曲循环模式，不断的重复着。萧锦年，既然你身为本王的王妃，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若是做出什么有失德行的事儿，本王要你好看。民女拜见王妃娘娘。这位姐姐别紧张，小女子是尚书府副公子的妹妹，听兄长说王妃娘娘擅长悬壶之术，所以特地来找王妃娘娘。原来是傅家小姐。小铃铛，你先去告诉老板，这次的糖醋鱼多加一些甜。是，小姐。不知道姑娘找我有何事？娘子。叶君堂，你可真会作呀！老娘都差点被你骗了。娘子，你这般情绪激动，是因为看见相公吗？人家好生感动哦。叶君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装扮成这种模样与我见面。没办法，谁叫咱们是一对苦命鸳鸯？娘子，你都不知道这些日子相公有多么挂念你啊。叶君堂，我可以帮你，但是却并不愿意与你有任何交集。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那么我便帮你。哦，娘子说说看，相公能否满足？什么摘星星月亮的就算了，不过娘子若是想让夫君摘了镇北王的项上人头与你玩耍，这一点夫君也是能做到的。我若与你治病，你日后便不能再来骚扰我。那是不可能的，夫君就算没了这条命也要娘子。若是以我的命来作为威胁，娘子凭什么以为夫君会答应你这无理的要求？小铃铛交代完了萧锦年的吩咐，就急匆匆地准备上悦来居的2楼。王爷，
小铃铛一脸狐疑看向八宝，怎么来了？王爷说想吃鱼。王爷的小厨房什么不能做，怎的就都喜欢上了越来越的鱼？铃铛姐姐，难道没有发觉最近咱们家王爷与王妃的口味越来越一样了吗？怎么，王妃不在？小姐，小姐，王爷，方才我家小姐还在这儿，小姐说想吃甜口的鱼，奴婢下去，不过盏茶功夫，我家小姐的人怎么就不见了？司北眼俊逸的脸庞上瞬间多了几分阴朗，原本泰然自若的神情蒙上了一层阴沉。王爷，你赶紧派人去找找我们家小姐吧，她竟然是出了什么意外？你们主仆二人方才见过何人？见过尚书府的小姐，傅小姐来找王妃娘娘，说有事相求。什么尚书府的傅小姐？就是那一身红衣的姑娘，长得好生标致，说是尚书府的小姐。铃铛姐姐糊涂啊！这尚书府哪里有什么小姐？傅公子乃是家中独子，傅尚书连一房妾室都没有，何来姊妹？是哪个天杀的，爱情刀的拐走了我家小姐？司北眼看着密闭的雅间，唯一通往外界的便是窗户，看到了不远处的江面上正泊着一艘小船，船头上站着一袭红衣的女子。司北眼勃然大怒，可是更多的还是对于萧几年的担心。这一晚盛京大乱，一队一队穿着私服的官兵在澜沧江畔挨家挨户的搜查。司北眼不敢声张萧几年被人挟持的事儿，一来是怕那歹人一旦被逼急了，做出什么不受控制的事儿伤害到萧几年，另一方面就是司北眼不想惊动宫中，若是萧几年被人掳走的消息一旦传开，那些人一定会是第一时间跳出来，到时候司北眼只怕会是腹背受敌，那便更加无法静下心来找萧几年的人了。几乎调动了驻扎城内所有高素质的军队，就连平日军中最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武威营也被司北眼调遣出来了。一身黑色衣袍的司北眼眸色冷清，在暗淡月光之下，那一双眼睛散发着幽幽的蓝光。萧几年与那红衣女子便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在澜沧江消失不见。头好晕。娘子，你可是睡了好久呢。叶君堂，你可真是卑鄙，竟然对我下了迷药。那能怪得了谁啊？谁叫娘子给那镇北王迷了心智，死活就不肯跟着夫君离开？夫君已然是没了法子，才用了这种下作手段。你给我用的什么迷药？为何到现在我还全身无力？娘子见多识广，何不猜测一番？还说不说？叶君堂，本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没想到你竟然是这般下作的小人。娘子别气了，这迷药只是会让你短时间内浑身无力，意识昏迷。夫君只是想着带着你离开司北眼那贱人，你别气了。看着你皱眉的模样，夫君都心疼。叶君堂，你到底是何人？夫君不是与你说过，我乃傲天阁的少阁主。娘子不信夫君，你对我做出了这种事，我该如何信你？那司北眼不适合娘子，娘子何必如此执拗？与夫君隐匿于江湖，岂不是逍遥快活？叶君堂，你最好闭上嘴巴，若不然，你就等着与我一同命丧黄泉。娘子真的能够救得了夫君的命？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你现在的状况，根本没有什么退路了。若不及时医救，你也许连1年的时间都没有。我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信不信由你。娘子，别这样，你一皱眉，夫君都心疼。你真的生气了？夫君应你，只要夫君能够痊愈，就可以答应你3个条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口说无凭，妈蛋的！若不是为了来弄清楚叶君堂的身份，宝贝又何必将其就擒？叶君堂相当霸气的把手中令牌放在了萧几年的手中。娘子放心，这一块令牌可以号令整个傲天阁。如今夫君把这令牌全都交予你，无疑是把身家性命全都给了你，这般娘子可以放心了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暂且信你。娘子信任夫君便好，只是如今夫君的病危在旦夕，若是将来有一日夫君一命呜呼，你就拿着这令牌独自称霸武林就好。至于那裴家王爷，一脚踹了他便是。至于小舅子入什么仕途，做什么功名，带着他去浪迹天涯。傲天阁的财富，所以让你们锦衣玉食后半生。叶君堂的话就像是一个临终的人在交代自己的遗言，萧几年听的竟然有那么几分心酸。有我在，你是不会死的。你的病属于先天机体不足，但是也不是没有旁的办法。眼下最好的方法便是心脏移植。心脏移植？对。还是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娘子说的话我句句都信。如此便是最好的。既然你要做心脏移植手术，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心源。这些都不是难题。你该不会想着去滥杀无辜吧？萧几年不由得想到了这些日子天子脚下发生那几桩剖心案子。只要我想，那有何不可？
可是娘子若是不喜欢，夫君万万不会这么干。夫人，您方才说的话，翠玉已经听见了。翠玉愿意将心脏给少主。这位姑娘，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所说的心脏移植是何概念。若是移植了你的心脏，你只怕也是命不久矣。翠玉的命数已到，能够侍奉公子的日子不多了，只希望在命丧黄泉之前，还能为公子多做一些事。本公子说过，你不会有事的。念想娘子妙手仁心，你的病必然会有救。萧景年伸出手来，凭借意念打开了空间之中的检测系统。翠玉姑娘命在旦夕，已经时日无多了。年纪轻轻的，却是肺癌晚期，这大抵就是天意罢了。翠玉愿意为公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密室里，按照萧景年的吩咐，整个密室已经被彻底的消毒。我想给司维言写一封信。娘子，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那个贱人？王府上还有我弟弟，我不想让他担心。哼，我就知道娘子不是这般无情之人。从现在开始，你要停止一切进食，就连饮水都不可。3个时辰之后，我便安排与你做心脏移植术。司维眼伏在桌案上，连续7天的搜寻无果，3天3夜，他连眼都没有合一下。眼下，一脸胡子拉碴的男人没了往日的风姿清贵。王爷，姐姐没事吧？你知道了。此时，景瑜一直都知道姐姐心中有旁人，可是碍于姐妹情分，景瑜才没有说。说不定这一次，姐姐就是与那男人一同走了。哦，你知道那男子是何人？妾身也不知道那是何人，只是姐姐很小的时候就说，她长大了必然要嫁给哥哥那样的男子。哥哥，他们是如何认识的？这个姐姐都不曾提起，只是姐姐每年夏天都要放明灯，说希望哥哥不再怕黑，岁岁无疾。妾身当时只觉得好笑，这世间怎能会有男子怕黑？随着萧景瑜的话，司北眼的眸色越发难看了。了都没有找到不是吗？王爷已然找了姐姐1日了，都没有找到不是吗？即便是找回来，那又怎样？姐姐心中有了旁人，王爷留她在身边，也只是徒增烦恼罢了。王爷，王府里有人放了暗器，下人在暗器上找到了一封信。我很好，勿挂念。念在往日情分，照料水兰阁的弟弟，今日半月，几年必归司。那便是姐姐有事。既然姐姐与王爷都写了这封信，王爷就更不必挂念了。水兰阁里不是萧景瑜吗？既然是让我照顾萧景色，为何却又写错？难道是他故意为之？来人，备马！来人，备马！王爷要出府。王爷这是去哪儿？您都已经几日几夜的未合眼了，若是再继续这般折腾下去，身子迟早就要垮了。松开本王！王爷难道当真看不出姐姐是与旁的男子私奔了吗？难道在王爷的心中，姐姐就这般的好？即便是他做出了这般不守妇道的事，您都一样不介意？放开！王爷您当真不要景瑜了？萧景瑜，本王可以纵容你娇柔造作，也可以纵容你与本王的那些小心眼子，但是你对本王的欺骗，本王绝对不会姑息。闪开，若不然你承担不起。既然王爷弃我于不顾，那我活着还有何意思？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司北眼愣住，萧景瑜这般举动让他看清了，原来真正骄矜做作、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不是萧景琏，而是一直被他视作小白花的萧景瑜。当初的他怎的这般的瞎呀？你若是真的觉得我与你姐姐恩爱，你活着没意思，那不如离开王府，去寻找属于你的幸福。届时本王会与相爷解释，休书不日封赏。说罢，资本眼愤然离去，走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握住萧景年送来的求救信。跌坐在地上的萧景瑜，及至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密室里，手术都已经完成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去？娘子，你赶紧帮相公诊诊脉。相公忽然间觉得心口闷闷的，好难过。少拿心口闷闷的哄骗我。叶君堂，就凭着我这滑头在世的医术，你的小命已经保住了。你对我用的迷香是七叶海棠吧？就冲着七叶海棠，这样子就断定我是那杀人狂？难道不是？难道应该是？叶君堂，我已然救了你的命，难道这点实话你都不肯说？也不是不能说。算了，全当我还你一个人情。这算是我答应你的3件事中为你做的第1件事。那杀人凶手不是我，那凶手名唤叶君权，是我的胞弟。叶君权？没错，我与叶君权一乃同胞，我大他几分，我为兄，他为弟。那一年，傲天阁的巫师就断言，阁主夫人腹中孕育双胎，可这2人，一个是天煞孤星，另一个则是祥瑞吉兆。所以出生之时，天降祥瑞的叶君权理所应当成为众人口中的祥瑞之星。叶君堂出生几日，便被傲天阁阁主丢弃在了后山上。本以为叶君堂会被山中的野兽吃了，可是却没有想到，叶君堂竟然被一只失了幼崽的母狼救了。自小他便喝着狼奶长大，
长大之后就成了人们口中吃人肉、喝人血的狼崽子。可是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狼崽子是叶君权。如此一来，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叶君权。反正事情就是这样，看夫君说的没错吧？有些人就真的像蚂蟥，你不能给他一丝血腥气息，否则他闻到就追着你不放。娘子，夫君会再来看你。为首冲进来的竟然是一脸风尘仆仆的司北野。见着萧几年毫发无伤的被关在密室里，那一颗悬了几日的心竟然在一瞬间崩塌。王爷！司北野疾步上前，身上的戾气夹杂着些许寒风，直接包裹住了萧几年。你没事吧？这短短7日，他竟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萧几年，他是否吃饱穿暖，是否被歹人所害。及至那时，他才发觉这个女人不知何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我有很重要的事与你说，就是关于那一桩连环杀人案的事。这件事情已经顺利解决，傅君行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司北眼身上的温热直接覆盖了萧几年的肩头，萧几年浑身一僵。司北野，这他妈是哪根筋搭错了？王爷，眼下就只有你我2人，你不必这般了。萧景年，你认为我对你的担心是做戏？难道不是吗？萧景年，过去的事情，本王不与你解释过多，可是本王对你的担忧也是认真的。司北眼不是一心认定的人是萧景瑜吗？怎么忽然间又转了矛头？既然如此，那几年就谢过王爷的担忧，只不过是几年福薄，王爷对我的好，只怕是消受不起。若王爷真是担忧，还是应该担心妹妹。萧景年，等我与你说你我之间的事，你为何就要一直扯旁的？不是王爷一直告诫几年，不要对王爷有非分之想吗？他全然后悔了自己曾经对萧几年说的那些过分的话，如今萧几年对他这般冷漠，又能怪得了谁？你当真如此听话？王爷说的话字字句句我都记着，说是王爷看着几年实在碍眼、合理，亦或者是休书，我都接受。既然如此，那本王命令你，从今以后就做名正言顺的镇北王妃。名正言顺的王妃？王爷，你莫不是在说胡话吧？萧几年却许久没有得到司北眼的回应，司北眼的头轻轻垂落下来，恰好落在了萧几年的肩膀上，却依旧没有影响司北眼的睡眠。他真的是太累了。没想到这一闭眼，再睁开眼的时候，竟然回到了王府。你们先下去吧，本王有事要与王妃娘娘商谈。还有许多话未与长姐说呢。长姐已离开多日，想必长姐夫也应该有许多的话要与她说。王爷找我有何事？是叶君堂挟持了你。挟持谈不上，我记得我与王爷说过，叶君堂有病，他将我带走的这几日，只是为了与他治病，不然王爷以为呢？他口口声声唤你娘子，只是为了让你为他治病。自然，叶君堂的个性就是这般损嘴，王爷该不会是想借题发挥吧？难道在你眼中，本王就是这种人？本王就不能担心你的安危？王爷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您担心的对象貌似错了吧？妹妹还在相府。王爷，您快去看看夫人吧，夫人已经1日未进水米了，奴婢真怕夫人想不开。原来妹妹早已经回了王府，那你赶紧过去吧，等一下妹妹要饿得晕倒了。哼，回去告诉你家夫人，没事别与本王耍那些1哭2闹3上吊的把戏，本王最讨厌的就是这般。跪在门口的紫嫣灰溜溜离开了春晖堂。你就没有什么想与本王说的吗？还真没有什么可说的，王爷这几日辛苦了，不如早些回去休息吧。萧几年，你当真看不出本王的心思？王爷，几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为本王不眠不休的去找你，是因为精力充沛无处发泄吗？难道不是因为司北眼怕我给他弄一顶原谅色的帽子戴上吗？还是我会错意了？当然不是，王爷心怀天下，宅心仁厚。别出声。萧几年听见屋顶上似乎有什么人在上面踩踏，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千万不要出来。那几名黑衣人竟然闯入镇北王府。你们到底是何人，竟敢擅闯王府？很快，那几名黑衣人转为了目标，刹那间刀光剑影，司北眼以一敌众，招招精准。萧几年知道他的猜测是对的，这些黑衣人的目标是他，亦或者说是他手里的令牌。眸子里的清冷神色瞬间沉默。萧几年从空间之中取出银针，刹那之间数针齐发。院子里还在打斗的黑衣人毫无准备，悉数中了银针。那银针之上淬了大剂量的麻药，萧几年特地加大了麻药的剂量，即便是武林高手也抵不住这一支小小的银针，瞬间瘫软在地。
这些黑衣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这王府的后院竟然卧虎藏龙，而众人口中不受宠爱的镇北王王妃都还没有出门，就凭着手中的独门暗器直接摆平了几名杀手，这是何等厉害的功夫呀！看样子他们还是轻敌了。萧几年走出屋子，一袭白色的罗裙，看上去宛如天上仙子。这么清冷孤傲的女人，一伸手便是让人动弹不得、浑身酥麻的暗器。地上躺的几名黑衣男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司北眼走到了萧几年身边，心中却有一股气沤在那里，不上不下的。本来还想展现一下功夫，来一个英雄救美曲什么的，说不定萧几年会对他有一些改观。可眼下他的亲娘子竟然这般厉害，严针出手就放倒了几名黑衣人，这让他这个夫君有一些无地自容，甚至是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王妃这般强悍，他这个镇北王根本就没有任何施展的空间呢。你们是何人？是谁派你们来的？紧接着身边那几名杀手全都咬破了口中提前藏下的毒药，什么都没有交代，自我了断了头足之间。这到底是什么人派来的？闻讯而来的铁骑护卫赶到的时候，镇北王与王妃夫妻二人早已强联手，将那一波追杀的刺客全部都清理了。这些人是冲你来的。萧几年苦涩一笑，说不定是从他手里的令牌来的，那也不一定。你知道叶君堂是什么人吗？你了解他的底细吗？在我眼中，这世界无非就有两种人，能救的人和不能救的人。叶君堂遇见我，大抵算他命不该绝。说罢，萧几年准备回屋，却意外地扫见司北眼的手臂处被那些黑衣刺客的剑扫了一道口子，有血冒出来。你受伤了？皮。忽然间身子一软，整个人直接朝着萧几年的方向倒去，而后嘴里虚弱地挤出一句：那些人的剑上有毒。省着点。除了这里还有哪里受伤吗？撸高了司北眼的衣袖，萧几年这才看清司北眼的臂弯上竟然有一道长达10公分的剑伤，伤口很深，深可见骨。眼下那鲜血汩汩地往外流着，可是血色鲜艳，怎么看都不像是中毒之者呀。你也不必担心，这伤口无碍，也无毒。怎么可能无毒？本王眼下难受的厉害。难受的厉害？萧几年诧异，明明就是普通的剑伤呀，只不过伤口有一点深罢了，可也不至于要死要活的呀。稍后委屈王爷一下了。你这是做甚？这伤口实在是太深了，要彻底清理，然后进行缝合。缝合？有必要吗？司北眼脸上竟然不自觉地浮上了一抹红晕。当然有必要，你这伤口可是见了骨头，缝合有利于伤口恢复。王爷是否头晕？有点。是否呼吸困难？也有点。王爷这状况的确像是中毒了，而且中毒颇深，臣妾得给您找点解毒药才好，要不然这毒若是游走深入五脏六腑，恐怕有性命之忧。这个是臣妾之前研究的解毒药，口解百毒。手下含服2粒，即可缓解王爷的不适。司北眼一怔，他故意夸大自己伤势，只不过是厚着脸皮的想要惹得萧几年心生怜悯。司北眼有一些迟疑的张开了嘴，不知道为何，从眼前这个小小女子的眸子里，总是隐约能够捕捉到一丝算计的金光。这个小狐狸到底在盘算些什么？罗红梅似乎一入口，一股奇异的味道在口腔中荡漾开来，尤其是那股苦涩，就像是含了黄连水一般。司北眼的神情微微动容，本想要张口吐掉那苦涩东西，可是却被一只如莲藕一般白嫩的柔衣小手按住。王爷，这药虽然苦口，可良药苦口利于病，您还是稍微坚持一下，若不然这毒入五脏六腑，臣妾没法子和太后与皇后交代，更没有法子与南越王朝的万千子民交代。司北眼口腔里、喉咙里全部都是药物的苦涩，虽然征战沙场，何种恶劣环境都遇见过，可是这药实在是苦的让人头皮发麻。司北眼还能怎么办？只能是打破牙齿和血吞。还想跟老娘玩花活？你还嫩着呢。看着司北眼被那黄连一般的药折磨得苦不堪言，却还硬撑的模样，萧几年这才觉得心中痛快了一些，拿起了消毒棉，开始给司北眼消毒处理伤口。伤口很深，司北眼连一句疼都不喊。王爷王妃，晚上老奴命人端来这春晖糖了。司北眼心中一喜，这崔嬷嬷果然是老人精，这般会看事的眼力劲儿。进来吧。王爷不用膳。没胃口，本王去沐浴，你且慢慢吃吧。哦，对了，王爷，你的伤口太深了，暂且不适合沐浴。不能沐浴。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有劳王妃替本王擦拭盥洗了。
翌日，不行，来人啊，赶紧去把顾郎中给本王找来。我自己就是大夫，找什么郎中？萧景年，你赶紧的写方子，本王找人给你刷药。能不能别这般大惊小怪的？都是你，阿宝喊你多次去朝堂上，还不走？你既不舒服，本王今日就留下来照顾你。若是这事传到圣上耳朵里，岂不会责怪于我？那你多休息一下。司北眼去了朝中。回禀王妃娘娘，宫中的郑嬷嬷来了，说是皇后娘娘传你进宫问话。皇后，你且去回来，郑嬷嬷。就是我感染了风寒，恐怕将病寄过给皇后娘娘，让她回去复命。等我身子好一些了，便去听训。可是，去吧，出了问题有太后娘娘兜着呢。皇宫中，许太傅果然是名师出高徒，阿战最近的文采可是越发长进了。妾身也是这般觉得。朕记得阿衍也是这般年岁，就能够写得了一首好文章了。小小年纪何等了得呀！是，阿衍是南越王朝的骄傲，难得一见的聪明孩子。只是那府上的王妃嚣张跋扈，目无尊长，平日里的晨昏定省没有也就罢了。可是今日本宫让郑嬷嬷去叫那孩子来宫中，想要闲话家常几句，没想到那孩子连面都没见郑嬷嬷，借口身体不适给打发回来了。哦，那相府的女儿竟然这般的目无尊长，嚣张跋扈。萧景年不仅目无尊长，还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时常出去抛头露脸。前几日竟然与旁的男子一同出现在街面上，好不亲热。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前几日经与那孩子进宫请安，无意间提起来的。确有此事？臣妾也是心存怀疑，不敢断然信了别人的话，所以才想着找那孩子来问上几句。可是这孩子的态度你也瞧见了。小德子，你去带着朕的旨意，把镇北王妃请进宫里来。若是他抗旨不遵，就提头来见。阿战见过父皇，这几日你倒算老实。许太傅对你的期许可是很高的，儿臣倒是觉得二皇兄那般的人物，威风凛凛，驰骋沙场，才算得上是真汉子。小小年纪便知道男子要在马背上打天下。想当年父皇也是在马背上一寸一寸地打下来的南越王朝，而今你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等魄力，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圣上，王妃娘娘请来了，只怕王妃娘娘是不能个人自己走着进雍居宫了。何出此言？那孩子该不会又没有来？来了，只不过是叫人抬来的。镇北王妃抱病在床，连地都下不了，还发着高烧，听见了皇上恼火了，硬是让人抬着担架抬进宫里来的。什么？皇后不是说镇北王妃是故意称病不肯入宫的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臣妾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何事。不消片刻功夫，整个皇宫都已经知道镇北王妃重病，却被皇上拿进了宫中，就连凤仪殿里的太后都坐不稳当了。司北衍闻讯，急忙从军中离开入宫。儿子拜见父皇。镇北王妃身体抱恙，等你母后宫中诊治。儿臣有一事困惑不解。阿衍出门之前，王妃已然称病卧床，不晓得他是如何惹得父皇不悦，如何入宫的。今日听闻王妃在街面上与旁的男子走到一起，且不顾及皇家颜面，朕便遣人捉她入宫。所以是父皇强行让人带着王妃入宫。阿衍，话不能这样说，你父皇也是为了皇室的颜面才这般疾言厉色。母后言下之意，王妃是做了什么令皇室蒙羞的事儿？街面上都是传闻，说王妃与外面厮混，出去抛头露脸。母后说的都是传闻，为何不调查清楚再兴师问罪？那儿臣也就如实相告，这一次通州的贪污案，就是由景年与刑部副军刑一起侦破的。有这等事？那7日前王妃被贼人掳走的事又作何解释？皇室的威严不容得亵渎分毫。既然如此，儿子也就不妨多说几句。景年之所以被人挟持，是为着水月寺姑子杀人的事。若不是因为他只身犯险，那姑子与屠夫至今仍旧逍遥法外，还不知道有多少的豆蔻少女因此受到了迫害。你说的千真万确。儿子不敢欺瞒父皇，所说句句属实，还望父皇明察，还王妃清白。做事不经调查，只听那些个人胡言乱语，皇后就是这么管理后宫的吗？都怪臣妾失察，才让王妃受了委屈，还请母后开恩。皇上，臣妾知错了。皇后，既然你也知错，朕就罚你闭门思过1月，抄写心经女则各100篇。臣妾领命。至于镇北王妃，屡次3番帮助朝堂社稷建功立业，特赏赐黄金1万两，店铺2间。母后觉得儿子这般处理如何？皇后对这件事是否有异议？臣妾心悦臣服。你怎么来了？本王若是不来，难不成眼看着旁人把我镇北王王妃欺负死吗？
王爷有点太夸张了。不夸张，不过以后你不用害怕，本王不会再让旁人欺负你。说罢，司北眼弯腰要抱床榻上的萧景年，司北眼这才大步走出雍渠宫。你若是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会，咱们很快就能回到王府。老皇帝看着自家儿子高大伟岸的身影，抱着还昏迷的萧景年，不觉得鼻子一酸，想起了过世多年的梅妃。若是当年他能够从北湖战场上归来，老皇帝必然许他后宫中宫之位。只可惜呀，他们二人之间就只留下了司北眼这么一个儿子。一夜之间，萧景年与司北眼的事儿不知怎么的传遍了整个盛京，有多少闺阁千金哭瞎了眼睛。镇北王与王妃伉俪情深，日后他们的机会便不会再有了。萧景年睁开眼，天色蒙蒙亮，一动弹，身边的人就醒了。好点了吗？不少了。王爷，你怎么在这儿？瞧你这话说的，本王生病的时候，多亏了你不眠不休的照顾。如今你生病了，本王难道不应该聊表心意吗？你就是太不爱惜自己了，才会病来的这么厉害。这样的镇北王实在是太吓人了！苍天啊，大地啊，赶快救救孩子吧！王爷，眼下又没有旁人，你不用这般做戏的。难道在你眼里，本王对你的好都是在做戏？王爷莫不是移情别恋了？那妹妹该怎么办？本王没有移情别恋，从一开始，本王喜欢的人就是你。王爷，难不成你也发烧了？开始说胡话？难道你不记得那一年在左相家中的宴会地窖里？萧景年一怔，到这里似乎有一股记忆在炸裂。那一年阴暗的地窖当中，一个小男孩与他一同跌落阴暗的地窖。萧景年曾经说过，哥哥别怕，有我在呢。难不成地窖里那个怕黑的小哥哥？你觉得很有缘分，很巧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王爷移情别恋的原因。本王知道以前说的话伤害了你，可是有一句话你还是说对了。本王有眼疾，识人不清，名副其实的眼瞎。看那些都无关。王爷，其实实话跟你说，就在你娶萧景玉成为你的侧妃的时候，那个爱慕你的萧景年就已经死了。本王知道，现在不管与你说什么，也都弥补不掉我对你的亏欠。但是萧景年，你记着本王说的话，也许以前的司北眼瞎了眼，识人不清，但是还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王爷错了，你对我没有任何的亏欠。你喜欢景玉也好，爱慕景年也罢，那都是王爷自己的事。以前的萧景年也许对王爷有真情，可是现在全然不复存在了。王爷，景年现在只想照顾好景色，其余的什么都不想。看着眼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女子，忽然间放弃了对她所有的执拗。司北眼看见她淡定冷漠的眼神的那一刻，竟然无比的心慌。若不是因为他伤了萧景年，他也不会说出那一句。萧景玉进门的时候，萧景年就死了。本王知道，我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可能让你轻易谅解。但是本王有决心，终将有一日，本王会把你找回来。王爷，不要再浪费精力了。王爷，不要再浪费精力了。我配不上你，这些日子早就已经看清了，也看透了。既然王妃说的如此信誓旦旦，那本王也不勉强。既然你想与本王和离，不如你我二人约定。什么约定？本王的病你应该知道吧？王爷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本王怕黑，只要你能够给本王治愈心疾，本王就应你的要求，与你一纸和离书。萧景年虽然医术超群，可并不是什么医疗领域都有涉及，这心理疾病的治愈啊。萧景年一张粉嫩的脸颊上都是不自信，想必是没了底气吧。怎样？本王的条件不算过分吧？只要本王的心理恶疾治愈，本王就放你自由。王爷说话算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司北眼望着他的身影，嘴角上的笑意不轻易的流露。第二日，王妃娘娘怎么了？菊花，不好了！小人与少爷一同去国子监的路上遇见了一波歹徒，那几名歹徒打伤了马夫，把少爷掳走了。那些人有没有说什么？对了，王妃娘娘，小人突然间想起来，有一个为首的男人，虽然戴着面罩，但却说了一句：“你要我兄长的命，我就要你兄弟的命。”你去哪儿？锦瑟弟弟被人挟持了，我去找他。本王听见了铁骑护卫的人禀报，就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生怕你一时冲动。你知道是何人挟持的锦瑟？我不敢确定。王爷已经查探过，那些人是尊家二爷包养的一群打手。
孙家，孙氏的娘家。这件事交于本王处理，金丝一定不会有事的。不必了，这件事我自己会看着办。深夜，孙府上上下下都被门外的嘈杂声叫嚷了起来。一边是周四带着一群泼皮无赖揪打着孙武上门，另外一边是官差衙役上门拿人。孙小爷赌输了，拿着孙府的府邸做了赌注，人证物证俱在，孙家老爷不会不认吧？父亲，你赶紧救救儿子吧！你还真是胆子太大了！孙老爷，小的是特地来拿人的。朕被王妃告状到了大理寺，自家胞弟被孙小爷绑了去，人证物证俱在。那些绑票的匪徒口口声声说是守了孙小爷的指示。你这个畜生，还不如直接去死！竟然敢绑架王妃的弟弟，这不怪儿子，都是姑母出的主意。说这儿子拿捏着朕被王妃的弟弟，到时候他就不敢再造次了。相府，相爷，怎么了？孙府上出事了，大理寺的人来相府，说要请夫人去对簿公堂。什么对簿公堂？我什么都没做，老爷。我与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再管那孙府的闲事了。你现在就是不听，眼下可好了吧？把自己折腾进大理寺也就罢了，整个相府都要跟着你，一并丢人。时候不早了，你也先歇一下吧。金丝没事。事情如何？如你所料，孙氏满门流落街头，如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孙武拿进了大理寺，才挨了几板子，就把事情交代了，说是孙氏出的主意，并且想要以此拿捏你，让你别多管闲事。萧相爷来了，相府的马车在外面等了好久了。打发他回去吗？不了，让他进来吧。反正有些事迟早也都要说清，早晚的事而已。今年为父说话，你可有在听？女儿在这听了半晌，从始至终，父亲都没有问过一句锦瑟弟弟伤势如何，有没有被歹人所伤。难道在父亲的眼中就只有孙氏？那我们姐弟二人算什么？眼下你母亲被人拿进了大理寺，只需要你一句话，你母亲便能安然无恙了。母亲？父亲莫不是记错了？我母亲是云九娘，去世整整9年了。为父这次来，就是要你一句痛快话。你母亲，你到底救是不救？为何要救？锦瑟弟弟何其可怜，2个月的病，差点命丧黄泉。父亲不闻不问也就罢了，这一次那些歹人将弟弟绑走，也是差点要了他的命。父亲依旧不闻不问。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女，为父都这般对你低三下四，你却还要不依不饶，果然是攀附了镇北王府，便不拿我这个父亲当回事了。一切还要感谢孙氏为女儿筹谋，当初若不是他狠心毁我名节，女儿又怎能绝地逢生？姐姐，就算平日里妹妹再怎么惹你厌弃，请看在平日里母亲对你不错的份上，放过母亲这一次吧。金玉，我可怜的女儿。我们姐弟二人在相府何以生活至今？这个中的艰难，父亲不是不知，可是父亲全部选择装瞎。姐姐何必这般狠毒？母亲对你的好你已经全然不顾，可何必这样对待父亲？孙氏的好，妹妹说的对，你母亲的确是好。不知道父亲可还记得当初孙氏身边的乔婆子？你那可恶的婆子做什么？有些事情父亲还是有必要知道的。小林呢？老奴乔氏叩见王爷王妃娘娘。乔妈妈行动不便，暂且坐下吧。你这是作何？母亲生子大难产，难道父亲不觉得奇怪？王爷，您当真不管管姐姐？姐姐这般诬陷妾身的母亲，王爷还请为妾身主持公道。如此一来，孙氏还真是贤惠。母亲当初到底是为何死的？还是让乔妈妈告诉父亲吧。大夫人当年有孕，二夫人心生妒忌，于是有什么好吃食滋补都紧着大夫人。只是大夫人医学世家，为人谨慎，早就将二夫人的居心看透，并未日日进补。萧相爷脸色一沉，刚要开口，却被司北眼冷声截住。萧相爷难道不觉得这故事听着不错，为何要打断？只是大夫人生产那一日还是难产了，本婆和有经验的婆子提前收了二夫人的银子，谁也不帮手。当时就想着一尸两命，谁也没想到后来云家老爷子赶到了，救了景色少爷一命，可是大夫人却……乔婆子一脸愧疚。后来二夫人被抬了继室，对待大小姐也是这般日日进补，养得大小姐与景色少爷这般肥胖油腻。相爷，老奴说话句句属实，怕这件事当初与二夫人生怕事情败露，就冤枉婆子偷了东西。老奴双腿残疾的这些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幸得前些日子大小姐不是王妃娘娘寻得老奴，给老奴医治了双腿，老奴才捡了这一条命。你这婆子，莫不是收了什么人的银钱，休要在王爷跟前胡言乱语？
老奴没有胡言乱语，这件事就连王婆子都知情。王婆子之所以还在府上照顾着，还有一点，那就是因为当初王夫人对她不薄，她在大小姐身边也算得上是二夫人的眼线，不会有人怀疑到她身上。若是王爷相爷不信老奴的话，尽管传唤王婆子，还有府上的郎中，大小姐被喂养成胖子那事儿，他们都是知晓的。乔婆子，你明明知道王婆子因为得罪了姐姐，都已经被逐出王府里，至今下落不明，却还要说这种话，谁说不是故意的？父亲，姐姐可真是好手段，为了诬陷母亲，竟然将他们一个个的搜罗起来，细心可见一斑。父亲，还给母亲一个公道。景瑜，你稍稍稳定下情绪。王爷，母亲被人冤枉，你让景瑜如何冷静？这种时候的确是无法冷静。来人，把侧妃娘娘请出去，让她在堂外冷静一会儿，何时不哭了，何时再进来。萧景年这个狐媚女人，到底给司北眼吃了什么迷魂药？王婆子，哼，妹妹说的对，王婆子早已经被发落了。若不是我去的及时，王婆子大概早就被杀人灭口了。父亲，既然壮女儿已经告到了大理寺，这件事情，愚公移私都要给女儿一个说法。好好，可真是本相教养的好女儿。多谢父亲夸奖，这么多年，就算是女儿再愚蠢，也看透了。在父亲心中，除了权势功名，什么都不重要。只是女儿替娘感到惋惜，瞎了眼，才会为了父亲这种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你事已至此，父亲还是回去吧。女儿奉劝父亲一句，孙氏的事，父亲还是不要管了，而且你也管不了，这是他欠我母亲的，一命抵一命。说罢，萧景年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堂。王爷，姐姐这般欺辱妾身，您真的不管？若不是仗着王爷的偏袒，姐姐何至于如此放肆？司北眼起身，既然今日说到这儿，本王爷就多啰嗦几句。景瑜，本王再问你一句，当年你说是你与本王在左相府中的地窖过了一夜，是否属实？王爷先前不是问过妾身这事儿吗？景瑜说得清楚。本王现在问你，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欺骗本王的下场，你承担不起。景瑜，刚本王是不是与你也说过，王府的事，休要去皇后面前嚼舌根子。冤枉王爷，是皇后娘娘的旨意，景瑜不敢不从，景瑜知罪，王爷。那本王再问你一事，水月寺那日，景年被人下了迷药，是不是与你有关？臣妾冤枉，那件事，王爷不是早就已经调查清楚了吗？那是陈青云所为，与妾身无关。说是你与他要的迷药，找的匪徒。萧景瑜，你看似温柔善良，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温软可人，没想到却包藏祸心，这般狠毒，就连你的姐姐都不放过，有失德行。进来。八宝低头将手里的休书呈上，看见休书二字，萧景瑜彻底崩溃了。王爷要休了妾身。德容有失，心狠手辣，王府容你不得。王爷，都是妾身的错，可是妾身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因为爱慕王爷。就请王爷看在那一日地窖当中的情分，原谅景瑜这一次，日后景瑜再也不敢妄生事端了。王爷，情分？当日与本王在地窖当中的人，真的是你吗？本王虽然没有看到那女孩的脸，可是却知道，女孩身上带着一枚白玉平安扣。萧景瑜懵了，全然没有想到自己撒的谎竟然会被司北眼戳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拼命地流着眼泪，摇着头。还有一事，本王虽然善战，可是却惧黑，那是因为母妃死于北湖征战，本王被母妃塞进木箱子里，才得以逃脱。从那一日起，本王便就怕黑暗。那一晚，是景年给予本王抚慰，这才是本王当初对你心动的缘由。八宝看着司北眼离开，面对着站在外面的衙差道：几位小哥久等了。众人没有迟疑，谋害镇北王王妃，那是何等罪过？萧景瑜见着大理寺的官差，顿时就开始情绪失控了。父亲，你救救女儿吧，女儿是被人陷害的。真是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二小姐被人带走了。来人没说话，萧景年回头却看见了面无表情的司北眼走到他身边。你的亲亲小心肝儿被大理寺的人抓走了，心疼了吧？司北眼没言语，将手里已经剥了壳的糖栗子递给了萧景年。想贿赂我，讨好我，让我饶了萧景瑜和孙氏。我劝你还是别浪费心思了，这件事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这糖栗子我不吃，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难道在你心里，本王就是如此是非不分之人？难道不是？说不然王爷是何意思？孙氏母女作奸反科，害了你母亲的性命，就连景色都不放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过到了大理寺那边，本王就不会插手。况且伤害你的人，本王必然不会放过。王爷深明大义，谨您万分感激。王母若是泉下有知，也能含笑九泉。这下总可以吃了吧？这家伙什么套路啊？我不喜甜食，这糖栗子……你这是还在计较本王以前做的错事？王爷，你想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你就是不肯原谅本王。本王是真心实意对你表示歉意。有一事还要与王爷说明。萧几年思忖许久，还是开口了。何事？你说，本王听着呢。王爷，既然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今年想着与锦瑟弟弟也该搬出王府去了。搬出去？你一早就计划了要搬出王府。萧景瑜已经被大理寺带走，说是这种时候你搬出王府去，只会让外面的人说本王无情无义，落井下石。本王费了那么多周折，才与你找回王婆的，你就是这般报答本王的。王爷，况且你答应本王的事还没有做到，说你现在离开王府，跟哪个野男人跑了，本王的绿帽子岂不是戴得天下人尽皆知了？王爷，你怕不是想多了？什么野男人？那叶君堂不是，本王可是记得每一次他都喊你娘子。若不是惦记着你刚才与萧小爷那番话会伤心，本王早就去了军中。眼下你既然没事，本王就先走了。这女人较真起来的时候都让人害怕，我是不是先去军中夺吉人？想到了之前截获的萧几年的信鸽，思北眼动容。既然他找名家说明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赳赳，我何不顺水推舟？想到这儿，思北眼的脸上竟然露出一丝无耻的笑容。萧几年进了本王的心，这辈子就休想逃。大理寺受到了太后的压力，着重办理孙氏一族的案子。孙武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抖包袱小能手，几板子下去，什么大刑都还没用呢，就把孙氏干的那些漂亮事儿都抖了出来。皇帝暴怒，下令严惩。孙文原本判的斩监候，可是被孙武这一通闹腾，弄得事态越发严重了。孙老爷子暴毙孙氏一族流放燕城之南的边境，孙氏因为种种恶行斩首示众，而萧锦瑜也一并流放边疆之地，一双黑色的靴子映入眼帘。萧几年猛然间抬头，却意外地撞见了叶君堂。叶君堂，怎么，王妃娘娘见着我，有必要害怕成这样子吗？王妃娘娘，不对，这不是叶君堂，说话的语气不对，看人的眼神不对，就连给人的气场都是不一样的，这人绝对不是叶君堂。你怎么来了？数日不见，我就不能来看看故人？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还能去哪儿？骑关子山。我与你的那些药，你都用完了？感觉如何？颇有疗效。叶君全只回了4个字，而后走到了萧几年身边，低声道：故人相见，可否介意不说话？萧几年还未开口，一道黑影闪过，思北眼竟然出现了。他一道闪身将萧几年护在了身后，随即便与叶君全打斗在一起。叶君堂，你竟然还敢骚扰景年，当真以为本王不能拿你怎样？叶君全笑，那笑容猖狂而又邪魅。思北眼本来做好了与他大打一场的准备，可是没想到他却毫无心思与思北眼打斗，纵身飞跃，直接飞身上了屋顶。叶君堂，敢不敢与本王来一场比试？若你输了，以后就不要再纠缠本王的王妃。这时候的叶君全早已经隐匿于世，思北眼脸色铁青，看向萧几年的时候满脸不悦。本王只不过是几日没有回来，你就又开始偷偷私下与叶君堂见面。王爷此言差矣，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与我无关。就算是他主动来找你的，你就不能避一避嫌，为本王的面子着想？想到那一日在破庙里叶君堂牵萧几年那一下，思北眼胸口之中的怒意就像是海潮一般的澎湃，看样子他有必要给萧几年安排几个贴身护卫了。王爷的面子，王爷的面子。
司北眼黑脸，伸手握住萧景年的手，就朝着街口走去。王爷，你这是要把我的手捏断了？如果可以的话，本王恨不得。好，我高兴了。这家伙脑个什么劲儿啊？春晖堂，萧景年看着司北眼气呼呼坐在椅子上，一双黑眸如同深渊，仿佛要将人吸进去。我都说了，我与那人无关。为何叶君堂唤你娘子？我若与你说，那不是叶君堂呢？不是叶君堂。是。而且这个男人与叶君堂有同样的一种病，只不过他的心比叶君堂邪恶。你是怎么知道的？司北眼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以前的叶君堂每一次见着他就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可这一次竟然二话不说逃脱了，就像是不愿意与他打斗一番。萧景年沉默，心中有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在剧增。若是叶君权已经知道叶君堂与他之前认识，那么叶君堂现在一定是身处险境。八宝的声音从门外响起：王爷，何事？外面有一男一女来找王妃娘娘。莫不是我的信到了？一男一女，有没有说是何人？好像说是云家的人。是了。萧景年差点没有笑出鸡叫声，他给江南云家写的信终于有回音了。呀，是外祖母家里的人。王爷，我得去看看。镇北王府的大堂当中站着一袭白衣的一男一女。萧景年看向那二人，在记忆之中仔细搜寻着关于这两人的影子。白衣男子极为温和，如同3月里的暖阳。哈哈，表妹难道不记得表哥了吗？我是应初哥哥呀。云应初？应初哥哥，是你？数年未见，哥哥竟然出落得这般英俊潇洒。几年记得小时候哥哥可是个爱哭鬼呢。啊，表妹希望再说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萧景年见着云家人，莫名觉得亲热。应初哥哥，这位是？啊，这位是你的嫂嫂白芷。嫂嫂好。白芷点头。哥哥这次与嫂嫂来上京，想必一路舟车劳顿，几年这就吩咐厨房准备饭菜，妹妹给哥哥嫂嫂接风洗尘。妹妹与王爷还真是恩爱有加，今日一见，你我二人也算是放心了。白芷这时淡然一笑，还是一句话未说。萧景年好气呀，这白芷不会是个哑巴吧？似乎是看出来了萧景年的疑惑。云应初道：白芷从小就不能发声，这些年在云家，我与父亲二人合力治疗，都没能让她的嗓子治好。若是乍这一看，这白芷与云应初还真是一对璧人，只可惜了，这么美丽的女人不会说话。萧景年看向白芷，淡淡的说道：嫂嫂，不如得空几年与你检查一番。云应初诧异，这一路上没少听人提起几年妹妹的医术，简直被传得神乎其神。妹妹，你是何时学的医术？还不是之前母亲过世之前留下的医术要点，几年闲来无事就喜欢翻翻，久而久之也就略懂一些皮毛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卑微的我竟然像是小丑一样。言夕散去，王爷这是如何？本王记得你擅长做香囊，改日不如给本王做一个，本王也好日日挂在身上。王爷不是嫌弃吗？臣妾可是记得，当初赠予您的香囊为您体质，现在又回头来要。王爷，你眼皮子怎么就这么厚？那是本王年少轻狂不懂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王爷想必也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人贵有自知。我萧景年虽然不是什么难得一求的名门千金，可却也是一个自尊自爱的女子。有一句话，王爷怕是没听说过：今日的我，你爱搭不理；明日的我，你便高攀不起。说罢，萧景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站在原地的司北眼心里极度不是滋味，反复咀嚼着萧景年那句话。现在的萧景年要事业有事业，要名声有名声，而他还当真有点高攀不起呀。萧景年回到春晖堂，就看见桌子上多了一封信。王府里之前频繁入出的小贼，再加上那一日那些不知名的刺客进出，司北眼可是费了好大的心思，重新部署了王府的安防。可是没想到，却还是有人轻而易举的进入春晖堂，打开了那封信。几日未见，甚是想念。今夜子时，城外3里坡大柳树下一聚。署名是叶君堂。今夜子时，城外3里坡大柳树下一聚。署名是叶君堂。叶君堂是否真的遇难？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叶君权，那么他的目的自然是与叶君堂一样，只怕是他惦记的并不只是让我治病那么简单。撩人的夜色多了几分诡异。萧景年知道，他若是单独去赴约，必然是狼入虎穴。
早知道就不应该冲动的，真是世事变化无常，不知道下一秒需要谁帮忙。门外似乎是有什么声音悉悉索索，目光带着些许歉疚，一脸的诚挚。本王不应该对你提那些无理的要求。所以王爷是想要我亲手做的香囊？司北眼承认，他快被萧几年这反复无常折磨的有点精神失常了。你若是高兴，本王就要；说是不高兴，本王也不痛快。王爷若是肯帮我一个忙，我送你一个香囊，也算是因我相互交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此时三里坡，一棵高大的柳树随着秋风的摇曳，把身上最后一片落叶卸下。萧几年才恍然得知，马上快要到深秋了，空气中多了几分血腥之气。萧几年微微蹙眉，看样子叶君玄来了。几年，你来了。这么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你难道就不担心我的病？你现在恢复的如何？已然好多了，但是你给的那些药已经吃完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面是能控制你心急的药物，服用方法与剂量你知道的。你真善良，若来日我的病好了，我必然会迎娶你做傲天阁的夫人。你还是健康的活下去才是最好的。二人的交谈十分平淡，叶君全看样子并不知晓叶君堂与萧几年之间的相处方式。几年一往情深，我定不负你。叶君全低声细语，萧几年却觉得视线有一些模糊。叶君全果然骗我。叶君全看着身子瘫软的萧几年，嘴角上的笑容淡然。叶君全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锦囊里的药，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些就是叶君堂能够活下来的秘密。他看见了叶君堂身上那道还狰狞着的伤疤，用了极刑才从他口中得知了萧几年的医术能够治得了他们兄弟二人的病。可是叶君全一贯的阴险狡诈，并不完全相信叶君堂的话，及至将叶君堂关入地牢之中，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他的心急竟然没有发作。叶君全这才相信叶君堂是真的痊愈了。他吃了那么多少女的心脏都没有任何起色，而叶君堂竟然凭借着一个女人的医术就这么奇迹般的恢复了。叶君全不服气，他才是有着祥瑞之兆的天之骄子，他才是傲天阁最合适的阁主。果然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狼崽子，就这般折磨还能活得好好的。叶君堂，你可真是厉害。瞧你这话说的，你不死我怎么敢先死？相煎何太急，难道这道理都不清楚？你说的萧几年对你是多么的情深意重，可是不照样被本阁主耍得团团转？叶君堂，说吧，你还有什么遗言？说不定我会念在一奶同胞的情分上，与你一个痛快。哼，说的可真是好听啊！若小爷我知道你是这般心狠手辣的货色，在娘胎里就应该踢死你。什么天降祥瑞，就你这般心狠手辣的，若是将来以后接管了傲天阁，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无辜百姓。你倒是心怀天下，不也照样被我追得如同丧家之犬？你我二人原本就应该只有一个。你若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令牌现在在何处，说不定我还会对你念一丝情分。你当真以为我是个痴傻的？我听你的三言两语哄骗，那令牌别说是我不知道在哪，就算是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叶君堂恼怒，愤然起身向前走了几步，直接一拳打在了叶君堂的心窝处。叶君全，你从小就是天之骄子，被众人敬仰着，而我却从小被遗弃。我都没有记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却要记恨我，难不成是因为我活得太顽强，才会让你心生恨意？叶君堂，我虽然得到了一切，可是却失去了母亲。你虽然被遗弃，可是母亲的心里却只有你。从小到大，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衣衫里面都会暗藏着你的名字，可是却失去了母亲。你虽然被遗弃，可是母亲的心里却只有你。从小到大，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衣衫里面都会暗藏着你的名字。她空洞无神的双眼，只有听见叶君堂三个字才会有少许明亮。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若不然你我换一换，你做狼崽子，我做傲天阁阁主，俯瞰武林。痴人说梦。叶君堂，
乖乖的把令牌交出来，说不定还能免去一些苦楚。不然，这是吸血虫，听闻专吸人血，你要不要试一试？听说最痛苦的死法，就是一丝一丝抽干人身上的血。不知道你这一张英俊风流的小白脸，若是变成了干尸，会是怎样的光景？叶君堂咬牙切齿：你敢？我敢不敢，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叶君堂，你现在没有退路了。你若是乖乖就范，交出令牌，说不定你与萧景年都会安然无恙。可若是你不肯，那本阁主也不敢保证先死的是你还是他。叶君权，你大爷的！你要是有尿性，就给小爷我来个痛快的，若不然，小爷我就算是死了，要化作厉鬼缠着你。叶君堂咒骂挣扎，可是身上却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只能站在水里，根本就动弹不得。身上的内功早就被叶君权封了穴道。明明是孪生兄弟，两人有着同样的一张面孔，可是叶君权却心肠歹毒。面对着叶君堂的咒骂，不仅不恼火，反而笑意吟吟，直接扬起了手，将手里一盒子吸血鬼倒入了水中。嗅到了血腥气息的吸血鬼一下子寻找到了目标，迅速地朝着叶君堂的身子游曳过来，然后吸附到了他的皮肤之上。钻心的疼痛从身上蔓延开来，叶君堂的胸口上、胳膊上、小腿上全都吸附上了吸血鬼。原本一小条干干的小小的虫子，渐渐的开始变得肥硕起来。叶君堂咬着牙，歇斯底里的咒骂：叶君权，你这是在哪学来的阴损招式？就算是死，老子也要做一个英俊潇洒的花花美男！你居然让这些脏东西吸干我的血！别害怕，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这些吸血虫不仅要吸干你的血，还要从你的鼻孔、耳朵、嘴巴里钻进去，吞噬你的五脏六腑，一直到最后，你只剩下一张人皮才肯罢休。哎呀，我有的是时间，慢慢欣赏你走进死亡的状态。反正我看得出来，萧景年很喜欢你，大不了我这辈子就背负着你的身份与他在一起，只要能够活命，用什么方法我无所谓。萧景年缓缓地睁开眼，看着周遭陌生的环境，突然间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萧景年一咕噜从床榻上起身，看着四北眼，淡淡的道：真是机灵，没想到你居然能够跟着找到这儿。萧景年在空间里拿出了荧光粉，被叶君权带到这儿的时候，沿路上都被他偷偷撒下了荧光粉。四北眼顺着那些细微的淡淡的亮光粉末，一路追到了鸡冠子山脚下。见这山脚下有暗卫守着，便隐约猜测到了叶君权的老巢竟然堂而皇之的搬到了鸡冠子山上。是啊，有谁会想到早已经被剿匪过后的鸡冠子山还会有人来。四北眼趁着夜色潜入鸡冠子山，发现了一间被人重重守卫的木屋，便确定萧景年被关在这儿。这一夜，四北眼的一颗心几乎都要被揉碎了。他时刻担心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萧景年，更担心叶君权会对他下手。及至见着了萧景年，四北眼的一颗心才松懈了几分。怎么样，找到叶君堂了吗？还没有。确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叶君堂就在鸡冠子山上。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别怕，我会一直守着你。你醒了？叶君堂，你现在还真是能耐不小，居然敢绑架本王妃了。难道你活够了吗？叶君权笑，那一笑妖媚邪肆，带着让众生颠倒的魅惑，就连萧景年都觉得心中一沉。这就生气了。我若是不用这种法子将你带出来，你会跟我走吗？与本阁主逍遥江湖，多逍遥自在，何必纠结于你司北野这个男人？就算是他再不济，那也是太后赐婚，我自认平平无奇，头上只长了一颗脑袋，所以还没有胆子大到敢给皇家蒙羞的地步。但是你不知道傲天阁的实力，只要本阁主一声令下，就算是皇宫大内又如何，势必也会让他抖上一抖。哼，说的可真是比唱的还要好听。你若是真的有这般能耐，又何必委身于这鸡冠子山？叶君堂，差不多就送我回去吧，免得给你自己找麻烦。如此担心我，还说对我无情。若不是因为你身上有病，我早就不理你了。医者父母心，我既已决心医治你，又怎能半途而废？既然如此，那就把我交予你的东西还给我。既然如此，那就把我交予你的东西还给我。样子，这才是萧景年被叶君权绑架的真正目的。当初叶君堂就说过，
那块令牌足以撼动天下，号令整个武林。看样子他所说不假。别与我说你不知道什么令牌，那可是我亲手交予你的，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到底是我想赖账，还是你想赖账？你不是说要答应我3件事吗？这一件事都没做，就想着把抵押拿回去，天下没有这么做买卖的。看样子我的猜测是对的，叶君堂拼命的想要维护萧景年，还不是因为那块令牌？如若不然，一个狼崽子哪里会这么重恩情？你想让我做什么，只管说便是。你不是说对我情深意重吗？我想做傲天阁的副阁主，你觉得怎么样？你这口气倒是不小。难道你的命不值一个副阁主吗？还是说我直接弄死你，拿着傲天阁的令牌能号令傲天阁众人？什么副阁主，要做就做阁主。只要你把令牌还回来，我愿意许你副阁主之位，甚至是许你做本阁主的夫人。叶君权承诺。忽然间有一些理解叶君堂为何喜欢这女人，够胆大，够有气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信你。叶君堂，你最好是别耍什么花招，不然不要忘记你的小命随时都捏在我的手里。你当真以为吃那些姑娘的心脏能够治得了你的心急？那全都是无稽之谈。行了，我说的话也差不多了，你送我回去吧。既然如此，我让老蒯送你下山，可若我再思念你，还是会这般把你掳过来。叶君权语气暧昧，温热的气息全都喷在了萧景年的身上。从他的身上，萧景年竟然嗅到了一丝腥咸的气味。事是昨日，他身上没有的味道。难不成叶君堂被关在能有这种气息的地方？难不成是山上某处的溶洞？既然我都已经应允了你2件事，那你是不是提前将令牌还给我？傲天阁事情繁多，没有这令牌做事，属实不方便。昨日出来的急，没有带在身上，那令牌留在了王府里。叶君权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萧景年起身朝着门口走去。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等你替我做完3件事，我再将令牌交还于你，那也不迟。说时迟，那时快，一记手刀落下，萧景年直接被叶君权给劈晕了。萧景年，你大爷的！说敲晕就敲晕，我还要不要的脸？好歹我也是女主，本宝宝日后必修盖世武功。一封函书送到了司北衍的手中。想要救回镇北王妃，就到山里坡外的柳树下，赎金1万两，逾期不候。紧接着，数万精兵一拥而上，不消半个时辰，便清剿了山上的土匪。叶君权这才悔悟，他这是中了司北衍的计谋啊！让他的耳目以为司北衍去了城外交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派人手去搜查令牌，可是却没有想到他用了金蝉脱壳，竟然带了一群亲兵直接杀到了鸡冠子山，只得凭借着傲人的轻功四下逃窜。司北衍，这一次你我2人的仇便算是结下。鸡冠子山上的匪徒再一次被清剿，可是翻遍了整座山头，却找不见萧景年与叶君堂的下落。叶君堂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着自己身边同样被捆绑着浸泡在水中的萧景年，竟然咧开嘴巴笑了。你鬼叫什么？被人囚禁在这水牢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不是武功高强吗？你不是天下第一吗？那你又怎么会被叶君权抓到这里来的？娘子这么说可就不地道了。夫君是什么人呢？那可是正人君子。那叶君权简直就是一个小人。他若是不用那7叶海棠，真的与夫君单打独斗，你看夫君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落花流水。萧景年笑，眼前聒噪的男人不是叶君堂还会是谁？叶君堂，你被关在这水牢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娘子，你瞧我现在都如同落水狗一般狼狈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叶君权那小人不仅对我用了迷药，还给我封了穴道。夫君眼下浑身上下挂着这些东西，估计饶不过1时半刻了。只可惜了娘子，活着没能与夫君一同策马奔腾，向那世间繁华，末了还要遭受这种罪过。不过也好，你我2人做一对鬼夫妻。活着没能与夫君一同策马奔腾，向那世间繁华，末了还要遭受这种罪过。不过也好，你我2人做一对鬼夫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份情谊，只怕是那贱人享受不了的。都这种时候了，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好不容易见着娘子，夫君多啰嗦几句也是情理之中。娘子无怪哦。山洞里的晚上自然是清冷的，娘子不如与我多聊几句，反而会暖和一些。晚上？现在是晚上？用意念在空间之中取出了求救信号灯。娘子手中的是什么好玩意儿？可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现在就期盼着有人能够看见你我二人的求救信号吧。景年，你在吗？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司北眼面前如此丢人。这个贱人，他根本就不配。他的血道被人封了。司北眼弯腰，直接将身子瑟瑟发抖的萧景年抱入怀里。把娘子还给我！司北眼怒目相向，直接就是一记飞腿，两道身影瞬间扭打在了一起。司北眼双手还抱着萧景年，脚下却与叶金堂打得难舍难分。贱人，你要是没有能耐保护我们家娘子，就把你们还给我，就不要做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事。萧景年满脸黑线。这叶君堂说话还真是低级趣味，粗俗不堪，口口声声唤本王的王妃娘子，难道是想邪不想疯吗？司北也不甘示弱，抱紧了萧景年，将一身飞跃直接施展了轻功。萧景年只觉耳边有风呼啸而过，萧景年伴着风声听到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贱人，放开我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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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承认，当初的确对你苛刻。可是萧景年，你我二人平心而论，当初你不惜自毁清白，别说是本王，就算是换做旁的男人，也会对你咽气吧。萧景年仔细一想，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去对司北眼。尽管当初那一切都是孙氏安排的，可是说来说去，司北眼也是受害者。及至后来，你我二人大婚，本王承认，的确偏袒了景瑜，也针对了你，委屈了你。可是从始至终，本王对景瑜只有在地窖的情分。若不是当初相爷与夫人说，是你推景瑜下来地窖，本王也不会对你这般厌恶。萧景年不语，司北眼又耐着心继续道：“本王知道，话多伤身，做的那些事错了就是错了。本王承认也有悔过之意。就算是你再怎么厌弃本王，如今你我二人也还有着夫妻之名，你当真不能敞开心扉接受本王一下吗？哪怕只是尝试着。”既然王爷说让我予你一次机会，那么敢问王爷，若景年现在还是以前那个胖女，王爷还会这般对待景年吗？本王知道，就算是本王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都不信。本王不嫌弃，也不敢嫌弃。若是景年不信，景年只管胖回来。本王若是有一丝嫌弃之心，必然天打雷劈，不打正中。王爷还是别了，我对你的情谊深切早就已经没有了。王爷还是趁早了却了景年的心愿，让景年自由吧。司北眼牙疼心疼身上疼，最疼的莫过于脑仁儿。当初真是不知道被哪只驴子踢了，竟然这般的瞎了眼。如今明明与萧景年处在同一屋檐下，可是却能以陌生人的身份两两相望。司北眼心疼的厉害，更是悔不当初。回了王府没有多久，就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叶君堂在院子里叫嚣：“贱人，你给我出来，把我娘子交出来！”司北眼这番情真意切的表白都被萧景年对了回来，火气也是无从爆发。再被叶君堂追上门来，一口把我娘子交出来！司北眼这番情真意切的表白都被萧景年对了回来，火气也是无从爆发。再被叶君堂追上门来，一口一个贱人的唤着，瞬间恼羞成怒。叶君堂，平日里本王也让你，你倒是蹬鼻子够脸了，一口一个娘子的喊着，若不是因为你，王妃怎会始终不肯给本王机会？萧景年在屋子里泡着热水澡，听见了院落外面正在打斗的两个男人，一边吐着口舌之快，一边叮叮当当的两剑相撞，听得小铃铛瑟瑟发抖。小姐，王爷今日这是怎么了？发了这么大的火？大概是打错神经了吧。这一夜啊，可真是热闹的一夜。第二日日上三竿，萧景年睡得十足的踏实。小铃铛一开门，顿时嗷的一声惨叫起来。萧景年被吓了一跳，走到院子里一看，原本院子当中最后一波绿意，竟然因为昨日那两个无耻之徒的打斗，悄无声息地褪去了所有的枝桠，就连树枝子也没能幸免于难，齐刷刷的被削成了光杆司令。萧景年咆哮：“司北眼，叶君堂，你们这两个奸杀的！”原本还在打斗的二人远远听见了萧景年的咆哮，再一看，那后院里俨然战场一般。这一夜的打斗，谁也不肯认输，但是萧景年的喊叫声，那可是没有丝毫的骄矜造作，绝对是拿出了河东狮吼的做派。贱人，你瞧你大清早的又惹我娘子发火，这事儿可是你惹出来的，你自己想办法摆平吧。说罢，纵身一跃，几个分身跳跃，直接隐匿了。萧景年快要被气炸了，院子里的松柏都是他见着秋日里最后一抹绿色，费了好大的劲儿让府中下人移来的，眼下却被削成了柴火。
那一声吼叫过后，叶君躺逃了，司北眼蹑跷地走了，二人谁也没露面，自讨没趣儿。数十道黑影从天而降，这些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一袭夜行衣。萧景年有点慌，这最近被暗杀的次数似乎也有点太多了，难不成还是傲天阁的人？叶君堂昨夜才与他告别去傲天阁，今日就有追杀的人了，他们的消息到底是有多灵通啊？萧景年不由得有一些担心叶君堂。你们到底是何人？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本王？瞬间刀光剑影，黑衣人似乎颇有战术，并不打算与他一一对决，而是开启车轮战术，一波一波的上。白纸的功夫绝对超群，利用手里那些树枝就击退了不少黑衣人。可是那些黑衣人如同蝼蚁，一波接一波的出来，再加上云映初不善功夫，他与司北眼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赶紧带着王妃娘娘离开！我不走！手里的银针再度飞出，又是几名大汉应声倒地。本王命令你赶紧滚！你在这儿只会给本王爷碍事儿。司北眼放出狠话，却看见一名拿着月亮弯刀的黑衣人朝着手无缚鸡之力的萧景年下刀。说时迟那时快，司北眼一个箭步上前，直接用手臂挡住了萧景年的头，而那司北眼抬脚直接就是一记窝心脚踢在了黑衣人的胸口处，黑衣人直接飞出去数米开外。是兵器上有毒？胡说八道！带王妃走，若是伤了王妃分毫，本王要你们提头来见。走！你们赶紧放开我，赶紧去帮你家主子。属下不能，这是王爷的命令。你家王爷中毒了，撑不了多久的。王爷吩咐，若是王妃娘娘出了差池，我等的狗命也不必要了。暗卫十分的固执，与那些杀手厮杀出了一条血路。萧景年被带着朝着山脚下逃去。来人啊，把那些刺客给我一网打尽，救好救！为了讨皇后的欢心，司北战和一行要好的小伙伴带了亲兵出城来南山狩猎，想着在中秋家宴给皇后添一丝野味，没想到却遇见了二皇兄身边的八宝去山下搬救兵。还请小王爷护送我家王妃先下山。我不走，赶紧去救司北眼，他中毒了，再晚就来不及了。闻讯赶来的官差越来越多了。萧景年到了司北眼与那些杀手打斗的地方，司北眼身上的毒早已经发作了，一张脸都是铁青色的。司北眼，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别挣扎了，乖乖受死吧！司北眼的身子已然不再受控制了，直接一个趔趄半跪在了地上，一支箭准确无误射入黑衣人的心脏。倒在地上的司北眼，谁让你回来的？顾不得许多了，萧景年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粒解毒药，塞进了司北眼的嘴巴里，紧接着又用银针在他身上几处药穴上施针封穴，司北眼当场晕死过去。随着官差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那些黑衣人知道今日的刺杀行动是彻底失败了，也无心恋战，迅速的逃窜开来。王府春晖堂，司北战站在门外，一脸担忧，跟着在门外守的还有云映初与白芷。皇嫂，一无大碍。皇嫂身上的衣袍都湿透了，赶紧去换一下吧，免得又被风吹了着凉。谢了，不过今日这些刺客似乎是有备而来。打斗太过于激烈，现场无一活口，在那些歹徒身上发现了云朵痕迹的纹身，其他的线索就没了。云朵，难不成真的是傲天阁的人？如此一来，叶君堂真的就有危险了。王爷被暗杀这件事，还请你暂时保密。是，临近母后诞辰，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必然会让人心惶惶。等母后的诞辰过了再说吧。今日这事还是要多谢你了，小王爷，害得你没能够给母后寻得野味，实在是过意不去。我这有一些小玩意儿，估计你若是能送给母后，也能讨得欢心。还是皇嫂有心，那阿战就先回去了。景年，你没事吧？我没事，让映初哥哥担心了。本来这一次寻哥哥来，说小兄妹一聚，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等意外。哥哥若是没事，明日就与嫂嫂启程吧。云映初不语，看向白芷。今日之事，谢谢嫂嫂护了映初哥哥。白芷摇头，脸上的表情依旧淡漠。我知道嫂嫂是一个面冷心热之人，哥哥与你在一起，我便放心了。不过眼下圣经之事多事之秋，你们也不便留在这儿。若是嫂嫂信得过我，处理完这事儿，几年就去江南看你们，到时候与嫂嫂医治这嗓子，可好？白芷竟然弯腰，主动地抱住了萧景年的腰身，轻轻拍着他后背，像是在安慰。谁让你不听本王的命令？我若是听了你的命令，你现在恐怕早就与阎王举杯对酌了。都这种时候了，还与本王这般牙尖嘴利、油嘴滑舌，萧景年，
本王是该说你乐观，还是说你没心没肺？那不都是全凭着王爷的心意？只不过今日之事，我还是要对你说声谢谢。不过日后王爷还是谨慎做人吧，毕竟我的医术也不是华佗在世，并不能够保证每一次都能够及时医救你。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明日是公主中秋宴，正逢皇后诞辰，本王先去参加宫宴，再盘3号天阁抓捕叶君权。这件事不是交于刑部了吗？叶君权狡猾得很，若是处理不好的话，势必会引起朝廷与江湖纠纷。翌日傍晚，车回堂里，萧景年却露出几分担忧之色。一定要去吗？你的毒素还未彻底清除。今日不仅是中秋宴，最主要的还是母后诞辰，就连皇兄也回来了。本王若是不去，便是心有芥蒂。皇兄？萧景年蹙眉，他知道当朝皇后孕有2子1女，大皇子司北华乃是人人期望之中的嫡长子，一直都是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可是却不知道为何被老皇帝支去了燕城。往年就算是皇后再怎么苦苦哀求，老皇帝都没有心软，让司北华归京。若不是因此皇后相思成疾，今年的中秋宴，司北华也休想返京。你与大皇子不睦？萧景年语气淡淡的，却见司北眼眸色一冷，神情多了几分犀利。本王与皇兄同气连枝，何来不睦一说？萧景年不动声色，历来皇城储位权力之争都会引出皇室之间的纷争。司北眼不是皇后所出，且皇长子又是不知道为何被支去燕城，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了什么。尽管司北眼什么都不说，可是他的眼神却出卖了他。萧景年识趣儿，又从空间之中拿出了一颗解毒药丸。先把这个服下，今日晚宴你且记着不宜饮酒，手臂上的伤也要注意。你嘱咐了很多次，本王知道了。萧景年缄口，跟着司北眼一前一后出了春晖堂。御花园灯火阑珊，秋意薄凉。来参加中秋家宴的，除了皇宫贵胄，还有不少高官以及官眷。老皇帝与皇后坐在正座之上，左边是皇子以及朝中大臣的席面，而右边则是女眷们的位置。皇后今日确实大不相同，这脸上宛如淌着星河，星光璀璨，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皇上谬赞了，臣妾早已人老珠黄，在后宫之中，各位姐妹姿色出众，环肥燕瘦。今日只不过是阿战的孩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了一些脂粉口脂，说是时下圣经之中最流行的，臣妾也是胡乱用的。人群之中的陈青允缓缓地起身，毕恭毕敬对着皇后行了个礼。不知皇后娘娘所说的是不是玉簪坊？这个阿战倒是没说，难不成青允你也知道这家店？是，青允是玉簪坊的常客，那里的脂粉的确是不同于一般的胭脂，用完之后皮肤不仅细腻吹弹可破，而且还有养肤的功效。只是那里的东西实在是难求，需要早早的就排下订单等候。小王爷能拿来与皇后娘娘，必然是极为用心的。臣女听闻王妃娘娘特别青睐玉簪坊，只是今日这妆容略显得苍白憔悴。是吗？我这个人从来不专注于打扮，一贯节俭惯了，比不得陈小姐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为脸蛋儿。上一次万两白银的口脂，不知道陈小姐用了可还欢喜。王妃莫要打趣臣女，臣女怎配得上这般上好的口脂？本来是想着作为今日寿诞的礼物，也算得上是臣女聊表一番心意，没想到被王妃提前说了出来。青云有心了，只不过这口脂再华贵，也不过是点缀之物，万两银子实在是太过奢侈贵重，本宫心领了。说到礼物，不知道今日王妃娘娘与皇后准备了什么礼物？这个儿媳虽然准备的礼物不如陈小姐准备的贵重，可是却也是用了心的。只不过儿媳眼下想要卖个关子，等一会儿宴会开始，儿媳再揭晓。宴会快要开始了，陆陆续续参加宴会的人也都快要到齐了。远远的，老太君被人众星拱月一般的带到了御花园的席前，但是在场所有女眷全都愣了一下。坐在主位上的皇后脸上明显多了几分难堪。撞衫不可怕，可怕的是与老太君撞了衫。谁不知道这老太君的女儿差一点儿就成为了南越王朝的开国皇后，及至现在老皇帝都对这位开国女将军心存敬畏。众人噤声，只是都把目光默默看向了皇后。明明皇后比老太君年轻，举手投足之间都有成熟女子的韵味，可却偏偏穿不出老太君身上那种贵气大道。吾皇万岁！嘿，老太君客气了，今日这宫中中秋宴，真是想着借此机会热闹一番。您能来，今日这玩意儿必定蓬荜生辉呀。皇上您这般说，只怕是要折煞老身了。方才去了凤仪殿，与太后娘娘多聊了几句，所以来晚了些。
还请皇上、皇后娘娘莫怪。皇后毒辣辣的眼神看向陈青云，陈青云也没想到那衣裙萧几年自己没穿，而是送给了国公府上的老太君。站在原地顿时觉得无地自容，若是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只怕他是吃罪不起呀。皇上，臣妾出来的急，穿的有些单薄，回去加件衣裳。陪着皇后去添件衣裳。是。不多时，皇后就又换了一身烫金色的衣裙。兄，你的伤势如何？司北战声音极低，只有2人听见的音量。已然好多了，昨日之事谢谢你了。自家兄弟，皇兄何必与我说谢？再说昨日里王嫂已经给了臣弟好些个小物件，母后今日高兴得很呢。华儿，是你吗？还是母亲太过于思念你，竟然出现了这种幻觉？司北华，这就是老皇帝发配到燕城的大皇子，皇后娘娘的嫡长子。华儿拜见父皇母后，愿父皇母后福寿绵长，岁岁安康。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快叫母后好好看看，黑了也瘦了。走出御花园，那位就是大皇子司北华。既然来这么一会儿就回去，又何必来呢？难道只是为了人前做样子吗？还愣着做什么？这么冷的天气，难不成你真的想再次着凉？话音未落，身后便响起了司北华的声音。皇兄只以为阿衍你生性淡薄，对谁都冷冰冰的，没想到对待王妃竟然如此的心细体贴。让皇兄见笑了。我家王妃身子骨孱弱，自己又不知道保养，所以就得时时刻刻提醒着。数年未见，王兄有一句话一直深埋在心底，今日迫不及待想要与你说。那一年都是兄长年少轻狂不懂事，失手推你落了地窖，也正因为如此，父皇大怒之下才将我驱逐省境。这些年在燕城，王兄每每想起这件事便心中有愧，今日见你便主动与你道歉。阿衍，皇兄说这些话便是见外了。当初那件事臣弟并未放在心上，再说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臣弟早已经忘却了。如此一来便是最好的，我还只怕你不肯原谅皇兄。皇兄多虑了，时候不早了，更深露重，几年衣着单薄，臣弟夫妇2人就告退了。司北华脸上带着喜悦，与司北衍、萧几年拜别，及至看不到2人的身影之后，才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八宝上前，王爷，您回来了。见着大皇子了。您怎么了？不会是与大皇子起冲突了吧？大皇子是不是又对你用了阴险的手段？八宝见状有一些急了。王爷，到底是何情况？您可要说话呀！真是要把小人急死了。你明日一早就去库房，什么红玛瑙、红珊瑚、红宝石南红，只要是红色的珠宝首饰都找出来，送去春晖堂。啊？王爷，你……哦，对了，只要是红色的珠宝首饰都找出来，送去春晖堂。啊？王爷，你……哦，对了，本王记得当初父皇曾赠予本王过一个珊瑚摆件来着。哦，周伯收进库房里。找出来，春晖堂里缺少些摆设，都与王妃送去吧。王爷这是要干嘛？春晖堂还缺东西？这些日子，司北衍恨不得把库房都搬去春晖堂，先是建了温泉池塘，后又移栽了江南莲，这也就罢了，没想到现在又开始采取送礼物的攻略。只可惜呀，每每都是拿着自己脸蛋去贴王妃的冷屁股，想来也是怪可怜的。王妃娘娘万安。看着丫鬟们手中的托盘上都是清一水的红色珠宝，有手串、项链、珠钗，最夸张的是那一株1人多高的红珊瑚摆件。爸爸，是怎么一回事？回王妃娘娘的话，王爷说瞧着您喜欢红色，所以在库房里寻了这些珠宝首饰送您，尤其是这红珊瑚，那可是当年王爷征战北湖平定战役的时候圣上赠予王爷的呢。平日里王爷可都舍不得呢，没想到说送与王妃娘娘，王爷就这般慷慨。那可是你家王爷会随意了。本王妃不怎么喜欢红色，可却偏偏喜欢黄白2色。黄白2色？本王着你送的东西可都送到了？送去了。王妃说了什么？王爷，小人瞧着王妃娘娘也不怎么欢喜，您是在哪听说王妃娘娘喜爱红色的？这消息不实啊。消息不实？是王妃娘娘亲口说的，只喜欢黄白2色。王爷，您要讨王妃欢心，是不是稍微用点心？就像上一次移植江南莲，小人瞧着王妃也没有多欢喜。休要胡说八道！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在讨她欢心？那些东西放在库房里占地方罢了。他明明2只眼睛都看见王爷在讨好王妃娘娘。收拾一下东西，本王准备去一趟傲天阁。萧景年不喜欢红色，难不成昨日
他看见那株红珊瑚的时候，那眼神是憎恶，可是他明明双眼放光啊。司北眼越想越觉得苦闷。北湖边陲，寒风凛冽，身边都是一族高大的男子，还有壮硕丰满的女子跳舞的身影。一袭红色麻布衣裙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精致的帽子，脸上轻纱遮面，正被一群热情奔放的男男女女围在中间跳着舞。女子快速地旋转着，动作妖娆美丽，就像是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渐渐地靠在了他的身上。好，唐哥哥，纯儿跳得好看吗？纯儿是北湖最美的公主，自然是极美的。纯儿公主，纯儿公主！那声音足以撼动山河。显于纯是北湖皇室最尊贵的公主，北湖王唯一的女儿。唐哥哥，你这一走就是1年多，该不会是被圣经的女子迷了心智吧？不都说圣经女子都是那勾魂的狐狸精，只要男人看一眼就彻底的沦陷了。叶君堂脑海里萧几年的身影越发清晰了。叶君堂忽然间多了几分不耐烦，众人摩拳擦掌，几乎要拔拳相向。住手！没有本公主的命令，谁让你们动手的？全都给我下去！叶君堂依旧不动声色，看向显于纯的目光里都是清冷。唐哥哥莫恼，纯儿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必这般气恼？纯儿，你是北湖高高在上的公主，何必喜欢我这个狼崽子？纯儿不在乎，反正纯儿最喜欢的就是唐哥哥身上的狠劲儿。我知道你身上有血海深仇，只要你开口，纯儿愿意去求父皇。纯儿，我与叶君权之间的事，不希望任何人插手。说罢，叶君堂起身，一个闪身就消失不见了。叶君堂窝在四南山的一个山洞里已经数日了。那一日，他刚到了边陲，便收到了一只信鸽带来的消息：切莫轻举妄动，等我。落款没写，甚至是连字迹都是陌生的。那一刻，叶君堂就想到了萧几年。难不成萧几年也来了边陲？想着，叶君堂竟然觉得心中多了几分激动。萧几年这般在意他，甚至是为他治病，绝对不是一个朋友会这般的。还是他想起来了他。女人缓慢地走到了叶君堂的身边，双眸之中都是柔情，缓缓地弯下腰，一只手伸出来，颤抖地伸向叶君堂的脸庞。你干什么？你是何人？为何每夜沉默熟睡之际都要来这里？叶君堂看着眼前的妇人，一脸的雍容华贵，身上淡淡的木香气味让人觉得舒适。这女人夜夜都来山洞之中，且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一句话都不说，到底要作何？夫人日日晚上来到山洞之中，不知是出于何目的。虽然本公子风流倜傥，身边的女人无数，可是却从来不记得有您这么一位诚如韵味、风韵犹存的夫人。一旁的婆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哥儿怎的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夫人是你的娘亲啊！傲天阁，金碧辉煌的殿堂内，老蒯，你说的对，萧几年那些药根本没有什么效果，还是以心头血入药事半功倍。只要少阁主听老凯的话，你的病自然有治愈的几率，只不过是取了老阁主的心头血，会让少阁主背上弑夫的罪名而已。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蒯，既然你说取了与我有血脉关系的人的心头血能治愈我的心疾，那叶君堂看样子我还不能杀了他。叶南天一副苟延残喘的模样，谁能够想象得到他是叱咤江湖的傲天阁的掌舵人？畜生，禽兽！你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势必会遭天谴的。父亲有这种力气，还是歇下吧。晚上巫师会再来采你的血。你不是说自小最疼爱的人便是儿子吗？既然如此，为了儿子，父亲贡献点血又有何妨？逆子！若是知道你是这般生性残暴、心狠手辣的禽兽，丢进山林里喂野狼的，就应该是你。只怕父亲这辈子都没有想到，你那喂了狼的孩子也来了傲天阁吧？该死！有人在地窖里释放气海棠。一柄长剑抵在了叶君权的脖颈上。母亲，你这是作何？权儿，都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不肯清醒吗？母亲，别以为母亲不知道你背地里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堂儿还活着，你便将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不是这样子的，母亲。儿子知道你一直惦记着弟弟，所以这些年千方百计的都在寻找他的下落。既然夫人舍不得杀了少主，那就与阁主一般留下来，为了少阁主的身子康健，鞠躬尽瘁吧。巫医，你要干什么？来人，
夫人与阁主一般，得了失心疯，把夫人给我绑起来。就在这时，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堂儿，母亲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你想太多了，我来这里不是专程来救你的。叶君权，今日你我之间的事也该彻底的了结了。叶君权冷哼一声，原本瘫软在地的身子竟然缓缓地站了起来。叶君权不是中了七叶海棠了，怎么还能动？吕问月这才意识到他也中了叶君权的诡计，没想到他竟然如此阴狠毒辣，不惜用这种方法把叶君堂引出来。看样子我还是低估你了。堂儿不是你想象的这般，母亲。住口！我没有这种母亲，以前也是，现在还是，日后更是。这地牢里早就点燃了七叶海棠，你以为你能逃得过？他早就料到了叶君权心肠歹毒，会下全套，所以事先服下了萧几年以前研制的七叶海棠的解药。你当真以为小小的七叶海棠就能够有效果？怎么，没有招数了就想吹这么难听的笛子？叶君堂抬起头，就看见一群黑压压的蝙蝠直接朝他进攻开来。糟糕！手上胳膊上全都是被那些吸血蝙蝠撕咬过的痕迹。叶君堂，别挣扎了！话音未落，就有一股浓烟从气窗口飘了起来，门口被人堵了结结实实的，为首的竟然是司北衍与傅君行二人，而那一把火竟然是萧几年大人烧了傲天阁的草料丝。贱人，原来是你给本公子的信，早知道是你，竟然是你！你以为本王是来救你的吗？本王只是来捉拿凶手归案，恰好你命不该绝而已。两人一见面就开始吵着嘴。老蒯，再快点，不然本阁主就真的完了。贱人，小爷就说你不靠，早知道还不如小爷我手起刀落解决了这俩杂碎。二人如同疾风，眼看就要追上老蒯了，可是他却忽然间松开了叶君权。叶君权功夫不错，而且轻功了得，可是眼下竟然像失了灵魂的木偶一般，直愣愣地朝着地下栽去。叶君堂一个飞身，直接抱住了叶君权的身体。方才还好好的叶君权，此刻竟然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一般。老蒯一面与他打斗，频频的后退。论起功夫来，他根本就不是司北衍的对手。站在悬崖边，司北衍收手看向老蒯：“你到底是何人？你与北湖皇室到底有何关系？”司北衍，没想到你竟然知道了。20年前的恶战，偷袭南越王朝军队的人是你，你没有退路了。告诉本王，20年前你们一路偷袭南越王朝的军队，你们到底是如何得知我母妃的行踪，又是与什么人里应外合偷袭的？王爷死了这条心吧，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梅妃娘娘的皮肤可真滑呀，就像剥了壳的水煮蛋，她的身子又香又软，那一夜队伍里的兄弟们可是尸骨销魂的。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老蒯鄙俗下流的话语，司北衍所有的理智瞬间崩塌，铺天盖地的可怕记忆从大脑之中涌出来。黑的巷子里，他听见母妃的哭喊声、叫骂声，还有那些渣子下流的笑声。这是他心中最可怕的梦魇，这一辈子永远无法抹去的可怕记忆。最终老蒯没有了退路，脚下一滑，直接跌落了悬崖。可是他愤怒的咆哮声夹杂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悲伤，心中的伤口因为老蒯那些话彻底的被拨开了。众人寻上来的时候，司北衍跪在悬崖边，如同一尊石像一般一动不动。王爷，贱人就是矫情，打不过就打不过，这有这么垂头丧气吗？就不能少说几句？娘子，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对夫君这般态度，你是不是变心了？叶君堂，好，到底还是夫君的真心，不错了。萧几年的手缓缓地伸出来，轻轻拍着司北衍的背。司北衍重重地喘息着，似是非常痛苦的仰天长啸。这一声咆哮饱含着对梅妃的缅怀和司北衍的痛彻心扉。梅妃的死一直是他心中无法磨灭的伤疤，即便是这么多年了，依旧就是心中的软肋，一碰就痛不欲生。傲天阁，娘子，这货该不会是为了躲避官府的惩罚装死吧？既然用针不行，那你就给他喂一剂毒药，实在不行就给他开膛破肚。小爷我就不信他还能躺在这儿装死。别白费力气了，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他是被人催眠了，又或者说是他的那个巫师给他下的什么降头，让他一直陷入了深度睡眠当中。没有这么邪乎吧？
若真是如王妃娘娘所言，那该如何是好？这有何难？把叶君全绑了，带去盛京的大牢。那些女孩全部都是因他而死，别说是他昏迷了，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也无法救赎他犯下的那些错。王爷心情不好，只有王妃娘娘能与王爷解心宽，可请叶公子理解。小爷我没法理解，这么个大老爷们儿，没事装什么虚弱？明白就是没打过那个老贼，怕人嘲笑罢了，装什么有余？不是的，叶公子，王爷之所以沮丧，是因为20年前王爷的母妃被人陷害，导致南越王朝的抗北大军差点全军覆没。盼望叶公子能体恤王爷。20年前的抗北恶战，叶君堂貌似听人提起过，那被北湖军队偷袭而丧生的名震南越王朝的女将军，竟然是司北衍的母妃。叶君堂顿住脚步，看向门口的司北衍，心中百感交集。这是什么？傲天阁的巫师坠落悬崖的时候掉的东西，他能够指挥那些吸血蝙蝠攻击人，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这是骨头做的，而且还是人骨头。人骨笛子。如果没错的，这还是一名女性的手指的骨头做的，而且这名女子生前手受过伤。这里有界面，不能看出女子是生前手指骨折了。母妃，都是儿臣不好，不该到处乱跑，害得母妃受伤了。阿言，这是战场，北湖人阴险狡诈，幸好母妃及时赶到，不然你的脚就要被这捕兽夹夹断了。母妃，你疼不疼？不疼，阿言乖，与母妃在一起，乖乖的等着父皇的援兵，只要他们一来，咱们的军队就得救了。司北衍清楚地记得，那是他们被北湖军队设计引入圈套，被逼到一个山头上，四面楚歌。王爷，你没事吧？本王没事。陶快已经掉入了万丈深渊，那山崖陡峭，深不见底，只怕是没有生的希望了。老快死不足惜，只可惜本王的线索就又这么断了。叶君躺在地牢当中，解救了叶君权捆绑幽禁的傲天阁的阁老们，赢得了傲天阁那些极富威望的阁老们的器重，不顾叶南天的反对，直接将他推上新阁主之位。阁主，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巫师的房间全部处理了，只搜到了这个。说着，男子把一只精致的象牙盒子打开，里面竟然有一条蜈蚣似的虫子在里面团团转。把这东西送去驿站给镇北王妃，说不定她会喜欢。镇北王妃还是一女人吗？少阁主说她喜欢。是。叶君堂想把这世间最好的东西都给萧几年，哪怕是他的命，只要萧几年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可是萧几年似乎真是忘记了他。司北衍伸手把他方才收起来的人骨笛子递给了萧几年。这个给你。萧几年一双眼睛顿时就放出了光芒。王爷没有与我开玩笑吧？这笛子真的给我？若是他能够破译巫师驯服吸血蝙蝠的功夫，还能给他增加一技之长啊。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可怕的？你不介意这是死人的骨头吗？活人的人心比死人更可怕，这有什么可怕的？难不成王爷害怕？笑话，本王会怕。门外传来了小二的敲门声。客官，外面有一位公子要找萧姑娘。是谁找我？小二离开，黑衣男子对着萧几年抱拳。铁峰，拜见王妃娘娘。你是？属下是傲天阁的人，奉我家主子的命令，给王妃娘娘送一物件来。我家主子说，王妃娘娘必然会喜欢。萧几年惊讶，铁峰把一只象牙盒子递给了萧几年。萧几年打开了盒子，看见了里面的虫子，竟然一脸欣喜笑了出来。回去替我谢过你家主子，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东西。怪不得他家阁主说王妃娘娘会喜欢这东西，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别人家的女子都喜欢金银珠宝、点翠首饰，这王妃娘娘的爱好也实在是太特殊了，竟然会喜欢这让人浑身汗毛立起来的虫子。铁峰轻咳一声。我家主子还说，近几日傲天阁中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就不便与王妃娘娘见面了。等闲下来，主子再来找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叶君堂是不是有病？竟然送你这种东西？王爷有所不知，这东西叫做天山雪蚕。您别看他现在还区的，经历981次蜕皮之后，就会变得通体雪白，浑身冰凉的雪蚕，它可以解百毒。短短半日之内，他竟然得到了2件宝贝。眼下的萧几年笑得嘴角一抽一抽的。你出去吧，本王想静静。月亮高挂空中，司北衍与萧几年走在这不夜走廊之上。都给本公主闪开！那马儿像是惊了一般，急速地奔跑着，直接就朝着司北衍与萧几年的方向奔来。司北衍宽阔的大掌直接把已经被飞奔而来的马儿吓到的萧几年揽入怀中，迅速闪身。他的目标明明就是那个女人，可是却没想到这女人身边竟有如此武功高强的护卫。
好狗不挡道！本公主只想与这女人算账，识相的，赶紧给本公主让开！这位姑娘怕是认错人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少在本公主面前装无辜！你勾引了本公主的心上人，还敢在不夜走廊上溜达，真把我北湖当软柿子捏！这位姑娘怕是认错人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更别提你的心上人，又何来勾引你的心上人这一说？贱人！若不是凭借着你这一张巧嘴，堂哥哥又怎么会被你迷惑？他说过要做我北湖的驸马，他就去了一趟圣经，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你还敢说不是你用了下三滥的手段？堂哥哥，叶君堂，叶君堂有心上人，然后又对我百般撩拨，眼下这是被人家找上门了。渣男啊，妥妥的渣男！公主，你怕是误会了，你口中所说的贱人是我娘子。是你娘子？既然是你娘子，那就更好说了。这位公子，你恐怕还不知道你娘子是个什么东西吧？我与堂哥哥可是两情相悦的，他说过要娶我为妻，可眼下他对我不理不睬，都是因为这个女人。司北眼怎么会来边陲？两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数载，难不成南越王朝还有狼子野心？镇北王怎的有如此闲情逸致，来这不夜走廊走动？原来是更将军，数年未见，将军还是这般脾气火爆。侄子而已，不管是何人伤了我朝公主，更营必定不能轻饶。更将军误会，只是我家王妃与纯公主之间有一些误会而已，说开了便好。更将军，赶紧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给我抓起来！竟然敢出手伤本公主，管她是何人，敢在我北湖的地界上撒野，当北湖是什么？纯公主若执意如此，本王爷就与你一同走一走。只不过，若是北湖王知道了公主如此嚣张跋扈，不问青红皂白就强行扣了我镇北王妃，不知作何感想？怪不得堂哥哥从回来以后就失魂落魄的，这个女人真的太美了。今日我必然要毁了这女人一张狐媚的脸。铁条一般的皮鞭呼之欲出，眼看就要落在萧纪年的脸上，忽然间一道黑影冲出来，一把揪住了显一纯手里的鞭子。堂哥哥，你怎么来了？我若是不来，还真不知道你竟然这般的心狠手辣。堂哥哥，不是那样的，都是这个女人。住口！我不想听你狡辩。你我二人之间的关系与旁人无关。我叶君堂若是娶妻，虽然不是什么贤良淑德，可是却也不像公主这般心狠手辣。是叶某配不上公主，公主又何必迁怒于旁人？娘子，你没伤着吧？鲜于纯这个小蹄子简直是太泼辣，他若是敢伤了你，夫君就剁了他的手指头与你解气。你这张嘴到底骗了多少无知少女？那公主可是口口声声的说你要做人家驸马的。娘子休听那傻姑娘胡说，夫君对你的心苍天可表，日月可见，若有半句谎言，必遭天打雷劈，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好巧不巧，天色阴沉，狂风呼啸，马上就要变天了。娘子，一定要信我。上天有神明，乱起事是会遭天谴的。贱人，都这种时候了，你一定要落井下石吗？叶君堂，本王警告你，若你再一口一个贱人的唤着，本王就割了你的舌头。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吧。至于你与那公主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没有兴趣。可你还是要与她解释清楚你我之间的关系。若是在南越王朝的街头被人这番叫骂，我只怕是要被进猪笼了。娘子，你生气了是不是？这件事夫君可以与你解释清楚的。娘子，别这样了行不行？我与那公主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夫君是清白的。叶君堂，差不多你就回去吧，时候不早了。叶君堂，你听见了没有？景年现在要休息。呸！景年也是你叫的？那是我娘子，我娘子。叶君堂，别把本王对你的容忍当成本王的懦弱。既然傲天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以后就不要再来纠缠景年了。切，你以为我对娘子是利用吗？别把所有人的情感都想得像你一样不堪。我对娘子那可是真正的喜欢。我问你，你何时与娘子和离？结了点。提起和离二字，司北眼顿时喉头一紧。好不容易才与萧纪年之间有几分缓和，这叶君堂却总是冒出来捣乱。看样子他得计划着离开边陲了。在这多待一日，叶君堂就在他身边上蹿下跳的，让人心里不安生。够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我累了想休息，你们两个都走吧。娘子，你是不是还在生夫君的气啊？夫君错了好不好？这鲜于纯会缠上我，说来说去都怪叶君权，这是他惹下的风流债，与我无关的。我再说一句，我要休息，马上滚！娘子，滚！娘子，早点休息，本王就在外面守着你，哪儿都不去，还不赶紧出来！哼，真好笑，堂堂的镇北王何时变得这么狗了？本王就在外面守着你，哪儿都不去。
还不赶紧出来！哼，真好笑，堂堂的镇北王何时变得这么狗了？彼此彼此。你，叶君堂，傲天阁的事儿你且记着，你欠我一个人情，日后不要总来骚扰景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娘子不喜欢我，难道喜欢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当初可是喜欢那娇滴滴的侧妃娘娘，现在发现娘子好了？我与景年之间的情谊是你不懂的，我与娘子之间的情谊是你参与不进来的。二人一左一右，直接坐在了萧景年门口的两侧，俨然就像是门神。夜深了，萧景年的房间里早就熄灭了烛火，司北衍与叶君堂却都干耗着，谁也不肯先离开。夜里寒凉，司北衍让小二送上来了一坛女儿红。哼，斯文败类。天冷夜凉，你要不要再来一杯，驱驱寒气？啊，好酒。你说你怎么那么瞎呀？我娘子多好的女人，你还百般瞧不上。的确是有点瞎。叶君堂，不得不说，你眼光也是极不错的。不过，景年是本王的王妃，你最好还是打消那不该有的主意。凭什么要让小爷放弃娘子？从始至终，小爷我可都没有嫌弃过娘子。啊，爽快！司北衍杯子里的酒也已见底儿，叶君堂又帮晚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可得了吧！眼下你霸占着娘子，死活都不肯放手。别以为小爷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了娘子，小爷我只娶娘子一人，什么姬妾，去他！有何不可？若是要让你为了娘子放弃天下呢？我可以为了娘子放弃傲天阁的阁主之位，你呢？天下不是本王的。二人有一搭无一搭的聊着天儿，没有了敌对，没有了气焰，二人难得如此友好的度过了一夜。第二日清晨，你醒了，昨夜睡得可安好？你们二人该不会一夜都在这门口？叶君堂不肯走，本王怕他骚扰。听见有人提他名字，叶君堂浑浑噩噩地睁开了眼睛。娘子早啊。叶君堂，昨日你我二人才称兄道弟，今日一大清早就开始现原形了，不是？咦，谁会与你称兄道弟？你怕是记错了吧？还是吃酒吃糊涂了？娘子既然都当了边陲，不如好好的游玩几日，说不定一高兴就不再想着回去了呢。萧景年缓步走着，一只黑色大狗紧紧跟在他身后，十分魁梧。院子里，司滚滚正在练功，八宝和小铃铛正在带着蹒跚学步的司义司昂玩耍。娘亲，你觉得儿子这套刀法如何？相当不错。一黑一白两道身影忽然间出现在半空，手里的兵器碰撞打斗着。原本安安静静的司义瞬间一双眼睛明亮，拍着小手鼓起掌来，奶奶的声音说道：爹爹，棒棒！司昂丢下了手中的凤娇娇，指着那一道黑色身影兴奋的尖叫：爹，棒棒！踩在屋顶之上的叶君堂一脸洋洋得意：乖儿子，看着爹爹，爹爹这儿还有更厉害的。别跟我过来啊，我给我儿子弄个好东西玩。说着伸手摸进了树上一个鸟窝里。正在他洋洋得意之际，忽然一道白色身影闪过，如同9天仙女下凡，身子轻盈。若是将来有一日有人偷走了你的孩儿，你会怎么办？还是住手！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在外人面前要给我面子。你这样本阁主日后怎么在众人面前立威啊？尤其是在干儿子面前。干娘，吱吱。今日这事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你一命。这泼妇惹不起。晚上不是说炖狗肉吗？到底炖不炖啊？萧景年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只体型庞大的狗子，这狗子颇通人性，日日守着萧景年，如同护卫一般。只要司北衍上前，就连追带咬的。谁要炖狗？别听星爷的胡说八道，他是怕晚上受责罚，故意这么说的。展姑娘，叶君堂不但没有做功课，还说了，他堂堂7尺男儿，怎么会被你一个小小女子折服？依我看，就是展姑娘家法不严。好一个镇北王，你可真是臭不要脸的！今年你家王爷可是说了，你弄来的这个狗子就是追着他跑。不信你去厨上问问，这家伙讲了几种食谱，想要对你的狗子下手。娘子，来，王爷，跟我说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置？消炎还是清炖？萧景年直接揪着司北衍的耳朵，哼，活该！谁让你出卖本阁主的？回过头来的时候，一只玉手直接拧住了他的耳朵。叶君堂，你豆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还好意思说？还不赶紧回去做功课，小心晚上没饭吃。小剧场1，王爷，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又胖了？哪儿胖了？这儿还有这儿。胖点好，卡在本王心里就出不来了。小剧场2，你媳妇最近没有催生二胎？
叶阁主何出此言？我家母老虎说呀，一个玩不够，想着跟你们一样，要对龙凤城墙。这种能耐不是人人都有。首先，你得有射程。什么射程啊？你说说。逆风要10里。你大爷！四不眼，你家的都是软脚虾。我们深情的对望，我们故事还长，有你就是远方，把你刻在心上，让我每天都年长，不惧黑夜太过长，我知道你在身旁，让我世界发亮。